月明星稀。江家村的后山小路里窜出一个浑身是血的中年男人，他狼狈地背着早已经不省人事的女子。昭昭别怕啊，爹会给你安排好一切的，爹不会让你和爹一起死的。江大成，江大哥在家吗？哎呀，这大半夜的敲丧啊！真是的，谁呀？哎呦，我血！哎呦，不好了，有贼啊！999种田系统为您服务，宿主陆昭昭死于车祸，系统已自动绑定成功，保住宿主性命，扣除种田积分1000，宿主当前总积分-1000，还请宿主尽快还清。现在为宿主发放穿越大礼包，原著剧情成一，这具身体的主人记忆成一。这什么玩意儿？他车祸时听到那个声音居然不是梦？当时这感冒灵还说什么来着？让他阻止黑化反派迫害男主女主，为男女主保驾护航？嘿，这是他一个种田系统该干的事儿吗？江大嫂，是我陆风尘。今年饥荒呀，眼看地里苗都长不出来了，这100两银子若到手的话，能囤多少粮食呀？到时再高价卖掉。哎呦，原来是陆家恩人呐！哎呀，我男人带着老三去城里做木匠活了，得过几天才能回来。你进来说话。不必了，当年我因缘际会救了江大哥和你们家的二公子，说好了，日后我若有难，你们要为我做一件事儿。今日我想请江大嫂履行承诺，让你们公子迎娶我这可怜的女儿，这银子便是她的嫁妆。陆昭昭这才接收了这个世界的记忆和这具身体的记忆，他正乱着呢，加上这父女俩一路长途跋涉躲避追杀，早已经虚耗透了，只能虚浮着他爹。他看着眼前这个刁老太太，也接受了现实，他死了。在开完家族会议，处理一群只会花钱的蠢货之后，他出去散了个心，为救一只小猫遭遇车祸，然后就被这个什么999绑定了，到了一本叫做《龙门皇妃》的书里。按照剧情啊，他这个身体的主人呢是京城豪族陆家嫡女，他爹是陆侯爷，本该金尊玉贵的，只可惜呀，他爷爷宠妾灭妻，不久前在他奶奶家族出事之后啊，就害死他奶奶了，又暗害他们一家人。他爹被人算计获罪，被夺爵。逃难的时候，他娘因病亡故，他爹带他到江家村来挟恩图报，求江家娶她过门。原书里啊，她嫁给这个江家老二，也就是本文男主。才刚嫁过去，可在洞房之夜还没行房呢，她就因为一路的奔波劳苦和伤心过度嘎了，因此给男主带了个克妻的恶名。一直到碰上锦鲤女主嫁给他，种田养包子，带着男主打了个翻身仗，而男主也摇身一变成了流落在外的皇子。再后来啊，因为他这个早亡原配的关系，他奶奶母族平反之后，对男主是心存愧疚，站在男主这边扶持他宫斗成功，他当了皇帝，而那个锦鲤女主也成了龙门皇后。在这个剧情里啊，他这具身体的身份呢，就是个送了嫁妆就死的倒霉蛋儿，而他爹呢，也成了后来因为女儿克妻而对男主心生愧疚，对他极好的老丈人，活脱脱一个送钱送权扶持男主上位的大冤种。而真正的女主是村长家小女儿，江家村的小福星。江老太一看这女子清瘦憔悴，脸虽是好看，
但柳眉狐狸眼，一看就不安分，不好生养。而且谁知他们从哪儿逃过来的？他家老二可是要读书当大官的，怎么能娶她呢？不过这么多银子，若能到手，这粮食还有秋天的科举，老二的盘缠就有着落了呀。家里4个儿子都还没成亲呢，哪里有老大不娶媳妇儿就给老二娶的道理呀？要不这闺女就嫁了老大吧。蓉儿，去把你2哥哥都给喊起来。他虽是遭难，那也是京城侯府的人呐。他的昭昭可是正经的官家嫡女，他来江家是看中当年救下的江家老二，人品相貌都出众。这是我的大儿子，现在可不得了啊，都是秀才公了。陆大哥，你带着女儿过来，求到我们头上，我们一定得帮忙。不如就让老大娶了她。反派已出现，危险度检测中，危险程度3S， 恶意值1万，建议即刻抹杀。陆侯爷气得咳得更厉害了。他看中这家老二那是有原因的呀，虽是不能说，但如果女儿嫁给他，日后一定会有大福气的。爹，女儿喜欢这位江大公子。陆侯爷一听，眼前一黑，差点没晕过去。宿主，你是要杀他呀？你怎么要嫁给他？你得嫁给男主啊！江家嫂子，昭昭这孩子年轻，胡说的。昭昭呀，你还小，爹不会害你的，你得嫁给……我得嫁给江家大公子。爹，江老夫人说的对，长兄不成亲，弟弟怎么能成亲呢？江老太师激动不已呀，就好像银子已进自己口袋了一般。哎呦，瞧瞧瞧瞧，这到底是贵人家的女儿，就是懂规矩啊！哎呀，亲家，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昭昭当做自己的女儿。大公子，我的女儿可否能放心交托给你呀？江燕青神色复杂，他也不知哪里出了错。上一世他被江家人搓磨抢了身份，又拖垮了身体，虽撑着为自己报仇，可当他大兵压境，还未亲眼看着这家恶人死绝，他就死了。再次睁开眼睛，就是他那个便宜妹妹喊他起床。他若没记错的话，上辈子陆昭昭嫁给他的好二弟，还没洞房就死了。可在今夜，虽不知哪里出了错，这位倒霉的陆家嫡女看上他了，但这样的好事他自然不会拒绝啊。无人会在意他的死活，也无人会在意他是否克妻。用这个名声换取陆家银子做分家的本钱，脱离这家人才是正经事。这一世他得拿回本该属于他的一切。哎呀，你还傻愣着干啥呀？读书读傻了？承蒙姑娘不弃，江燕青定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护她一生。这真的能行吗？他看着比他这个半截子入土的老岳父还虚呢。可他也实在不能再等了，夫人被害死，追兵也没停了追杀他们。昭昭身子骨不好，再这么下去，他怕是也要离他而去了。他的冤屈小洗清太难了，唯有先将昭昭安顿好，才能有条出路啊。陆侯爷心一横，有了决断。既然如此，还请老嫂子做主，现在就让他们拜堂。我看着他们拜堂后，即刻就走。哎，好好好，我这就布置。昭昭啊，以后爹爹不能在你身边了，你不要想着报仇，只管好好活着，只要活下去就好啊。江家欠了爹爹的人情，可人心难测。这份东西你收好了，这是京城满月票号的银票，你不到京城取不出这笔钱的。在这农户人家，银子多了是灾祸，在昭昭没能力保住这笔钱之前，都别妄动啊。爹，
女儿知道了，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爹走了之后啊，以后不要和任何人提起我。我对不起你，也对不起你娘啊！哎呀！陆侯爷失声痛哭。陆昭昭安静地看着他这位便宜爹。原主已经在奔波之中死去了，如今他借这具身体而活，等有了能力，定会为他平反报仇，待他尽孝的。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陆昭昭的心情甚是复杂，和人结婚可是头一次呀，没有想到的是，居然还是跟古时候的人。哎呀，不过这男人长得好看，其他的就不那么重要了。礼成。他看着兄长和这个看着就很贵气的姑娘成亲了，心底有些不舒服，总感觉被抢了些什么。陆昭昭和江燕青签了婚书。女婿啊，昭昭就交给你了，我会把婚书交到县里，不劳烦你们费心。昭昭，爹走了。爹以后要保护好自己。陆侯爷狠下心，扭头便走了。大媳妇儿啊，咱们家的规矩，这私下里是不能藏银子的。啊，刚才的嫁妆，你交给我。哼，他盖头还没揭呢，就要嫁妆了。老大，你婆娘不懂咱们家的规矩，你还愣着做什么呀？还不快把银子给我！你要是不给，我明天一早我就去衙门告你，说你不孝，让你以后都不能考取功名。好一个刁老太太呀！你要干啥呀？没什么，就是呢，这儿现在也没有人，我这一簪子刺下去，婆婆你人就没了。你喜欢什么样的葬礼啊？她好漂亮啊！你杀婆母，你也得死！我爹都走了，我过习惯了金尊玉贵的生活，现在嫁过来吃苦，要是连最后那点提己嫁妆都没了，活不活的还重要吗？我不要了还不行吗？夫君，我们回去洞房吧。好。娘，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我的儿呀，你娘刚才差点就让那个姓陆的给杀了。他娘在说什么？江老太哭着把刚刚的事情给说出来。江燕轩听说银子没要回来，心里也有些不是滋味了，总不能什么都被大哥得了。娘，她不过是个弱女子，能做什么呀？你别被她吓坏了。这银子不着急，等家中急用，她自然也会帮忙的。对呀，哎呦，儿啊，你这大晚上的被这么一番折腾也累了吧？快回去歇着，看娘以后咋折腾他。娘，你今日为何要让大哥娶她呀？京城来的人一定不俗。我这都是为了你好。你看看那个姓陆的，一看就是犯了事儿跑来避难的，那一身的血指不定是咋了。这样的人的女儿咋能嫁给你啊？等明儿个娘就去给你相看个更好的。咱们村长家的那个小姑娘啊，是个小福星，天天的上山都能捡到野物呢。娘给你说这门亲。谢谢娘。娘子，你出身大族，嫁给我实在是委屈你了。上辈子不是才进洞房没一会儿就死了吗？他看着似乎比他都健康呢。陆昭昭是双目含情，看着江燕青这副神仙相貌，心动不已。他是个随心所欲的人，上辈子早早当了一家之主，接管家族生意，是个合格的奸商。不过婚事一直拖着，没遇见喜欢的人嘛。
可今天看到江燕青，他莫名的就开始疯狂心动，就仿佛单身这么久就在等他一般。既然喜欢，那就得到呗。现在他和江燕青可是合法夫妻呀。夫君，他要死了吗？娘子怎么了？可是身子不适。陆昭昭哪都好啊，就是心痒。他大胆勾着江燕青的脖子，送上了吻。2辈子没碰过女人的江燕青瞳孔微震，整个人都僵住了。陆昭昭微微用力，便把人拖到床上去。娘子，陆昭昭见他一直看自己，主动搂住了他，热情地亲了亲他。夫君，不洞房吗？任何男人见了这样一幕都要血脉喷张的，更何况他好似中了邪一般，喜欢极了他适才那副嚣张锐利的样子。面对女人主动的邀请，江燕青回应了这份邀请。他从未喜欢过谁，在他可笑可悲又短暂的人生之中，细数下来，今夜的动心竟然是第一次。只要他不会和那些人一起坑他害他，他这一生都会对他很好很好，而且只会对他一个人好。一晚上功夫，陆昭昭差点没被他折腾个半死。不或许是999为他改造了身体，他现在倒是还能活蹦乱跳的。清早，他微微动下手指，喊出自打昨晚他嫁给反派之后就受了刺激装死的系统999。999种田系统为您服务。他的动静有气无力的，显然受了刺激了。这可不行啊，他没动静，积手指怎么办呢？脑子里多了个东西，总得交些房租吧。999，你既然绑定了我也嫁给了江燕青，改是改不了了。不过我嫁给反派不和上一世一样无人关心，兴许就不会和你心爱的男主对着干了呢。可是你这具身体的身份和钱是给主角的呀。既然是男主，那就一定有办法从别处弄到钱，否则他凭什么是男主呢？好像很有道理。同样，我这个人吧，脾气不好，若是我过得不好了，脑袋里还莫名其妙多出来个东西，我会生气的。你绑定我应该也调查过我了吧？我不高兴的话，干脆和我这反派夫君联手送男主女主下地狱好了。种田系统为您服务，检测到服务主体变更，现更正解绑条件，只要宿主改变反派黑化结局，即可解绑。种田系统开启，宿主在现实里种田、打鱼、狩猎、采样，平均1小时都可以增加10种田积分。1000种田积分可以在系统空间开启1平方米的系统田地，种子需要完成特殊任务才能解锁更多。宿主现实里赚的银子1000两银子可兑换10种田积分。系统商城里有人类喜欢的各种宝物，只要宿主肯努力种田，即刻走上人生巅峰。陆昭昭心情复杂，所以一个种田系统为什么肩负着精准扶贫男主的任务呢？中病毒了，而且种田，他长这么大从未种田好吧？哎，还有他好像还欠这个破系统1000积分是吧？干活1小时积分10，他更晕了。哎呀，算了，还是先了解江燕青吧。999，我要江燕青的平生轨迹，100种田积分。主人，您已经付1000了。再借一下。江燕青平生轨迹已发送，宿主积分负1001，积分7日不归还，系统将能量耗尽消亡，宿主也会跟着一起消亡。谁家媳妇都大中午了还睡觉呢？这娶的是祖宗还是媳妇啊？你还愣着干啥？还不赶紧的起来干活？你男人不中用，又去城里抓药了，你还有多懒呀？咋，老娘我要养着你们2个废物啊？你可真是吵死了。哎呀，你还敢嫌我吵？我可是你婆母。婆母，现在周围好像没有人，你要是死了，我想我应该能逃走吧。哼，你敢？我都交代了，我要是死了，我就让我儿子去县里告你。你和你爹为啥逃出来的？你想害死你爹，你就动手啊！陆昭昭把衣服穿好，起身后拿起簪子就要动手。你不要你爹的命了？
怕什么呀？大不了我和我爹一起亡命天涯。倒是你们把我娶进门，现在婚书都递上去了。我爹犯了什么事儿我不知道，但是按照本朝律法，他犯了什么罪，你们也一样同罪，大家谁也不用好。你婆母，我饿了。嘿，这个小蹄子竟让他这个做婆母的给他做饭，这什么世道啊？江家嫂子在家没啊？哎呦，我这是走了什么孽了？一个药罐子儿子娶了个母夜叉媳妇儿，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哎呦，这怎么了呀？这谁呀？江家嫂子，这是我大儿子娶的媳妇儿，你说说，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呀？大儿子像个药罐子，成天的吃药，这家里啊都给他拖垮了。现在又娶了个除了脸好看啥都不会的，让我这一把老骨头给他做饭。哎呦，不是我说啊，你这做心腹的咋能给自己婆母脸色看呢？这谁家心腹不做事儿啊？你男人本就是个病秧子，吃家里的钱，你怎么……新婚夜，婆母要我的嫁妆充公，我才成亲，什么都不懂，本想着一会儿就起身做活，婆母便是又骂又辱的。老妇愣住了，江老太震惊地看着陆昭昭。我夫君12岁中秀才，县里头名，是廪生，每个月5两银子的俸禄，婆母都盘在手中。他咋知道的？那个小杂种说的？这笔银子被用在二弟身上，婆母为二弟请了县里名师，教导他读书。我夫君的药钱都是他抄书赚的，县里的书店可以作证呢。你闭嘴，你胡说啥？母亲，娘子她哪一句说错了吗？江老太人都麻了，他僵硬回过头，其他人看他的眼神都变了。这么些年，江老太可不是这么说的呀。婆母，儿媳说错了什么吗？哎呦，江家婶子，你这也太不厚道了吧！人家新媳妇才嫁过来，咋还不能歇一日啦？就是啊，这些年你不是说都是家里给你们家老大拿药费，所以才拖垮了家里吗？你们少在这嚼舌根，老娘家的事儿跟你们没关系，滚，都给我滚！你给我休了他，这是个丧门星！娘子可饿了？饿了。婆母刚才说要给我做饭呢。江老太一口恶气出不来，差点气得晕过去。他闷头走出屋子，去厨房做饭。我不曾对娘子说过家中事，娘子怎会知道的？哎，他这美人夫君这般警惕吗？我猜的，大户人家也有这样偏心的父母。夫君生的模样好看，相由心生，自然是好人。哪怕不是，我也不能让他说你不好。我想着娘子起来会饿，所以买药的时候为娘子带了些鸡肉馅的扁食回来，娘子先用些吧。这一碗扁食得不少钱呢，他竟会买给他？江燕青也很疑惑，他本想自己一个人在县里吃的，就和以往一样，可鬼使神差的想到昨天夜里的陆昭昭，回过神来，东西都带回来了，拿回来那也该是2个人一起吃的，可是一看到他就全都给他了。夫君喂我。美人当前，他才不想自己吃饭呢。只见江燕青面色微红，乖乖投喂他。看着陆昭昭的眉眼五官，只觉得她长得可真漂亮，明艳动人，与上一世记中那一眼完全不同，好似换了个灵魂一般。吃着来自大反派投喂的扁食，陆昭昭想着他看到的系统给的江燕青的平生。大反派江燕青生来体弱多病，虽智多近妖，满腹经纶，是个天才，可就是人很倒霉。12岁中了秀才，此后每次科举必会重病一场，错过科举到如今已经整整10年了。一直到男主回京当了皇子，他才在1年之中连中3元，又在3年之中一跃成了当朝首辅。书中说呀，
他因江老太对男主的偏心，还有男主的幸运和尊贵身份，心生嫉妒，所以处处和他作对，屡次痛下杀手。男女主所有的磨难都是因他而起的，是个无情无义、专注搞事、坏事做尽的大反派。陆昭昭看事情从来不看表面，这个感冒灵系统给他的剧情呢，绝对是有问题的。江老太有6个孩子，4儿2女，江燕青是家中长子，可偏偏江老太对他是如此的恶劣，压榨江燕青的生活环境，不给他花钱买药，拖得江燕青是病骨支离。书中啊，他的死也是因为病死的，而不是被男女主害死的。哎呀，如果不是因为短命啊，皇位说不准是谁的。而且就眼前的江燕青，怎么看都惹人怜爱呀。陆昭昭心想着，一边吃东西，一边扒拉着系统商城，在商城里找到能够强健体魄、去除病气的药。此药名为归元丸，5000种田积分可得。哎呀，他得搬多久的砖呢？眼看着扁食剩的不多了，陆昭昭也喂给他吃。夫君也吃。江燕青很想吃啊，可看他吃东西那副开心的样子，又别过头去。陆昭昭可不管呢，他不喜欢被拒绝，执意喂给他。2个人互相投喂的功夫啊，很快就把一共没多少的扁食全部吃光了。吃吧，我真是造了孽了。喝这个，他得饿死。老娘真是欠了你们的，这家里眼看着就揭不开锅了。老大，你这个月抄书的钱呢？娘，我今日早上才买了药，如今身上没银子了。爹和老三明日不是就从县里回来了吗？他们一定有银子的吧？见他不给钱，江老太目光就死死盯着陆昭昭。婆母还有事吗？江老太害怕他这个眼神，哆嗦一下就跑了。反派恶意值减1，恶意值9999，奖励种田积分100。他这个美人夫君这么值钱吗？江燕青收了桌上东西，又拿了本书来看，强迫自己压住心中的恶念。他不能动手，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还在江氏手中呢。而且这个时候朝堂动荡，他那位父皇啊，也不见得多期待他这位流落在外的儿子回家呢。记得上一世，江燕轩顶替他的身份回皇宫，不也吃了不少的亏吗？若非是陆侯爷洗脱罪名回了京城，又逢陆侯爷外祖一家东山再起，他们因陆昭昭当年病死在新婚夜而让江燕轩背上克妻的名声而帮助他的话，他早就不知死多少次了。只是他为何会选他呢？夫君身体虚弱，不易劳累，抄书的事情就先不要做了。这10两银子，夫君先用来抓药和买一些粮食。可这是娘子的嫁妆。日后夫君好了，再给我就是。陆昭昭眼里没有对银子的心疼，只有对夫君江燕青的关切。剧情里，江燕青病情急剧恶化，也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饥荒来临，江家放任他自生自灭，他没有银钱买药，全靠硬扛着，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现如今他都与他成亲了，自然不能让夫君早死啊。江燕青那张脸几乎是按他审美长的，是他自己亲自挑选的夫君，而且他日后是要当朝首辅的。他富贵了，他作为娘子才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不是？眼下的银子又算什么呢？银子又被陆昭昭塞到江燕青的手中。江燕青算计过很多人，多少银子都见过，可唯独这10两银子令他觉得犹如千斤重一般。我去买米。他心中微乱，狼狈地出门了。反派恶意值减3，恶意值9996，奖励种田积分300，总积分负700。友情提示：积分7日不归还，系统将能量耗尽消亡，宿主也会跟着一起消亡。下午，日头微落，赶紧起来，这家里都快揭不开锅了，你得上山去挖野菜。陆昭昭午睡被吵醒，冷静了一会儿便起身开门了。咱们走吧。去哪里？不是要上山吗？
婆母应该不会想让我一个人去吧？你这是要逼死我呀！我这一把老骨头了，可咋上山呀？真是没天理了！婆母说的对，你一把年纪了，是不应该上山。大嫂，你别光说呀，家里最后一碗糊糊都被你给吃了，你倒上山去啊？难道想饿死我娘啊？你说的也有道理，不过你呢？我什么？婆母不能动弹，但是你应该可以吧？我瞧着你身强体健的，比我可壮多了。我初来乍到，连山从哪边走都不知道，妹妹不该跟我一起去吗？你这个死蹄子，咋这么狠的心呀？我闺女可还没嫁人呢，能跟你一样干活吗？她以后可是要嫁去大户人家的。她嫁给谁跟我有什么关系？既然是干活，那她也得去。江蓉儿吓得哆嗦，她昨天看到大嫂怎么对付老娘了，她不会也想宰了自己吧？娘，我不要去山里。大户人家都重视名声，想要嫁个好人家，言行举止、名声好坏都十分重要。今日你若是不干活，那我便将江家小女儿又馋又懒，是个恶妇的名声传出去。一传十，十传百，等传到了县城里，你也不用嫁什么大户了。你少胡说八道！你不信的话，可以试试看啊。陆昭昭睥睨着比自己矮了不少的江蓉儿。在这本书的剧情里啊，如果站在江燕青的角度来看，这家子可以说是全员恶人。江蓉儿在原著剧情里面，一开始嫁去了县里大户，到了后来，男主一家改换门庭，他就谎称那户人家对他是非打即骂。等男主为他要了和离书之后，又将那家子人害的是家破人亡。到了后来啊，女主意外得知了真相，原来都是那个江蓉儿嫌贫爱富，想要跟着入京过更好的生活。这男主江燕轩虽是愤怒，可为了自个儿妹妹，将那家人斩草除根。而江蓉儿在原著里还真就嫁了个大将军。陆昭昭不禁感叹，他见的恶人多了，可像江家这般一窝都恶的，还真挺少见的。娘，你看他！你少在这里吓唬我，蓉儿！我告诉你，你要是敢的话，你能怎么样？江老太被问得哑口无言呢。这个儿媳妇不愧是大户人家出来的，啥都不怕，还牙尖嘴利的。不行，他得赶紧给老二爷娶个媳妇儿，让老二媳妇压制他才行。不过这个小蹄子不上山，那他怎么进屋翻银子呢？蓉儿，你就跟着你大嫂上山吧。娘，好啦，娘又不会害你。大嫂好厉害啊！现在你能上山了吧？别想给我耍赖。陆昭昭转身进了屋去。这个屋里的角落有个背篓，应该是江燕青用的。他将那包银子丢在背篓里，又丢一些细碎东西在上面，才重新推门出去。咱们走吧。到了山脚下，陆昭昭眼前又出现那个光屏，检测到宿主即将进山，开启打猎计时，每小时10积分，打到猎物按照不同猎物额外增加积分，请宿主努力干活，走上巅峰。傻站着干什么？赶紧进山了。你走前面。凭什么？陆昭昭闻言不多说话，熟练地拿出身上唯一一个利器银簪。等他以后有了钱呢，高低得弄个好东西防身呢。一见这架势，江蓉儿顿时就虚了，不敢再和陆昭昭叫嚣，只能低着头委屈地带路。进到山里，陆昭昭人都惊了，她那个好婆婆哟，果然想对她的银子下手。这山里别说野菜了，连树叶都被薅秃了，山边这一块什么都没有，连个人都见不着。江蓉儿黑着脸带着陆昭昭一路往里走，约走了1刻钟，才终于能重新见到绿叶。那就在这边找吧，换点野菜回去就得了。江蓉儿说完就要找地儿休息，陆昭昭比她可快多了。她先一步坐在江蓉儿找好那块大石头上，将背篓递给江蓉儿。辛苦你了，小妹。凭什么呀？小妹如果不干的话，那等你到了相看的年纪，
你以为别人会信你吗？我夫君好歹是考了秀才的，一家人扒着他吸血，你又穿戴光鲜亮丽，我这个秀才娘子的话，自然是比你有可信度啊。更何况，信不信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成了旁人茶余饭后的笑话，名声坏了的话，想必也不用嫁给什么好人家了。况且现在地里没粮，家里可都快吃不上饭了呢。你今儿个不挖野菜，晚上就没得吃。若是把你娘，我的好婆母给饿坏了、饿死了，那我便是你长嫂。长嫂如母，我会为你挑选一个好人家的。这哪里是娘昨晚季公公跟他说那个什么受气包嫂子啊？这简直是个恶霸！愣着干什么？干活吧。我回家就告诉我娘，等我哥哥们回来了，他们饶不了你。他一边哭着，一边去挖野菜了。陆昭昭丝毫没将这话放在心上。哼，作为一个合格的奸商，又管着一大家子人呢，还能对付不了一个小丫头吗？至于江家嘛，这家人都恨不得吸江燕青的血呢。可江燕青如今有功名在身，不能不孝敬父母。江老太去闹，江燕青就要跟着受苦。所以陆昭昭决定，他会让江家人主动提出分家。如果不同意分家，那就都得接受他的奴役。休息了一会儿，陆昭昭也不累了，起身朝那个江蓉儿相反的方向走过去。陆昭昭拿了根棍子，免得被蛇给咬了，又一路留下记号。走了快足足半个时辰，终于在一处泥洼附近找到一片正在开着的金银花。检测到宿主采摘药材金银花，开启采药模式，与狩猎模式一同开启，积分不叠加。宿主第一次采摘药材成功，奖励采药熟练度加10，种田积分加1000，总积分300。大禹峨山地图乘1，系统空间1平米。友情提示：宿主每采集1斤金银花，可换取100种田积分。陆昭昭冷静地将金银花放进筐篓里，继续快速采摘起来。而不过1个时辰的功夫，光凭上他采药熟练度从刚开始的10个熟练度变成了20。他摘花速度比刚才快了很多。看这个样子，这个所谓的熟练度会直接加在自己身上。摘了2个小时的花，陆昭昭人也冷静下来了。果然呐，这金手指虽迟，但到了。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一片的花都被他薅秃了，筐篓也已经开始装不下了。这个感冒灵也不是一无是处啊。陆昭昭在光屏上点了下地图功能，哎，竟真的展开地图了。哎呀，有了这个地图在这山里不得横着走？而且这个空间系统似乎不是种田系统，而是专门存放物品的。陆昭昭把10斤的金银花收进系统空间里去，只是凭空一想，哎，东西就收进去了，只剩下了空筐。他在地上找了几种能食用的野菜，挖了些，就按着原路返回了。大嫂，你都挖到什么野菜了？陆昭昭闻言，瞥了眼江蓉儿那个背篓，发现里面只有一把小野菜。那个大嫂啊，我刚才找到个好地方呢，但那边我一个人不敢过去，不然咱们俩人再挖些野菜再回家吧。娘都跟他说了，要尽量拖住大嫂，让她晚些回去，最好能骗大嫂在山里不回去了。这山里能有野菜的地方啊，一定都有危险，说不定能找到办法让这个大嫂再也回不去了呢。不去，我累了。哎，不是，大嫂你等我一会儿啊，你咋就这么回去了？大嫂！他着急想要拉住陆昭昭，不过陆昭昭走得比他快，一直到下山回了家，江蓉儿都没追上他。江老太正黑着脸晒昨个挖回家的野菜，嘴里骂骂咧咧的。看到陆昭昭和女儿回来，他就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的。咋就这点野菜，够谁吃的？这个死蹄子也不知道是把银子藏哪儿了，都翻找了个遍了，愣是没找着。估计啊，是让他给带出去了。婆母说的对，这点野菜也不够谁吃的，所以我准备拿来给我夫君吃，说不定他吃了我亲手挖的野菜，身体就能好些呢。
这也是给咱们家省了一笔钱，不是？说完就拽着筐篓扭头往屋里走去。屋内，陆昭昭站在门口，满眼都是冷漠。他在屋子里木板床边上做的小记号消失了。虽然这个屋子被老太太收拾干净了，可她在床边上放的一块小石头没了。正想着，陆昭昭当即把屋子里东西全部给扫到地上，迅速打乱。你个没脸皮的，你男人眼看着都半只脚进棺材了，还吃个啥呀？赶紧给我把野菜拿出来。婆母，你怎么能翻我的东西呢？咋呀？我进来给你们收拾一下屋子还不成啦？这个小妖妇咋知道的？我不是都给收拾干净了？不过，反正我什么也没拿走，啥也不用怕。这就是婆母收拾的屋子，我看不如请了街坊邻居来看看吧。江老太懵了，这哪里是他干的呀？他明明都收拾干净了呀！街坊乡亲，大家给我评评理吧！我实在是活不成了，我才嫁过来第2日啊，婆母就偷着翻了我的东西。婆母，这里原本放着我100两银子的嫁妆呢。这哪个动你的银子了？老娘我打开的时候，你这盒子就这样。各位都听到了，婆母是真的动了我的东西。我夫君不得婆母喜欢，可也不能这么作践我们呀。江老太听得人都乱了。她虽是泼辣不讲理吧，但也没见过这个架势啊。这比她可不讲理太多了。哪个动了你的银子？我这银子是我家里仅剩下的钱了，爹爹都给我陪嫁过来。我本来是想留给我夫君看病的，就放在家中。现在忽然没了，婆母又去我屋子里翻东西，不是你还能是谁？是啊，江老太，你一向看你家老大不顺眼的，今儿早上不还闹过一场吗？就是，这可是你儿子的救命钱，也是你儿媳妇的嫁妆呀。谁说不是啊？还是赶紧把银子拿出来吧。呸！你们少给老娘撺掇，老娘没拿。娘，这出啥事儿了？儿啊，你可总算是回来了！这个小妖妇是要逼死娘啊！她非要说娘拿了她的嫁妆银子，娘没拿呀！大嫂，你这是做什么呀？今天下午，娘让我跟着小妹一起上山挖野菜，我一回来，屋子里就乱得不像话。我爹给我的嫁妆就放在首饰盒子里，我一回来就都不见了。我没拿，这说不定就是你自己拿了呢。谁知道你是不是藏身上了？啊，对，一定是藏身上了。婆母还真是含血喷人呢，还请哪家好心的嫂子为我搜身，也好证明我的银子没在身上。我来帮忙吧，100两银子带在身上，稍稍一搜就能够找到了。儿啊，你可一定要给娘做主。娘，大嫂这事儿怪得很。陆昭昭由着这位大嫂子帮忙搜一下身。好闺女儿，你咋嫁到他们家了呀？江老太这死婆子一向看不起他们家老大，你这委屈还在后头呢。多谢大嫂子了，我嫁给夫君是爹爹安排，也是我自己相中。别客气，我姓吴，你以后就叫我吴嫂子。走，我今儿个说啥也得给你讨个公道。你个没脸的老婆子，你这媳妇儿身上哪来的银子啊？你让个心腹上山挖野菜也就算了，你还偷了人家的嫁妆，你有没有良心呢？我没有，我今儿个我非得撕了你这个小贱妇！他一冲过来，陆昭昭便做出一副惊恐的模样，佯作脚下一滑，直接砸在江老太的身上，给人砸了个实。娘，你别过来，男女授受不亲，你不准过来。他一副受了惊吓的样子，又使劲压一下江老太。江老太一声闷哼，差点没过去。事急从权，大嫂还是别拿这些话搪塞我了。你想做什么？大哥，你在做什么？看着那双即将伸向陆昭昭的手，他只想给剁了。夫君，你不在家，他们都欺负我。娘偷走了我的嫁妆银子，二弟还想动手动脚的。江燕青上一世位极人臣，见过的人形形色色，再加之昨天就见识到他那个新婚娘子的真面目，自然看得出来他是在演戏呀。但是明明清楚，心口却是一阵钝痛。
好像被什么给砸了。他喜欢看他勾着她时那副明艳动人的样子。正难受呢，怀中的小娘子冲他眨眨眼睛。江燕青眼中划过了笑意，她是真可爱呀。老大呀，你赶紧的给我把这个奸夫休了！你要是不休这个奸夫，我就去衙门告你，我告你不孝！我说江白氏，你还有没有良心呢？你家大郎这些年都让你给拖累着，好不容易娶了个媳妇儿，你还搓磨作践他，拿了儿媳妇的嫁妆钱，你还要告人。别说你家大郎不乐意，你要是敢去告状，我们都能给这小夫妻俩作证。我呸！你算哪根葱啊？我们家的事情你少管。是该去衙门。这才对嘛。老大，你休了这个小贱妇，回头娘家给你找个更好的。我去衙门与娘子和离。娘偷盗昭昭的财物，100两银子该判多少年的牢狱，就判多少年。啥呀？老娘没拿。银子不在我身上，这屋子又只有娘你一个人去过，你也当着大家的面承认了。嫁妆昨日是写在了婚书复页的，抵赖不了。老大，我可是你的亲娘呀，我要是因为偷东西进去了，你也不能考科举。没关系，我不能考科举，二弟也不能，到时候我们都侍奉在娘身边。江白氏愣了，他憋了半天，愣是没憋出半个法子来，干脆坐地上干嚎起来。哎呦，我的天呀！我这是养了个儿子，还是养了个孽障呀？他这是要我死呀！婆母这说的是什么话？我只是想要回我的嫁妆而已。只要你把我的嫁妆银子还给我，这件事自然不会再闹上公堂的。你大哥大嫂，这件事儿我们还是关起门再说吧。如果娘拿了大嫂的银子，那一定会拿出来的。二弟这话说的，没关起门你们就这样了，这要是真关起门来，我和夫君还不得被你们搓磨死了。今天要么娘把银子还给我，要么就让他给我写个欠条好了。我也知道现在日子不好过，娘拿了我的钱，说不定是想着买粮食去。这笔钱我就借给你们了，谁让我嫁给了夫君呢？对不起，是我害苦了娘子。江白氏，你装啥傻呀？我看你们家老二的手里还拿着粮食呢，你们家都穷得啥样了，哪来的钱买粮食？还不赶紧的给你们家儿媳妇儿写欠条？人家乐意给你脸面，你还拿着干什么？哎呦，就是娘要是再不给我个公道，我就去找这村子的村长做主了。他还打算去村长家提亲呢。看着娶了媳妇儿就硬气起来，竟胆敢忤逆他的江燕青，再看看他怀中的小贱人，江白氏是恨毒了他们呢，他非得弄死这个小贱人不可。至于老大嘛，等老二以后有了出息，这个家不需要他再说吧。令生每个月给的俸禄还得供着老二进学呢，读书可是个费钱的事。行，写就写，我不认识字，老大你帮我写。娘，我近日病又犯了，浑身没力气，怕是提不动笔，还是让二弟写吧。你个没良心的，老娘让你写个东西你都不能动了。婆母再骂我夫君，咱们还是公堂见吧，这银子我不要也罢。他的男人还轮不到旁人来作践呢。江白氏被怼的是浑身发抖啊，他看向大房这夫妻俩，恨不得和他们同归于尽喽。我写吧。他今日可了解过那个村长家的姑娘啊，是天生的富贵命，娶她回家，他定能走得更远。100两银子早晚还能还给大哥大嫂的。这银子如果不是娘拿的，他日后也能把账给算回来。来日方长，总有法子嘛。眼下最重要的是将事情遮过去。娘，按手印吧。他啥都没干呢，就欠那个小贱妇100两银子。早知还不如不让蓉儿上山去呢，他自个儿亲自去，直接把这个小贱人呐找个陡坡给推下去，摔死算了，真是亏大了。江白是按下手印儿，心疼的都快滴血了。大哥，这是借条。吴大嫂、郑阿奶，各位乡亲，我娘今日做的不对，
我在这儿替他给大家赔礼了，事关家里的名声，请大家能将此事藏一藏，给我娘留个脸面吧。纷纷表示理解。哎呀，都是邻居，谁家还没个娃娃呀？给了秀才公脸面，以后家里孩子进学的话，不就有个门路了？江燕青目光淡淡的，哼，他这个好二弟呀，还是一如既往的会装模作样。娘，我扶您回去歇着吧。哎，大哥，不管娘做错了什么，她都是我们的娘，你为了大嫂连娘都不顾，实非君子所为啊。所以呢？江燕青面无表情地反问道：他大哥这是怎么了？以前大哥不都是只用这2个字压着他，他就会退让吗？大哥，你变了。先生要是知道你成了这副样子，一定会失望的。先生，上一世他得知真相之后准备离开村子，便是他那个好恩师亲自备下酒菜，1杯毒酒，想让他死在这儿。反派恶意值加4，恶意值1万。我这美人夫君不太对劲啊！江燕青连个眼神都没施舍给他们，揽着陆昭昭回了房中去。老大这个没良心呐！老娘当年就不该要他，我就该让他死了。我怎么就生了个这么个孽障呀？娘，这银子不是我拿的。我虽然去他们屋子里想找银子，但是我没找着啊。那个小贱人绝对是把银子给藏起来了，现在又黑了我的银子，咱们家哪里有那么多钱呀？娘，你糊涂呀！大哥的银子我们慢慢总能挖出来的，你去搜，这不是给他们把柄？我这不是想拿了银子去多买点粮食，等冬天这粮食一长起来，咱们卖点嘛。娘，我不是说了这件事交给我来办吗？现在好了，他们的银子我们拿不到，他们也只会说银子让娘你给挥霍了。好大个小妖妇，老娘就知道她不是个好东西，才嫁过来1天就鸡飞狗跳的。娘，你先帮我向村长家提亲吧，至于大哥大嫂之后再说。成，娘明天就去说。陆昭昭坐在床板上，看着面前这位美人夫君熟练地在东南角拿一把小铲子挖洞，他整个人都惊呆了。没一会儿，江燕青从挖开的位置拖进来几小袋的粗粮，还有1小包细粮，又加了几包糕点。东西被拖进来之后，他又熟练用木板和泥土砖块将墙角给堵死了。江燕青把东西放在桌上，这才看向陆昭昭，清冷的脸上沾了许多泥土。看着小娘子古怪的眼神，江燕青是心下一阵紧张。他莫非是嫌他无能吗？他如今髌骨支离，没有功名，也不是后来那个权臣，想来看着也是无能的吧。不过没关系，他既娶了她，他又没死，那就是他的人。如果陆昭昭嫌弃他的话，那就杀了他好了，就好像江家那些人一样，他会将他们在这个村子里挫骨扬灰。陆昭昭起身翻出了帕子，为江燕青擦脸。江燕青微怔，夫君脸上都沾了灰了。适才江燕青搬东西的样子，莫名让他感觉很可爱，又有些心疼。若不是碰上江家这群恶人，江燕青该是位端方君子吧，而不是后来书中那个反派，也不需要连买回这些东西都得用这种方式偷偷的拿回来。江燕青握住陆昭昭的手，把他给自己的银子重新的还给陆昭昭。这银子，书铺抄书，抄录什么书籍，都需要用银子做抵押。我拿了娘子的银子抵押，今日在书铺中抄书，又将赚来的银子重新做底，先从书铺老板那儿拿了下次抄书的银子，只要3日内将书补给他就好。娘子嫁我，没有3媒6聘，也没有百家酒宴。你真心待我，我自然也要养着娘子。娘子想吃的，想要的，只要你想，我便要有。他这美人夫君想养他，
江燕青把买回的米和粗粮都放在屋子里唯一一个柜子上，拿了把锁给锁好了，动作一气呵成。不过他身体孱弱，做完这些以后便咳个不止。在前世，陆昭昭见过想在他这儿吃软饭的，也见过想和他家族联姻的，但是把钱退还给他还要养着他的，还是头一次见，怪新鲜的。主要是他这夫君长得可太漂亮了。他手指微托着下巴，看着夫君忙碌完之后气喘吁吁地重新坐回自己身旁。夫君喝口水吧。我经常不在家中，娘子拿着钥匙，是用途在柜子里。明日我再为娘子买一把锁，用来锁外面的门，不会再发生今天的事情了。我向你保证。陆昭昭很惊讶他的毫无保留。这是恶意值1万吗？那他这样的人岂不得10万了？谢谢夫君。娘子不想笑的话，可以不用笑的。江燕青不喜欢陆昭昭的假笑，他喜欢看嚣张的陆昭昭，连他自个儿都摸不清为什么。他很确定自己没病，可他就是喜欢。江燕青低着头，不让他看穿自己情绪，将油纸包小心翼翼打开，里面有些碎裂的糕点，看着有点影响美观。他夹了块相对完整些的递到陆昭昭唇边去。娘子，这是我特意买来的，我不知你是否吃得惯。江燕青表现得人畜无害，心里也思量着一个大问题。他娶陆昭昭，本来是想着等他死了，好霸占他的嫁妆，用来作为他的规避风险和让他的计划更加顺利的资本。这样的话，他既不用为谁负责，还能在日后陆侯爷东山再起之后多一个助力。虽说没有他们，他一样也是个赢家，但如果能更轻松一些的话，他何乐而不为呢？他对成亲并不感兴趣，迎娶陆昭昭，这辈子也只会有他一个人。他死了之后，日后都会属于他的东西得到王位，还能用怀念亡妻作为借口不娶皇后。一切都打算得很好，结果他还活着，他甚至连心都不听话了。吃的分给他不说，拿他的银子，本该去做对自己更有利的事，结果鬼使神差去了书店，拖着这副虚耗透的身体足抄了大半日的书，这简直不像他。陆昭昭看向低头不语的江燕青，就着他的手咬了口糕点，被他这副乖巧的样子给撩得心跳加速了。他就喜欢漂亮又听话的。江燕青被他的唇碰到手指的时候，脸微微泛红，手指都颤抖了一下，心中本就没想明白的问题更加乱了。他到底怎么了？打断他思路的是陆昭昭起身凑了过来。夫君，这糕点很好吃的，我也喂你吃好不好？他轻咬一口糕点。陆昭昭看着他，是越看越喜欢。他凑过去亲了他。甜腻的糕点味道在两人之间散开。江燕青只觉得这个亲吻特别的甜。不知道什么时候，两个人就滚到了木板床上。傍晚，陆昭昭慵懒的像猫一样趴在枕头上，江燕青还是那副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正细心的为陆昭昭按着腰。陆昭昭心情极好的打开了光屏，这个光屏只有绑定系统的他能看到。光屏上面999的打猎和采药计时在下山的时候已经停止了。他摘了10斤的金银花，再加上在山中的时间奖励，一共给了1040点种田积分，加上之前的一共有1340点积分了。距离换江燕青脱胎换骨的药是任重而道远呐，不过总归是个好的开始吧。现在的积分能换种田空间，不过为以防万一，他还是攒攒的好呢。做什么事情之前，总要给自己留些后手才是啊。这日子还能不能过了？都是死人啊！看着老娘一个人做饭，这媳妇儿娶回来是做什么的？哼，这个江老太太呀，真是一点记性都没有啊。大嫂，娘喊你们吃晚饭，
大嫂，不是我说你啊，娘一个人做饭很辛苦的，好吧？你就不能帮忙吗？那五妹怎么不帮忙呢？我怎么能干活呢？我娘都说了，作为嫂子呢，就得帮家里做事情。你看咱们村子里的，谁家不是啊？是吗？可她不是我娘，是你娘。你可是她亲女儿呢，都能看着她一个人干活。我这个做新媳妇的，有什么不能看的？你，大哥，你管不管他？娘子有说错什么吗？当然错了呀，大哥，你就看他欺负娘跟我嘛。都愣着干啥呀？还不赶紧吃饭，还等着老娘喂你们呀？夫君放心吧，我会护着你的。是不是说反了呀？他见过世家贵女啊，那些女子矫揉造作之辈数不胜数，但谁也不像陆昭昭这个样子呀。上一世他也这样吗？江燕青很好奇。趁着今天吃饭，我有话要宣布。娘，都是一家人，您有什么话就直接说好了，我们都会按照您的意思做的。还是老二懂事，不像是有些人娶了媳妇就忘了娘了。现在咱们村子啥情况你们也都看到了，这10里8村的几乎都没啥收成，眼看着就秋收了，等进了冬，这家家户户的怕是有不少人家都熬不过去。咱家的粮食也不多，再这么下去都得饿死。所以到现在开始，所有人都得为家里着想，想办法给我赚钱去。老大家的，我这话也是特意说给你听的。你既然是这家里的一份子，那就该给这个家出钱。出钱？这老太太想的倒是好啊。说起一家人，我倒是忘了，我该叫您娘呢。娘，这什么意思呀？哼，这会知道叫我娘了，你今天不是威风的很吗？娘，我昨天才与夫君成亲，按照规矩，不是该给改口钱吗？他哪来的脸呀？如果娘不给的话，那就是不认我这个儿媳妇，可说不上是一家人啊。江白氏被气的是差点晕了过去。我哪里来的钱呀？你今天还让我给你写欠条。哦，说起欠条，差点忘了同您说了，记得早些赚钱给我。不如这样吧，家里这阵子赚了银子就交给我，我给大家买粮食，等赚够了要还给我的100两银子，我再将这管家的权利还给您。哎呀，这江家也没什么能捞的，目前看来最为值钱的当然是江家这劳动力了。只要这个家给他管，他定能在他们身上压榨出最多的利益来。我呸！老娘我还没死呢，你别做梦。是吗？那娘下个月记得还钱，若是还不上的话，我就只能去衙门告你了。大嫂，我们可是一家人啊。对啊，就因为我们是一家人，所以我才愿意受累帮忙管家呀。娘不是说了吗？家里都没钱了，那交给我来管，总不会让大家饿死的。只要管家权一到手，他这个美人夫君每个月的廪生俸禄就能要回来了呀。我就是死了也不会把管家权给你的。陆昭昭神色如常，开始吃晚饭。吃什么吃？娘还是吃点吧，不然下个月可能就得去牢里吃饭了。老大家的，你男人要是有个进牢里的娘，是不能可取的。你男的就这么狠的心？娘在说什么呢？狠心的不是你吗？只要将管家的权利给了我，不就什么事都没了吗？大嫂不会真要管家吧？老大，你来说，你是要这个儿媳妇逼死我，还是要我这个娘休了她？你要是不休了她，我现在就死给你看。娘，昭昭也是好意，她不想你太辛苦了。这是大哥说出的话吗？你这是要气死我呀！娘，你要是同意的话，就把家里的钥匙给我吧，还有家里剩下的银钱。他怎么就手贱进那个妇的房间里去呢？江白氏颤颤巍巍地把钥匙递给陆昭昭，不过银子嘛，是一点没给。咱家没银子，你想管家，那你就管。既然接受我管家，那还是立下个字据吧，否则媳妇儿管婆母，万一娘去告我不孝顺呢？夫君，我说你写。第1条，全家人都要服从当家人的调配。凭啥呀？娘之前不也是这么做的吗？
我夫君的银子都交给娘来保管，昨天甚至还想要我的嫁妆银子，今天更是。陆昭昭开始一桩桩一件件的为江白氏数落。江白氏被怼的是脸色犹如吃屎一般。娘觉得这样不对吗？那既然如此，这个家我不当了，娘继续当吧。打明天起，我夫君和我也不必服从娘的意思。咋？你们还想翻天呀？娘适才不也准备翻天吗？我来管家，你们不准备听话；你来管家，却要我们听话，这是什么道理啊？如果没道理的话，那娘还是尽快还钱吧。你这个小贱妇，我娘怎么就瞎了眼，让你进我们家的门了？你就该跟着你爹一起继续逃难去。江蓉儿捂着脸，眼泪都在眼圈了。你敢打我的蓉儿？怎么，辱骂长嫂不该挨打吗？我今天非撕了你不可！在江白氏冲过来的瞬间，江燕青便将陆昭昭护在怀里。娘这是要做什么？咋？他都打你妹妹了，你还护着他？昭昭没做错，也没说错，我是他夫君，自然要护着他。你自己看看，这个家闹成啥样了？我看你就是想让他逼死你老娘。娘可以去县里告状，说我不孝，也可以让我休了昭昭，让昭昭拿着借条去告你，更可以将我们分出去。江燕青的话令江白氏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江家老二恨不得捂住娘的嘴，让她不要再开口说话了。她这个大嫂绝不是一个省油的灯，每句话都在设套，非将娘给套牢了不可，甚至连大哥都被带坏了。现在咱们来重新商量一下我当家的事儿吧。到底是让我当家，你们听我的，还是娘来当家，我们赚了银子自己拿着，你们在1个月之内还清我的100两银子？2选1，娘选一个吧。江白氏已被陆昭昭完全逼到死路上，求助一般看向二儿子。娘，既然大嫂愿意为了家里人着想，那这个家就让大嫂来当吧，您正好也休息一阵子。行，你当家我们听你的，但是你可不准讹着谁。可以，夫君记得写下来。江燕青颔首为他记录契约。江燕青的字啊，和他这个人一样，他目前都很喜欢。至于江家其他人，和他本身没什么大仇，但他既已成为这具身体的主人了，又看上了美人夫君，那他们的利益就绑在一起了。如果不反抗，那么江家人会跟系统给的那个剧情走向一样，压榨江燕青的生存环境，拖累江燕青病入膏肓。所以要赶在江家人下手之前，先下手为强，要将所有人控制在自己手里，为他创造价值。第2条，在此期间我做任何事都不许江白氏以婆母的身份压着我，定我不孝之罪。江白氏气得想反驳几句，却被江燕轩眼疾手快给拦住了。他这个大嫂啊，一看就知不是好对付的。第3条，我管家期间，任何人不得用任何名义向外人去借钱。目前只有这3个要求。陆昭昭这话可算令江白氏松了口气，可转念一想，以后什么都得听这个小贱妇的，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呢？这样不行，那100两银子他必须要尽快弄到才行。等他男人从县城做工回来之后，就跟老头子商量一下，尽快将银子给攒出来。这个家绝不能让这个小贱妇来当家做主。娘有异议吗？没有的话就签字画押吧。江白氏不会写自个儿名字，但是能按手印。等江白氏按下手印之后，陆昭昭看向江家老二。江燕轩没有想到他居然也要。大嫂，此事二弟不是这个家的人，如果不是的话，这些年二弟用我的银子也该要还给这个家了。江燕轩脸色更加难看了，便只能写下自己名字。得到这份契约，陆昭昭十分的满意。今天天色已晚，明天一早我会为你们安排好活的。对了，我听说公爹和三弟要回来了。这小贱妇还想打一家子所有人的主意啊！我吃饱了，夫君，我们回去休息吧。反派恶意值减10，恶意值9990，种田积分加1000。江燕青很是好奇他这个娘子到底会怎么整治江家这些人呢？好奇到他准备暂时留这些人一命。这种田积分来得突然，
陆昭昭心里一阵狂喜呀，不过脸上却没有表现出来，默默兑换了系统的1平米种田空间。这如今地里荒死了，但系统里空间能种田呢。在没走向更大舞台之前，粮食就是一切呀。种田空间1平米兑换成功，恭喜宿主首次兑换种田空间，奖励灵泉水初级版1瓶，土豆成10，请宿主努力种田。灵泉水初级版，以后还会有中级版和高级版吗？陆昭昭看了眼使用说明，上面写着让人排除体内的杂质，长期服用有强身健体之效，给种子用呢能够加快生长速度。好东西啊，可惜只有1小瓶。娘子小心些。谢谢夫君。陆昭昭冲他笑得勾人，狐狸眼中略带着暧昧。江燕青心领神会，明白他什么意思。春宵帐暖，虽然没有芙蓉帐，也没有高床软枕，但是美人在侧也很好啊。娘子，你想要改变这家子？改变？为什么要改变他们？我欠他们钱吗？他并不打算在江燕青面前装模作样。若无意外，他和江燕青大概会一直在一起下去。他喜欢这张脸，也喜欢未来首辅大人的身份，而江燕青也不会随便与他和离。那既然是要一辈子在一起的，他当然会把最真实一面展现出来嘛，让他以后不至于后悔。就算是不喜欢，他也最好习惯一下嘛。毕竟他也没嫌弃江燕青看似与世无争，实则恶意值9900啊。江燕青心中欢喜，看样子啊，她这位娘子并非那些世家贵女那般。夫君你身子骨孱弱，我又手无缚鸡之力，自然要让人养活我们。家里人吃用夫君的银子这么多年，也该付出一些代价了。娘子不怕吗？他们也许没有娘子想的那么简单。怕什么？在他们签下那张契约和借条的那一刻起，他们就翻不出我的手心。看着他这副可以说是奸诈狡猾的模样，江燕青怦然心动了。夫君，我们休息吧。好。这哪是当家呀？我看这是打算饿死谁。厨房的钥匙拿在手里，睡个日上三竿的，谁家儿媳妇是这样的？陆昭昭从床上爬起来，懒懒打了个哈欠，他瞬间眉头轻皱。他揉着眼睛，就看到自家夫君面色苍白，双眸紧闭，看着不太对呀。他前世是卖药材的，也跟着几个大夫学些皮毛。他赶紧为江燕青试着把脉，发现他脉象十分的虚弱。顾不得什么，陆昭昭将灵泉水拿出来，按照上面所写用了几滴，又倒了清水进去。他赶紧喂给江燕青喝。江燕青好似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梦里他又回到上一世，陆侯爷将女儿嫁给江燕轩，而那个陆昭昭死在新婚夜，江燕轩甚至来不及洞房。他心里难受的好似被什么东西抓着一般，他想要摘下那个女人的盖头，看看是不是她，但却没能成功。只见画面一转，他又开始在江家了，被江白氏用孝道压得抬不起头来，因为他身体孱弱而不得不缠绵病榻的日子。外面的天似乎还下起雨来，他太怕下雨了。雨水从漏雨的房顶滴落在被子上，他病入膏肓，动弹不得，足盖了一晚被这样浸湿的被子，寒气入体，成了最后一根稻草，拖垮了身体。而雨水似乎落进了嘴里，不是冷冰冰的，是一股子土腥味儿，反而是香甜，犹如琼浆玉液一般。江燕青缓缓睁开眼睛，映入眼中的不是破败灰白的世界，是鲜活的在他面前的陆昭昭，眼中透着担忧的样子。你醒了，可还觉得哪里不舒服？昨天不是去看大夫抓药了吗？怎么今天还会病倒啊？老毛病了，害得娘子为我担心，无妨的。什么无妨？我去让人给你煎药，你好好歇着。
娘大早上好气色呀，这么闲，不如去煎药。那个不中用的又病了。江蓉儿，你过来。干什么？去帮我把药煎了。凭什么？你自己男人病了，你不去煎药，你使唤我干什么？现在当家做主的可是我了。你上山挖不到菜，下河摸不到鱼，什么都不会，煎个药还委屈你了？娘，你看大嫂。看啥呀？现在你大嫂当家，赶紧去。江蓉儿没了法子，气鼓鼓地拽走药包。陆昭昭看向江白氏，冲他笑的是如沐春风啊。江白氏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他又想干啥呀？现在自己是引狼入室已经够倒霉了，这狼还想咋地呀？娘，该做早饭了。江白氏臭着一张脸，被陆昭昭带去厨房了。陆昭昭打开柜子，柜子里那么点玉米面啊，这老鼠看着都要含泪走啊。陆昭昭不禁享乐呢，哼，这绝不是家里全部的粮食，不然看着江白氏壮实的身子骨啊，还有男主江彦轩一点不虚弱的样子，外加上江蓉儿那白里透红的脸色，傻子也知道这糊弄鬼呢吧？应该说是在糊弄江燕青呢。以前家里有我当家，可都是我做饭，哼，现在轮到你了。哼，今儿啊，他还特意没偷吃烧好的饭，只给老二吃了，就为光明正大的吃剩下这么点粮食。只要这个死蹄子饿得不行，马上得给自己服软，到时不光是管家权呐，他得让这个死蹄子把那个破欠条交出来，不然就饿死他。这老大的领生俸禄下月初8就能领了，到时候啊，他就先领走喽。哎呀，这江白是心里打算挺好的。陆昭昭看他一副老鼠成精算计人的样子，笑着拿一小把玉米面出来，双眼无辜地眨了下，叹气道：娘，咱家的粮食不多，你今儿个就用这些粮做玉米糊糊吧。啥？江白是看向手中这一小撮玉米面，整个人都傻了。他给放的再少也没放这么点儿啊，这和清水有啥区别啊？他想饿死谁呀？说起来，娘还没给我改口钱呢。我哪里有钱呐？咋就有这么恶毒的人呐？这个小贱妇！娘，这就很好啊，作为见面礼，我一点也不嫌弃。我呸！你少打老娘的主意！这小贱妇之前拿簪子可威胁过他呢，他要是也威胁一下这个小贱妇，让他把借条给交出来呢？反正线下四下无人，那个病秧子还躺着呢。江白氏心里想着，便直接拔了簪子，朝陆昭昭就怼了过去。陆昭昭一手钳制住江白氏那作恶的手，另外一只手顺江白氏的手中把簪子给抢下来，顺势一个用力，就听咔嚓的一声。哎呦，我的手！哎呀，娘，谢谢您的见面礼，以后我一定会孝顺您的。娘你怎么了？大嫂，你怎么能打娘呢？她可是你婆母啊，我们要去告你。我何时打娘了？我与娘的关系极好，她还送了我她的银簪子呢。娘，你快些去做饭吧，别饿坏了。江白氏手里玉米面刚刚撒在地上，陆昭昭又重新捏了一小撮，那叫一个真诚又温柔啊。娘，我等着吃早饭呢，吃了早饭我们还要进山干活的。娘你没事吧？那个小贱妇，我这手骨头都断了，她咋这么狠的心呀？你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的给那小贱妇做早饭，我去接骨。本来那根银簪子是准备带着去村长家提亲的，这如今簪子没了，手还坏了。那小贱妇说啥要上山，这提亲的事儿不就搁置了？不行，绝对不能这么搁置。要是再不给老二找个媳妇儿，压着点那个小贱妇，这日子就没法过了。夫君怎么还要起身？娘子管家，我总要起身看着点儿，不能让人欺负你。夫君躺着休息吧，别说是江家这几个人，就是更多的人，我也一样能玩转的。先吃点，一会儿做好的玉米糊糊可吃不饱人的。他打算好了，接下来的日子要一直盯着江白氏他们，都别想偷吃。
这玉米糊糊，江燕青靠过他活命，那其他人也同样试试看好了。他这娘子啊，在说起如何管家、如何玩弄人心的时候，好似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光彩夺目。饭做好了，药也煎好了。陆昭昭闻言起身要去用早饭，江燕青突然拽住他，将他拉向自己。陆昭昭被人这么猝不及防一拉，便也整个人都到他身上去了。他清楚听到江燕青的一声闷哼。夫君你这……他是想玩点浪漫的，别直接给砸去另一个世界了。江燕青清俊脸上一片绯红，一种从未有过的羞耻感油然而生。夫君，你这是拽着我想要做什么呀？江燕青的脸更红了。看他这样，陆昭昭轻笑了声，拽着他的衣襟就亲了下去。江燕青桃花眼微微睁大，想要反抗的手老实地抱住了陆昭昭。过了好一会儿，陆昭昭才放过他。江燕青呼吸都重了些，桃花眼中多了水光。我要同娘子一起去用早饭，我总要护着你一些的。都是这个小贱妇。二弟读书读的应该很厉害吧？大嫂这是什么意思？莫不是……还好，比起大哥我是自愧不如的。大哥12岁就已经中了秀才了，可惜运气不好，如今还是秀才。我夫君这么厉害，那不知二弟你比我夫君差了多少？这个女人会不会聊天呢？她说这些不过是谦虚罢了，她当然不比大哥差呀。我同大哥只差了年龄吧。二弟，我若是没记错的话，上个月的书院考核，你的题似乎还是管我借的。这不过是我忘了写。没关系，二弟这学问也许比我夫君差，但是想来也不会差很多吧。陆昭昭继续说着，江燕青大概猜到他娘子又想做些什么，只是从他口中听到他夸别的男子，尤其是江燕轩，他心中总觉得难受。自然。那太好了，昨个我夫君说在书店里抄书能赚银子，他以前都是抄书买药的。既然如此，从今儿个开始你也去抄书吧。你不是，大嫂你说什么啊？二弟不是学识渊博吗？怎么连说话都听不懂啊？我说让你去抄书。可真的是好看啊。我儿子咋能去抄书？为什么不行呢？我夫君可以做的事情，他怎么就不行了？二弟不是也说了吗？他没有我夫君书读得好，读书好的人都浪费了时光，二弟为什么不能？这个家里可不养闲人，而且契约上不是说了无条件服从我，所以抄书去吧。开什么玩笑啊，他去抄书岂不是被人耻笑吗？夫君每次抄书能得多少银子？5两银子。希望今晚我就能看到5两银子。江燕轩愣住了。江白石洗了筷子回来之后，黑着脸便开始喝起玉米糊糊。很久没吃过这么少东西了，他现在只觉得有些虚呢。等众人吃过早饭之后，江燕轩就被迫出了门。从来不用赚钱的他，这会儿竟有些怀疑人生了。江白石喝了2碗照影的玉米糊糊，还是饿得很，准备过一会儿再重新偷着做点吃的。不过还没等动手呢，娘，蓉儿，他喊得亲热，吓得2个人都十分警惕。现在咱们上山吧。江白石一脸褶子皱在一起，吊梢眼眯缝着，眼珠子乱转。他现在满肚子汤水，正饿着呢，咋上山呢？大嫂，山里都没个野菜，上山干什么去啊？老大媳妇啊，娘知道你是要为了这个家好，但是咱们去山上也找不到啥东西。要我说，你还是想想其他法子吧。娘昨天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这总是提之前呢。也行，上山就上山。夫君，我扶你回房中。娘子，这山中有一座深坑，坑里是蛇虫和巢穴。我娘性子狠毒，你为了我和她争执，动了她的利益，我担心你。放心吧，到了山里还轮不到她做主。夫君只管在家中休养，等我赚了银子就给你治病。给他治病？好了，我先出门去了。夫君若是饿了的话，就自己找糕点吃。检测到宿主已进山，开启打猎采药模式，请宿主努力干活，发家致富。陆昭昭看向开始计时的光屏，
还有大面积地图，不禁感慨，这999可真是积极阳光啊。他放大其中距离他们最近一块地图，找到几处有草药的地方。最东边那一处比较吸引他，那有一片金银花，还有零星的灵芝在。这今天和昨天不同啊，有能帮忙干活的，他可不会放过这大好劳动力呀。老大媳妇儿啊，这山里你也不熟悉，不如我来带路吧。娘，我虽然不知道山里什么样，但我这个人天生运气好，跟着我走，说不定就能够碰上好东西呢。就他还运气好呢，运气好的话也不会落他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你能碰上啥好东西？这破地儿啥都没有。青宝，你就跟在我身后，记得帮我看着点，后面有没有什么疯狗推我。你看好了，我就给你买糖吃。他都好久没吃糖了。江白氏只觉得这个小贱妇是在骂自己呢，但是又没证据。母女俩跟在最后面，因为江青宝一直走在前面，江白氏没寻到机会推陆昭昭下山去。陆昭昭带几个人到了地图上标注有金银花那个地方。江白氏一过来，看到这一大片金银花，眼睛都直了。娘，看样子我运气不错。老大媳妇儿，这玩意儿摘回家卖了钱，都是我的。咋？这可是咱们一起发现的。娘说笑了，我给娘带路，所以咱们才能来这儿的。而且现在江家是我当家，所有的银子都得听我调配，这金银花自然是我的。凭什么呀？咱家就算是你管家了，我们帮着摘花，难道不该给我们银子吗？可是我不也给你们饭吃了吗？不是娘自己说的吗？家里都快吃不上饭了，我带着你们进山，你们为我干活，我给你们吃饭，天经地义。之前娘不也是这么对我夫君的吗？这个小贱妇，愣着干什么？摘花吧。陆昭昭找了个凉快位置坐下，江白是黑着脸认命的开始动手。我不干。那今晚你别吃饭，你们好好干活。这儿的金银花我已经看过了，最少能出30斤。我去别处转转，要是让我发现金银花不够，我找你们算账。999，他们的金银花应该也是我的吧？可是主人，你没动手摘呀。但是是我吩咐他们动的手，我用粮食换来的劳动力，这应该是雇佣关系，难道不该算我的吗？999被这个奇怪的人类给绕晕了。他被创造出来的时候吧，就是为让人们努力拼搏，走上巅峰的，是为改变人生啊。可主人这番话听着有些道理，他的体系里呀，也的确是有雇佣关系。999判定一会儿，就判定出了结果。江白氏、江蓉儿、江青宝，雇佣关系已绑定，开始计算收获。主人，人类的奴仆充满了背叛的可能性。999建议主人买商城里的仿真人，一个1万积分呢，直接劝退他。至于人的背叛嘛，江家这些人一个都别想做梦。他会慢慢把江家这帮人掌握在手里，他一个人手无缚鸡之力的，如何能在这儿生存呢？现在又是荒年，他赚了银子，万一被歹人看中了呢？说到此事啊，这美人夫君的身体可得尽快好起来，早些科举中举，他也能过上好日子嘛。陆昭昭一边想着，一边按地图上的小位置去找灵芝了。这里都是赤灵芝啊，算比较值钱的。系统给的位置虽是零散些，可都在这一片儿。不过一会儿的功夫，便找到30多株的小赤灵芝，这一片的位置啊，也就被清空了。陆昭昭把昨日放在系统中的金银花拿出来，发现依旧新鲜。看这个样子，系统空间是静止的，简直比冰箱还好用呢。他将灵芝放在最下面，陆昭昭整理好金银花，就坐在树下点出他的种田空间。比起系统给的1平米系统空间，这种田空间更令他心动啊。毕竟粮食捉襟见肘，总不能一直买着吃吧，还是得手里有粮心不慌啊。陆昭昭点一下种子，惊奇地发现这种田空间居然会自动种植啊，种子都撒在地里。恭喜宿主首次种小麦成功，奖励种田积分加2000，总积分3304。
零缺水低级乘1。哟，这一波不就富起来了？光屏上，在计时器下面又多出一个倒计时，是小麦成熟的时间，一共需要2个月。这比现实里种植时间快太多了。999，良心系统啊！种了小麦，陆昭昭便起身回去找江白氏他们去了。这会儿江白氏正合计怎么跟江蓉儿俩人偷点金银花私藏呢，指望这个小贱妇给他那是不可能了，还是自个儿藏点呗。娘，你咋不听大嫂的话？什么狗屁大嫂？她是你哪门子大嫂啊？她就是咱们江家的灾星。可是，哎呀娘啊，先装金银花好吧，回头被他看到了，咱们都拿不成了。哎，娘，这次回去卖了花，你得给我买细粮吃，我要吃小麦包子。大嫂，我娘和姐姐想要拿你的花。娘，蓉儿妹妹，你们俩是不是得给我个解释呢？江白氏讪讪不语，江蓉儿害怕地躲在母亲身后去。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摘花，我还等着回家呢。江白氏母女俩不敢再多说话，快速摘下所有的花，足足2大筐，今儿的筐比昨天大很多呢。他们看到陆昭昭这边还有呢，顿时眼睛都红了。这些金银花全部加起来，不得卖他个10几两银子呀！江白氏更心疼了。哎呀，要是都给他的话，那不就能还这个小贱妇一部分银子了？不过算了，只要这个小贱妇死了，以后这银子都是他的。老大媳妇儿，咱们是不是该下山了？下山吧。金银花采摘35斤，奖励种田积分加3500，上山4小时加40种田积分，总积分7880。陆昭昭毫不犹豫地兑换了归元丸，归元丸兑换成功，种田积分减5000，总积分2880，物品已放入宿主系统空间。有了这个归元丸，江燕青便能好起来。等他考取功名之后，他便能过上好日子了。不过他得先知道这江燕青到底值不值。江白氏恨恨地看向陆昭昭，恨不得把这个小贱妇谋害在山里。可这个陆昭昭健步如飞的，哪像是个大家闺秀啊，他根本就跟不上。这些金银花都搬到我房中去。凭什么？老大媳妇儿，你这些金银花要是没有我们帮着一起卖，你咋弄去城里呀？不劳烦娘费心了，你只要知道我不会短了你们的吃喝就好了。自然，你们的辛苦费我也会酌情考虑的，否则你如何能赚了银子还我呢？哼，这还不都要进这个小贱妇的腰包去了？陆昭昭也不跟他们废话了，一把拽过江白氏手中的筐篓，目光也落在江蓉儿身上去。我爸还不行吗？要不是大哥娶这个女儿回来，我哪里需要干活？大哥死了就好了，只要大哥一死，这个女儿也得死。哼，不管是谁，只要死一个就行。我搬进来了，咱们还没做饭呢。大嫂，给我粮食。陆昭昭看他一眼，先把金银花放在木板床上。江燕青错愕地看向眼前这3筐金银花，这线下除了大山里面，这外围能吃的东西几乎全都没了。娘子带他们去哪儿找到这些的？大嫂，你可是当家人的，总得让大伙吃饱饭吧？你也知道我当家，我自然不会饿着你们的。但是不能你要，而是我给。若是让江家人养成从他这要东西的习惯，那日后岂不是更管不住了？他打算好了，在美人夫君出席之前，江家这些人都是他现成的奴才。你，陆昭昭神色如常，打开柜子，拿了剩下的玉米面，倒了差不多有2斤出来。今晚做饼子吃，我在厨房后的小坛子里看到还有不少的猪油，记得用上。江蓉儿闻言眼睛都直了。家里虽赚的钱不少，可多数都被娘给二哥了呀。不只是冰洋子大哥的廪生俸禄，就连爹和三哥在外干活的钱也全都给二哥了。说什么二哥与其他人不一样，得养什么气度，他也不懂，反正就是和大户人家公子哥一样呗。这气质养没养出来他不知道，但是银子都没了。平时娘背着大哥给他们开小灶的时候啊，也不敢这么奢侈啊。细粮那是给二哥自己吃的，他和其他人一样，都只吃粗粮馍馍。愣着干什么？一会儿记得喊我和你大哥吃饭。
你不会一会儿让我们交钱买饭吃吧？你如果想的话，我自然高兴。江蓉儿吓坏了，赶紧拿粮食跑出去。夫君怎么了？没，娘子今日带着他们去了深山里，不要信任他们，便是不当这个家也无妨的。很快会想办法改变现状的。他也不知为何同陆昭昭说这些，明明只有他自己知道更为保险些。他今日抄书之余，也写了封信去京城，等京城那个人收到信之后，自然会按他的要求送银子出来。只不过这笔钱不能直接到他手里来，否则会令他陷入危险当中的。他本不想在这个村子里利用重生便利的，可他如今娶了陆昭昭，他待她真诚，所以想让她生活得好一些，而不是和上一世陆昭昭一样早早便去了。他只要一想到梦中梦见那个情景，便有些喘不过气来。陆昭昭也很是意外，他这个美人夫君还真是锲而不舍的想养他呀。他目光随后落在桌上本子上，他字体干净，笔锋凌厉，自称风骨。他默写的似乎是《论语》。夫君身体不好，怎么还一直抄书？看你脸色比早上还差了。这样下去可不行啊，江燕青太过清瘦了，他还希望他能壮一些呢。娘子让二弟抄书，他会的，我做的一定比他还好。他眉眼微敛，掩去心思，他在说谎。陆昭昭心底几乎是在瞬间就判定了。那等夫君赚了银子，我就不带他们上山了。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多去山里找一些能用的，换了银子好熬过荒年。夫君也看见了，外面的地理越来越吓人，这村子大概用不了多久就会乱了。在这之前，我们得搬去县里。而且夫君放心吧，我们不过是在山外围，只不过我有一些特殊的方法，所以才能够找到药材。这是大户人家的秘密。他在骗人。江首府大人燕青什么样奇闻异事没见过，但在这种山里迅速找到药材的书，他可是没见过的。娘子真是厉害，你嫁我可会后悔。陆昭昭被那张脸迷的是眼神幽暗，他捂住对方的眼睛，亲了亲他，顺便把空间里的药给拿了出来。黑暗中，江燕青反客为主，环住怀中娘子的细腰，加深了这个吻。过了好一会儿，陆昭昭虚坐在男子怀里，将盒子拿出来递给他。江燕青疑惑地看向眼前忽然出现的盒子，这盒子精美，一看就知道不是村里能有的东西。夫君，这是一颗救命药，可强身健体，去除病气。真会有这样东西吗？如果是真的，这应该是侯爷留给女儿的救命药吧。江燕青皱起眉头，将此物送还给他。此物是岳父给娘子的吧？这药珍贵，我不过是救急，只要不会加重病情，慢慢养着总会好的。娘子不要浪费了。陆昭昭笑意真诚许多。这枚药，如果江燕青直接接下，他反而就不会给他了。他能知道这东西能治好病的情况之下，还考虑先给他，倒是君子行径啊，就是傻了点儿。比起这本书剧情后期那个暴虐无情、满心猜忌的狠毒大反派，简直判若两人。可他喜欢。陆昭昭打开了盒子，里面是一颗白色犹如珍珠一般的药丸。他二话不说，趁江燕青不注意，掐起男人的下巴就塞给了他。江燕青桃花眼瞪得老大，咳了好一会儿，眼泪都咳出来了。他虚弱地看向陆昭昭，陆昭昭亲了亲他。这药现在是夫君的了，你若是觉得过意不去，就养好身体，考取功名，让我重新去过好日子。娘子，现在还不是考取功名的时候，也不是入京的时候，再等等。我知道，夫君放心，我不着急的。陆昭昭把金银花分好了，又从最下面将灵芝拿了出来。夫君可知道哪家药铺靠谱？我常去的陈氏药房便可。这家的掌柜与我也算旧识。金银花炮制需要几天的时间，夫君明日去把这36株灵芝卖掉，换了银子给自己买一些药，再买一些玉米粗粮回来。若是有剩下的银子，我们便存着，
然后做些买卖。若是我明日身子好些了，我愿去县城里卖掉它们。陆昭昭也有些含糊了，这要多久能好呢？于是就默默问起了系统。999，这归元丸要多久才能见效果？999种田系统为您服务。归元丸服用之后，会在1个月内彻底清除身体里的病气，大概半小时就会有些效果。陆昭昭这才放了心，若半小时有些效果的话，明儿咋地也能出门了吧？吃饭啦！娘为吃熊大嫂特意用了好些猪油呢，还把家里前几天从孙婆子那儿买回的鸡蛋给炒了。夫君，该吃饭了。她才刚成妻，竟就病得需要娘子扶着。爹，三哥，你们可算回来了。荣呀，这是咋了？咋还要哭啊？爹，娘给大哥娶了个大嫂。哎呀，这就是陆大哥家的闺女吧？亏得陆大哥愿意把闺女嫁到咱们这穷乡僻壤来。你嫁给燕青啊，以后咱们就是一家子了。一家子吗？哼！反派恶意值加10，恶意值1万。见过公爹。哎呀，哎，好孩子。公爹，按着改口的规矩，您该给我一份礼。咋还要给银子？他手里这么点银子，还要给老二拿出来报个礼仪班子呢。公爹难道不欢迎我吗？不是说是一家人吗？江大成抓抓口袋，抠2个铜板出来，一脸愁色。老大媳妇儿啊，这次去城里做工，咱们没赚啥钱，这2铜板啊，你先收着，等以后咱家日子好了，一定补给你。多谢公爹。江大成愣住了，都愣着干啥呢？喊你去叫个人吃个饭，你是去喊死人了？这么慢？哎呦，你个死人，咋才回来呀？你啥也不管，去了城里就不给信儿。你知道我这阵子是咋过的？我都要活不下去了呀！哎呀，哎呀，老婆子，你这是干啥呀？儿女都在呢。是啊，娘，我们都累了一天了。是啊，娘，还是先让爹和老三进去，咱们吃了饭再说吧。对，啥事儿啊？咱们一会儿说。你这是干啥？这是一家之主的位置，是你公爹的位置，你懂不懂个规矩？还大户人家出来的呢。娘，您贵人多忘事儿啊。现在江家当家人是谁？江白氏愣住了。既然这是一家之主的位置，那现在自然是我的了。白纸黑字的，谁还能抵赖不成？哎呀，老大媳妇儿啊，这女人家怎么能当家呢？公爹，是娘说家里日子不好过，所以我才当家的。家里前2日连玉米糊糊都照得出影子，今日我当家，公爹看看如今吃的是什么。照着你这个吃法，咱家说不定没2天就要吃垮了。你哪里会管个家？吃垮了再说，现在来看，娘似乎挑不出来不好吧？更何况白纸黑字，娘是想抵赖了？江白氏再次愣住。江大成也没有想到，这个儿媳妇竟会这么难缠呢。说起来，既然已经提到了这儿，公爹和三弟接下来是不是也要住在家中了？县城里的活儿都干完了，接下来一家子都在家干活。那太好了，就请公爹和三弟也把手印按了吧。啥？公爹和三弟既然都要在家中了，那自然也得吃家里的。现在家中吃的是我来供着，而且契上写了是全家都要听我的。公爹和三弟若是不愿意的话，那咱们还是衙门里见吧。娘欠我的银子可不光彩呢。哎呀，老大媳妇儿，这要不然咱们吃了饭再说。什么事情都要先来后到，这事儿先提的，还是先说这事儿吧。老大，你还愣着干啥呀？还不劝劝你媳妇儿？咱们可是一家人，一家人咋说这些话呀？爹，还是先签契吧。昭昭的嫁妆没了，我总不能让她再受其他欺负。她一心一意为了这个家。这算什么破话呀？咱们可是一家人，你非得让你媳妇儿拿着欠条，成天威胁你娘和你爹，这家里日子以后还要不要过了？也可以不过，与其让昭昭受委屈，不如我亲自休了她，让她去公堂告娘，
而不用像现在一样辛苦为了这个家。江白是恨不得立刻掐死他。这个小贱妇可是把所有的金银花都拿自己房间去了，什么为了这个家呀？好了，我饿了，也累了，你们快些做选择，是签还是咱们去公堂见？众人闻言面面相觑。签。这个大嫂了不得呀，看着契约上的手印，陆昭昭满意了。公爹和娘快坐下吃饭啊。虽然说咱们一家子都听你的，但是老大媳妇儿，这家里一起听你的干活得到的好处，你也不能一点也不给咱们吧？这大几十斤的金银花呀，要是晒干了拿去卖，得卖不少银子呢。啥？哪里来的这好东西啊？今儿个山里遇见的。哎呀，都让老大媳妇给拿走了。爹，是大嫂找到的花。你给老娘闭嘴！老大媳妇儿，这既然是一家子的收获，爹娘当家时，家中收获可会分给其他人。江大成尴尬住了。公爹，既然你们当家都没分，那我当家自然也不会分。更何况金银花是我带着娘和蓉儿妹妹找到的，理应是我分了大头。他们辛苦的帮我摘花，我自然也不能一点不给。这顿饭便是犒劳他们的，等卖了花也会多少分给他们一些。不过娘欠了我100两银子，所以这银子就得先还给我，我也就不分给他了。江大成就听明白一个，这钱都是他的，这县里老爷们都没这个儿媳妇会算计啊。江白石已经听过一次这个逻辑了，这会儿正黑着脸不说话。吃饭吧。对了，差点忘了，公爹和三弟不是在城里赚了银子？既然是一家人，我又是管家的，这银子是不是该给我管？他疯了吗？江白是眼睛都气直了。江大成也是一脸懵逼呀。江老三这会儿简直想给自己这个大嫂鼓掌了。这平时啊，爹娘只偏心二哥，他的银子可都是被自动归给二哥用的。他真是没想到，爹娘也会有这个时候啊。就只有这半两银子，现在的活不景气。陆昭昭知道他们应该不止这么点儿。按照那个江白氏的心性，他应该已经在考虑怎么找个人和自己打擂台了，给他们留些银子，让他们给他找个能增加奴役的人，那岂不是更好喽？不出意外的话，大概要迎娶的人应该就是那个未来女主吧。陆昭昭很是好奇，这个女主是个什么样人呢？公爹和娘早些睡，明儿个我还得安排大家干活呢。还要干活？你咋这想要累死谁呀？咱们这一家子净给你干活了，我也就得了啊。你二弟那可是秀才公，咋？你还让他去抄书啊？他竟会差点忘了江燕轩的事啊，这不对呀。他不说什么过目不忘吧，但至少不至于把这么重要事情给忘了吧？这就是主角吗？会令人自动忘了对他不利的事情？娘不提，我倒是忘了。二弟今天抄书可赚到银子了？我夫君说他去抄书，如果一整日的话，能赚5两呢。娘还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非让他想起来。而且根本是江燕青在撒谎啊。他今儿个一整天都蹲在书铺里抄书呢，手都磨出茧子了，也只得半两银子，根本就没有5两。就算神仙去了，也抄不出那么多来。这是抄出的银子，大嫂不提我都忘了。二弟明日继续抄书，相信用不了多久，咱们家就不用吃糠咽菜了。大嫂，这银子是我抄书所得，你总不能都拿着，要给娘欠你的银子减少一些才行。娘今日供你吃的饭？娘今日虽然没供我吃饭，但是我吃饭用不上5两银子。你读书出门科举，难道也不用家中银子？你今日吃饭，明日就不吃？你能天天抄书？你书院里能允许你天天去？这银子是你今日的饭钱吗？这是你接下来那么多不能干活的日子里白吃白住的钱。在那一瞬间，江燕轩甚至开始怀疑自己说的是不是真有问题啊。你们没事了吧？没事，我们走了。夫君，我们该回去了。你咋着把银子给他了？不给他也不能走，就当是息事宁人了。咱家啥最重要你忘了？陈吧，你这次一共带回来多少银子？我得去给咱们家二郎提亲去啊。咋着，在村里也找个媳妇儿，咱家二郎不得有个更好的？
而且，你咋让陆家这个嫁给大郎了？就该嫁给咱家二郎啊！他家可是京城人。谁知道姓陆的是干啥的？再说了，我都找人给算过了，村长家的小闺女和咱家二郎是最合适的。咱家二郎娶了她，那就是啥？哦，对，龙游9天。嘿，不敢乱说。行了，赶紧把剩下的银子给我，我现在就去和村长家说，带着二郎一起去说。这也太少了吧！娘，我和爹这次去的财主家没给赏钱，是去给人家做苦活，这还是我和爹俩人攒起来的呢。这去了2月，给这些银子已经不得了了。行了，你们可真是没能耐。二郎今日抄书能赚5两银子，要不是被那个小贱妇拿走了，还需要你们俩的？娘，此事，娘，咱们还是先去村长家吧。好，咱们呀这就走。爹，你们也太偏心了，家里的银子都给了二哥，我咋办啊？胡说啥呢？你二哥日后好了，还能没你的好处？你赶紧着回去收拾一下，铺床去。你屋子里这会儿都多久没人住了？荣燕儿，你去帮着一起。夫君，你出门在外总不能没银子，以后家里的活、抄书的活你都不用做了。他又要把银子分给他吗？娘子，抄书不累的，我若是不抄书，岂不是连娘子都养活不了？夫君放心吧，这不是有江家一家子养着我们呢。江燕青眨眨眼睛，好一会儿蓦地笑起来，好似听到什么有趣的笑话一般，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许是上天看他凄苦吧，所以才特意将陆昭昭留下，让他娶了她，好让他开心吗？夫君笑够了，笑够了便拿着银子，只要夫君出息，科举有出息，这一家子就翻不出我的手心。反派恶意值减30，种田积分加3000，总积分5880。还有这等意外之喜吗？江燕青微微脸眸，他娘子所提的事情实在是太有趣了。曾经几乎是恨不得把他炸得连骨头都不剩的一家子人，如今反过来供养他吗？这比直接宰了他们，比让他们看他回到京城将皇子之位重新给夺回来要来得更加刺激有意思。为此他愿意再等上一等。娘子深恩，我不知如何报答。这话术他熟啊。娘子，夫君若是真想报答我，不如以身相许。就是不知道你现在……看着面前笑起来当真犹如狐狸精一般的人，他快步将人抱到木板床上。灯影摇曳，第二日清晨，屋子里空空荡荡的，并没有江燕青的身影。不过桌上的野百合换成了海棠，陶罐的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去城中卖灵芝，娘子在家望一切安好，若有委屈，带我回家细说。他倒是够细心的呀。玉儿呀，你快些进来，我给你准备了好些吃食呢，都是你轩二哥特意让我准备的。哟，这是女主来了？看样子昨日他们登门还很成功的呀，否则对方也不会亲自上门呢。按照书里写的，那是个运气值很高的圣母，谁跟他作对谁倒霉呀？还是他本就不简单？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他是打定主意要奴役这家子人的，可不能被人坏了事儿啊。婶子，这是谁呀？我怎么没见过？是咱们村子的吗？这是你大嫂，她才进门没几天呢。老大媳妇儿呀，这是咱们家你二弟的未婚妻。未婚妻？昨个二弟不是还没有呢吗？昨儿个晚上我去给提的亲，你未来的弟媳妇儿是村长家的小闺女，在家受宠着呢，你可别欺负她啊。婶子，轩哥哥呢？你轩哥哥一早啊就进城去了，你今儿个就在家里，咱们好好的说说话，等他晚些时候回来。这么说，今日未来的二弟媳也跟着一起上山？那太好了，我正觉得应该多一些人手呢。家里人多了，吃的也多，总要开源节流的，对吗？他就不能说句好听的吗？啊？什么上山？
没，就是江家当家人是我希望大家都去山里干活。日后弟妹嫁过来了，也是一样要听话的。弟妹应该不会在意的，对吗？怎么能不在意呢？江家竟然是江家大郎娘子当家吗？而且这个女人不是他们村子里的，不知从哪儿来这么个女人。只要一看到这个女人，他就浑身不自在。这往日啊，只要让他感觉浑身不自在的，那都是对他有害的人，或者说是对一家人都有害的人。林玉儿求助一般看向江白氏，江白氏这会儿人都麻了。陆昭昭这个小贱妇就不能有一日省心的吗？这事儿跟玉儿说个什么劲儿啊？婶子，是不是您身子不好啊？所以才将家里管家的事儿交给旁人。其实这样的事儿，您可以让蓉儿妹妹帮忙做的呀。对，你说的对，我这不是想着能锻炼一下老大媳妇儿吗？难道不是因为娘还不上欠我的银子吗？这小贱妇不说话能死吗？林玉儿是满脸震惊。玉儿呀，咱们还是进屋去说吧。娘还是上了山再说吧。对了，家里其他人都在吧？除了二弟要去城里抄书，其他的人可是一个都不能少的。既然都要做一家人了，这进山里干活的事儿，他怎么能跟其他人上山去呢？他天生的运气，不管做什么都能成功的。只要他进山去，那些猎物会自动死在自个儿面前。这还没进门呢，怎能让这个大嫂捡这个便宜呢？玉儿可是村长家的闺女，哪里去干过活呀？再说了，玉儿可是个福星，凭啥跟你占便宜？她不能跟着进山。婶子，您也别说大嫂，不如我就跟着你们去山里吧。哎呀，玉儿你不用去，这事没得商量。是吗？那既然如此，娘还是喊了家里其他人，咱们出发了。至于你，我们家无人，只怕也不方便招待呢。江白氏无语了，林玉儿脸色更加难看了。看这样子，这江家还真是这个女人当家呀。她本还想着呢，等自己嫁过来之后，凭她的好运气，能慢慢在江家当家呢。在这个村子里，谁家心腹不都是熬着？这个女人凭什么当家呢？娘，还愣着做什么呢？哼，想利用别人打压她吗？真是妄想！都愣着干啥呢？走了，上山干活。大嫂，咱们今天还去玩吗？对，还上山玩。公爹娘，咱们该去山里了。还没用早饭呢。不干活就没吃的，想吃什么等山里回来再说吧。这大嫂比城里老爷们还抠门呢。玉儿呀，要不你先回去，等着晚上你轩哥哥回来了，我让他去找你。那我先回去了。婶子，你上山可要注意身子骨，别累坏了。这个女人真的太漂亮了。林玉儿眼中的恶意被她刻意掩住，不过竟是半点没逃过陆昭昭的眼睛。哼，她见的人多了去了，任何人的小心思，她只要一眼便能猜到。看样子这个女主也不是什么傻白甜呢。既然如此，那她也不用客气了。今儿个咱们还找金银花？娘，那东西只能碰运气，难道还能特意去找不成？今儿个我带大家来，是希望大家能打猎的。咱们往山里走一走，不然家里就要揭不开锅了啊！让江家几个人给他打猎去，他开启系统打猎版图，而他自己采药去。那些金银花用作粮食，安顿江家人给他打工。哎，不对，纠正一下，应该是为他卖苦力，已经足够了。若是再多一些药材，那他岂不是亏了？更何况江家这些人贪婪，说不定到时候会动什么心思呢。陆昭昭把算盘打得特别响，又看了一眼系统光屏，果然光屏上已将打猎和采药都给开启了，开始倒计时。你疯了？你这是想让咱们家一起去死呀？你咋这么狠毒的心肠啊？那大山里头，就是常年在山里住的猎户也不敢去，你让咱们家这些人去，这不是送死吗？就是啊，大嫂，你要是不能当家就别当了嘛。我现在还饿着呢，哪里有当家的人让家里人挨饿的道理啊？哎呀，老大媳妇儿，这事儿不是我们不乐意，实在是太危险了。你这不是为难一家子呢？公爹这么说的话，
那我也不反驳的。不过这打猎的事儿你们必须得干。昨个我在山里发现了野兔子窝，因为不想打草惊蛇，所以没动。啥？哎呦，你咋不早说呀？你昨儿个咋不说？就是，都说狡兔三窟，要是给跑了咋整？我不会打猎啊，我这个人最善良了，根本没法对猎物下手。我也怕娘和蓉儿妹妹不会打猎，所以没说呢。现在你们可以去了吗？你说，我们这就去。公爹和娘，你们带着人过去就好了。我的话就在这儿等等。我这身子骨不好，走几步路就不太行呢。对了，那一窝兔子有5只，我可是看见的，不要想糊弄我。他居然不去吗？吃吗？大嫂你可真好。大哥吃了吗？大哥他平常都不吃啥东西的，一直不吃饭，大哥就该饿死了。陆昭昭有些意外。大嫂，你拿回家给大哥哥吃，大哥哥吃了就不会病了。这江家的劣根里竟还有这样的好孩子。谢谢你的饼子，等你大哥吃了就会好起来的，到时候让他再给你带好吃的。我要去别处转转，你跟着我一起吧。陆昭昭去了新的地方，便开始采集灵芝了。在采集100株灵芝的时候，999出来了。恭喜宿主采集灵芝100株，奖励种田空间1平米乘2，奖励灵泉水低级乘3，宿主采集技术升级为2级，开启技能面板。他这采集技术一升级，发现采灵芝的速度也更快了。这一片灵芝有120株呢，可以说十分的罕见。不过这个地方很偏，如果没有系统地图在，这村里人根本就不敢来这一片。采灵之后，陆昭昭又抓些野草给盖在上面，顺着原路返回。宿主雇佣关系的江家人狩猎到5只兔子和1只山鸡，算作宿主所得。恭喜宿主成功狩猎兔子、山鸡，奖励灵泉水低级乘10，系统空间1平米乘3，强身健体完成1。公爹娘，可狩猎成功了啊，成功了，3只兔子呢。是吗？那小妹衣服里动弹的是什么？拿出来吧。老大媳妇儿，这好歹也是我们动手抓的。是啊，不过是我的消息，和金银花一样，我会分给公爹和娘还有家里人一份好处，给你们提供饭菜。这份银子也要记在娘欠我的账里。这就是又是1文钱都没有。老大媳妇儿，你说让一家子给你娘还债，那总得让我们有个数啊。这兔子你打算分我们多少？还有你娘说的金银花。金银花是我发现的，娘和蓉儿妹妹只出了1把子力气，我就按着现在县城里给的人家出苦力的价钱好了。不知是多少银子？3文钱1个时辰。江白是恨不得立刻毒哑这个儿子，这不是傻吗？非得说实话。今天也一样，1个时辰3文钱，吃用都算在我头上。毕竟我们是一家人，我总要大方一些的。娘和蓉儿妹妹昨天再加上公爹你们今日，一共能分得70文钱，不到1钱银子，我会给你们记账的。这得还哪辈子去啊？足足100两银子呀，1000文钱才是1两银子。公爹和娘有什么意见吗？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还是公堂见面吧。江白是真的恨不得抽死当时进了老大房中的自己呀。现在好了，被这个小贱妇给赖上了。还有蓉丫头也是啊，咋那天就没推这个小贱妇下山去，让她死啊？江大成也听明白了，这是要一家人给他做苦力呀。而且谁要是不乐意的话，就要来个鱼死网破。不过现在也没别的法子了，只能先忍着，等日后老二出息了，一家子才能苦尽甘来呀。成，只要老大媳妇儿你别饿着家里人。今年咱们是啥年景你也看见了，我没啥要求，只要一家子能活着，咱们就都听你的。至于银子，放在你那儿也是一样的，毕竟咱们都是一家人。银子放他这儿，哼，感情是觉得这银子是他们的，当真做了个春秋大梦啊。既然如此，兔子拿来吧。蓉丫头，赶紧把兔子给你大嫂。
宿主采集结束，奖励积分30，总积分5910。宿主解锁2级采集技术成功，格外奖励种田积分500，总积分6410。陆昭昭又兑换2平米的种田空间。恭喜宿主兑换2平米种田空间成功，扣除种田积分2000，总积分4410。路上，陆昭昭把种田空间点了下自动种植，瞬间小麦全部种满了。娘，你藏在筐篓里的山鸡一会儿就炖了吧。他咋就知道呢？江大成是更加心疼了，这可是他们的意外收获呀。咋？这可是我们的意外收获。可是我给公爹和娘付了工钱，在山里的时候，任何一份收获都该是属于我的。那小奸夫给那点钱，居然还打着这么大的谱。怎么，公爹和娘觉得后悔了？我们不是一家人了吗？那我之前的那些东西也不必与你们分了吗？那70文钱的债就不用免去了？不过我心善，供给你们的粮食就不算账了。我呸！你少小黑我的银子！既然娘不准备放弃那70文钱，就把鸡炖了吧。我也不是每天都愿意和你们说理。孩子他爹呀，你这还管不管了？这都欺负到我头上来了。管？咋管？你签的欠条不要了，赶紧炖鸡汤去吧。正好咱家老二也许久没吃这好东西了。咱家多少人？他和老大才2人。江燕青从外面回来的时候啊，院子里已经是鸡肉味飘香了。老大呀，爹有些话想和你说呀。哼，这到底不是自己儿子。老大，爹知道你娶了娘子，这心里头难免护着他，但是你也得看看家里，总不能让他一直这么欺负你娘啊。你看看你娘现在，当初你娘为了生下你，可是9死1生。江家人如今对他来说不过是一家仇人罢了。你是家里老大，日后这家里的一切不都是你的？可现在爹和你娘还活着呢，你让你媳妇儿管着这个家，传出去也不好听。爹说的是，那我明日休了昭昭，日由他去状告我娘好了。你现在咋这样了？你就看着咱们家人都被他欺负着。爹说笑了，如果不是娘动了昭昭的嫁妆，就不会有这些事。这些年我的俸禄供养全家，按照家里的条件，昭昭的银子应该很容易还清的。爹，银子呢？这银子都给二弟花了，所以娘拿不出。这此事怪不得昭昭，我也不会管他要。自然爹要是想别的办法伤害昭昭的话，我不会善罢甘休的。她是秀才娘子，她有什么不妥的，我都会找家里。咋？你还想不孝？怎么会呢？不过二弟也要成亲了吧，他也会有娘子，我的娘子遭遇什么，会100倍的报复在二弟未来娘子的身上。你可真是翅膀硬了呀。爹还有什么事？江大成冷哼着不说话，江燕青转身就走了。娘子。夫君，你回来了，怎么样？药材可卖掉了？你身体如何了？我爹给我的药好用吗？药很好用，他只吃下才不过1日功夫，便感觉身体轻松，好像不是他之前那个破烂身子了。只是这样好的药在京中也是罕见的，否则上一世他就不会那么死了。这药极为珍贵，他娘子不会不知道，可还是给他吃了。如果上一世他还活着，会不会也这样对江燕轩呢？只要想到这个可能性，江燕青忍不住生出一丝杀意来，想要杀掉那个可能会得他全心全意付出的人。反派恶意值加10，恶意值9980。陆昭昭讶然看向他，这好端端的他就问几句话而已呀，这美人夫君心情就差了。娘子的药极好用，往常得缠绵病榻10数日的病症，如今不过1夜的时间就已经好了，身子也是前所未有的轻松。谢谢娘子。夫君身子好了，我就安心了。昨日我抄书得了1两半的银子，娘子的灵芝人家给了5两，按照娘子的意思，我买了2两银子的粗粮，有200斤。
现在粮食价钱涨得很快，几乎是去年的3倍。粮食我让人晚上的时候运进村子，免得被人发现，惹人惦记。这粗粮价涨得离谱，怕是要饿死人了。吃饭啦！我们去吃饭吧。鸡汤呢？鸡汤还在厨房里放着呢。老二今儿个出门抄书1整天了，现在还没回来，这肉吃不上，总要喝点汤啊。这家子人还真是没有半点自觉呀。他养着他们是为奴役他们的，不是为他们给自个儿找麻烦添堵的。一个家里无规矩不成方圆。娘，趁着人都在，我也该给大家立规矩了。咋？你的规矩还不够大呀？你还想干啥？按照契约，一家人在还清那100两银子之前，都需要无条件服从我这个当家人的命令。筷子捡起来。江白氏被他看得心下有些发虚了，黑着脸嘟囔几句，将筷子给捡起来。老大媳妇儿，你想立啥规矩啊？这个家里现在是我当家，所以一切好东西都该先供着当家人来用。呸！你这是想让一家子给你当奴才？家中能者多得，我夫君是家中读书读得最好的，这一点二弟都自己承认了。所以为了改换门庭，家里除了我之外，一切好东西都要供着我夫君。什么？就像你们之前供养着二弟一样。你这是不孝啊！你就这2点，希望大家能配合一下。娘，把鸡汤端上来。江白氏臭着脸，愣是没动弹。陆昭昭也没问，只将契约折好了，起身就要出去。你去哪儿？去告状啊！娘偷盗我100两银子。你给我站住！江白氏一把拽住他。陆昭昭皱着眉头，反手将江白氏给擒住，纤细手指扣着他的脖颈，随时可能会要了江白氏的命。你咋打你娘？爹，昭昭不过是担心娘摔倒而已，何时打她了？公爹，我夫君说的对，我只是担心娘摔倒。现在娘可以去拿鸡汤了吗？江白氏黑着脸跑去端鸡汤了。哎呀，他真是造了孽了，早知还不如不给老二留鸡汤呢，这样就不会被那个小介夫又提一堆条件。这鸡汤是没留成啊。陆昭昭在江白氏端上鸡汤之后，毫不犹豫把鸡汤分成2份，和江燕青俩人一同给喝了，还顺带给江清宝1只鸡腿儿。他喜欢乖巧的孩子。江白氏只感觉自己亏大了，一个劲儿猛吃肉，都忘给自己儿子留了。晚饭吃完，饭桌上是一片狼藉，肉是一点都没有了。陆昭昭看着一家子不太好看的脸色，心情那是甚好啊。三弟，你一会儿去羊圈给我用草铺起松软点的窝，我要用来养兔子。我现在就去。这兔子不卖，这咱们家可没粮食养兔子。这个小贱妇，一看就是不知道农户家啥最重要。这兔子可不好养啊，一旦病了就啥都没了。再说了，这家家户户都没粮，谁有东西喂他们？草还留着给人吃呢，真是富贵人家出来的，啥都不知道。我自有打算，娘不必过问我的决定，只管照着我的要求做事就好。这个家我说了算，和自己要奴役的人有什么好商量的？这几天呢，他就是太善良了，让这个江白氏在他面前跳脚。不问就不问，你以后可别求着我们当家。还有，咱们家没粮了，你当家总得给粮食吧？粮食，娘子已经让我去买了，200斤玉米面。不过现在人多眼杂，等晚上他们会送过来。金银花给卖了？咋这么多银子的？晚上的时候记得把粮食放在我屋子里。夫君，咱们回去歇着吧，都累一天了。好。哎呀，孩子他爹，你得想想法子呀，我还得忍着那个小贱妇多久啊？吵个啥？再等等，等着我求的人从京城里带来了消息回来，等着咱们家老二考科举成功。只要一成功，咱们就能离开这破地方。再加上那个东西，江白氏想着未来的好日子，也是满脸高兴。不就是暂时累一点吗？损失点东西而已，用不了多久，他们都得给还回来。夫君，这是今天的灵芝，你也想法子给卖掉？娘子，这些灵芝，我运气好，所以一进山就找到了。你想个法子，用最不起眼的法子给卖出去，把灵芝变现。我会想办法的。娘子，再过2日书院便要开学了，我可能没办法时时在家中。
若是家中有人欺负你，夫君放心吧，我不欺负他们就不错了。不过，夫君多久回家一趟？他才迎娶，他才嫁的美人夫君，这才好多久啊？难道就要两地分居了不成？只要不是书院里临时安排的游学，我定会争取每日都到家。只是回来的时间却很晚了，要辛苦娘子等我。没关系，等咱们赚了钱买头牛。江燕青被他哄得难得的笑了。夫君说身上的病好了，在娘子那不算含蓄的邀请之中，逐渐迷失了。夜深，一会儿粮食到了，夫君喊我起来。好。陆昭昭没睡多久，外面就开始吵闹起来了。应该是粮食到了。那我们也赶紧过去。你们俩是什么人？干什么在我们家门外？住手！啊，江公子，你可算是出来了。你要是再不出来，这老太太非得抽我不可。这是您要的粮食，这粮食是好不容易弄来的。这是上个月你们家小公子落下的课题。嘿，江公子您是个好人，我们东家说了，只要小公子的功课好了，他一定再来谢您。这粮食我们就给放下了，咱们得早些回去和东家说上。怪不得夫君能在粮食紧俏时候弄到粮食呢，原来是走了关系呀。哎，自家这美人夫君还是很有办法的嘛。哎呦，这么多粮食！老大呀，你咋和县城里王家粮店的小公子认识？还要感谢二弟，他组织书院的同窗去茶馆听戏，赶上周大儒来讲课，只有我一人在听。那天的课也只有我，有很多人都想要。江白氏和江燕轩全都愣住了。好了，二弟三弟把这2袋子玉米面给我送我房间里去。我是读书人。读书人就不用吃饭吗？我夫君身体弱，我是个女流之辈，你难道要让爹娘动手？江燕轩更沉默了，跟着老三一起将粮食搬进江燕青那个屋子。这大哥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啊，家具都少得可怜。今日抄书的钱呢？熟能生巧，今天二弟应该能赚更多了吧？只有半两。你是不是把剩下的都藏起来了？我没有，书铺的老板喜欢大哥的字迹，所以才会给大哥的银子多一些。这半两银子都来之不易。明日我要去拜访老师，不能抄书。果然还是我夫君厉害。既然明天不能干活，那今晚就干点别的吧。什么？二弟不是才定了亲，自然该和你未来娘子好好说说话。河虽然快干了，但是往东边去还是有水的，应该有鱼。二弟与你未来娘子见面，顺便抓鱼去吧。如果抓不回来，那你明天也不用吃饭了。怎么会有这么无耻的，竟让他去钓鱼？二弟还有其他事吗？什么？我们要睡下了，你要是没别的事，就去钓鱼吧。江燕轩无语了。明日一早家里等着二弟的鱼汤，如果没有的话，那明天你也不用回来吃饭了，饿着吧。不是，我没答应啊。嘿，二哥，你别怪我啊，我这是为你好。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大嫂可邪门的很，她想要什么你不给的话，一准亏得更多。我建议你还是钓鱼去吧，正好也能和你未婚妻联络一下感情。再说了，你那个未婚妻可是有大福气的，说不定你真的能钓鱼回来。够了，我不想听你在这儿幸灾乐祸，真是小人得志，难以入眼。3, 2, 1。吵什么吵？姑奶奶还没死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呀？你嫁过来才几天，一家子都得听你的也就算了，你居然还让我家二郎去钓鱼！这大晚上的河边谁知道有什么东西？你是想害死谁呀？你到底有没有心呀？你这个恶妇！我们江家怎么就娶了你这么个媳妇回来？鱼钓回来了吗？江白是瞬间被噎得一个字都没憋出来。没钓回来的话，他今天就不用吃饭了。我呸！你就是个没良心的！这世上咋有你这样的？娘再不闭嘴的话，今天您也可以不用吃饭了。我瞧您这中气十足的样子，一看就饿不坏，省点粮食吧。江白是立刻闭嘴，愤怒的黑着脸。大嫂，现在该满意了吧？二弟辛苦了，蓉儿妹妹别愣着了，
跟我进屋拿粮，然后做饭去。三弟，这条鱼先养起来，等晚上再吃。我记得公爹是木匠吧？是。老大媳妇儿，你咋这问起这个？我和夫君的屋子里什么都没有呢。公爹从今日开始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帮我们的屋子打一个衣柜，再打一个书架吧。还要个书案。咱家木头不多了，我看家里后院还放着好几根木头呢。他咋知道的？平时也没见他去后院啊。那可是给老二成亲要用的，老二的家具也该换了。是吗？可是我和夫君成亲的时候怎么没有呢？娘，偏心会遭报应的。反正二弟也有家具用，就凑合着过吧。我们这屋子才需要家具，这件事情不是在商量，是通知。成，我今晚就开始打。那可就多谢公爹了。江彦轩差点咬碎自己的后槽牙，这个陆昭昭简直就是他的克星啊！一家子人吃过早饭，陆昭昭便清清嗓子：“老规矩，都上山去吧。”一进到山里，陆昭昭就开始带他们四处乱走，也特意没让他们走到有金银花和其他草药的位置上去。刻意规避许久之后，他对众人说道：“看样子是没有金银花那样好的药材了，咱们家也不能天天有好运气。既然这样，我看干脆分开走，2人一组。要是能碰上药材最好，碰不上就挖野菜、打猎。我这个人一向是主张凭本事吃饭的，你们要是什么都没弄到，那晚上也就不用吃饭了，工钱也不会有。你跟着我走，你们其中2个人去南边，另外2个人去西边。”大嫂，二哥今天被鱼拽河里去了。那你可听说你未来二嫂是啥态度了吗？我就是看到她一直哭着陪二哥回来的，还说啥以后嫁给二哥绝对不让二哥受苦了。哼，女主眼中江彦轩什么都是完美的，不再去八卦他们的事儿了。陆昭昭去找新的草药，在碰到一株甘草的时候啊，999有动静了。宿主采摘甘草成功，解锁新品药材，奖励种田积分加2000，初级灵泉水乘10，基础版古代武功教学乘1。等药材挖完了，陆昭昭发现江清宝不知何时放了一堆野菜在一旁。大嫂，你是不是得拿着野菜盖着？是要盖着。清宝怎么知道的？我娘对大嫂不好，上次大嫂也盖着了。谢谢清宝，你会给大嫂保密的，对吧？我一定乖乖不说。真乖。宿主雇佣的江家人捕获山鸡2只，奖励种田积分加200，总积分6610。就这，不过好歹改善一下生活嘛。陆昭昭在地图上的安全区域又找到一小片金银花，带着江清宝都给摘下来了。宿主采集金银花成功，总计采集8斤金银花，奖励种田积分800，总积分7410。娘不用藏了，我已经看到了。既然都有收获了，那咱们下山吧。成，赶紧下山，我都饿坏了。采集狩猎结束，系统积分加30，总积分7440。大嫂，今晚吃什么？今天晚上把那条鱼斩一半，鱼头拿来煲汤，鱼肉切出一半来今晚炖着吃，剩下的一半用井水冰着，明天做成鱼丸煮汤吃。大嫂好会吃啊。公爹、三弟，别忘了我要的家具。先打了书架，再打衣柜，再做其他。我希望今晚就能看到书架。知道了。现在就去。咱们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急啥？等着咱家老二出去了，老大和他谁都别想活命。那也不能一直这么让他欺负着呀。鸡汤以前可都是咱们家老二才能喝的，现在都给老大夫妇俩喝了。还有那些银子，说是咱们回头都能收回来，那现在他要是给花光了呢？行了，不管咋，等过了今年这荒年再说。现在咱们手里也没个银子，这些年家底儿都给了老二，眼看着地里收成已经下了，园子里这点菜呀，进了秋天就啥都没了，还指望着老大1个月5两的俸禄银子呢。还有这个儿媳妇儿，我瞧着也能赚钱，等他们钱赚多了再说。哎呀，行吧，
咱呀可得尽快的把村长家的玉儿给娶回来。那丫头是个有福气的，你瞅瞅，她跟着老二一起去钓鱼，老二就能钓上来6、7斤的大鱼。今儿个村子里可都是羡慕咱们家呢。你没瞅着今天一大早，老吴家那大嫂啊，那一脸羡慕的嘴脸，我看着都痛快。有人在家吗？啊，我是不是打扰了？没有，二嫂，你来的正好呢。哎呀，二嫂，那个我得做饭去呢，可这野菜还没洗好呢。那我帮你洗菜吧。二嫂，你可真是个好人呢。你咋看着玉儿洗菜？她可是客人。陆昭昭悠悠地看向江白氏，咋，我说的不对吗？他哥还没过门呢。没关系，都是我自己愿意的，与大嫂无关。你看看玉儿，你再看看你，看我什么？我不是挺好看的吗？蓉儿妹妹，适才是谁让她洗菜的？娘，是我让二嫂帮忙的。我不是要去书房忙去了吗？想着二嫂马上就是一家人了，就帮忙洗个菜。江白氏一愣，林玉儿脸色难看。是啊，娘，是我主动想要帮蓉儿的，这件事与大嫂无关，你可不要怪她了。玉儿在这儿没？大嫂，你咋来了？我不是说一会儿就回家了吗？娘让我喊你回家，说是城里的大姑来了，要见你呢。真的啊？我这就回去。娘，我就先回去了。娘，剩下的野菜就辛苦你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呀？我可是你婆婆，你让我洗菜。屋子里呀，陆昭昭鸟都没鸟他一下。江白氏气得直喘粗气，骂骂咧咧开始洗菜了。5平米种田空间已兑换，扣除种田积分5000，总积分2440。陆昭昭点了下一键种植。恭喜宿主种植面积达到10平米，奖励种田积分3000，总积分5440。初级灵泉水乘20，总数32。种田空间1平米乘10。宿主达成100平米、1000平米都会有奖励，请宿主加油，早日种上万亩良田。阿九，有什么办法能让麦苗长得快一些吗？主人可以自动浇水，浇水一次扣除1瓶低级灵泉水，会加速作物生长。他也想喝呀，一共就30几瓶的，没多纠结。陆昭昭在光屏上点了一次自动浇水，随后他便发现这些麦苗竟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开始生长起来。不过很快灵泉水效果就没了。哎，等一下，若是用灵泉水催熟其中1颗麦苗的话，大概马上就能催熟了吧？不知现实世界能不能有用呢？晚些时候可以试试看。先多去山里几次，让他这个美人夫君的恶意值少一些，攒起一些积分和低级灵泉水吧，这样就可以去赚取更多的银子了。陆昭昭把原主给自己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东西全部整理好，面上能用的他没收进空间去，免得被察觉出来，就只有珍贵的物品才放进空间里去。原主本来就是和爹慌忙逃难的，首饰也早已经变卖的没剩多少了，就只有金簪是娘生前留下的，没去当铺当掉。哎，等日后有机会吧，他便将这簪子拿去葬在原主娘亲的墓边上吧。还剩下2只簪子，除这2次镀银的海棠簪之外，陆昭昭还从江白氏那儿黑了1只簪子回来，再有就是今日江燕青送他这1只了。等他再富一些，他定要买上1车的首饰。大嫂，咱家啥时候吃饭？我夫君回来了吗？大哥这不是回来了吗？书架做好了吗？老大媳妇儿，这不是吃饭了吗？还差一些细碎的拼接地方没做好，等吃了饭再做吧。做好了再吃吧。我听人说饿着点脑子有精神，公爹精神一些，做的书架也好看点。放心，我会让他们给你留菜的。夫君，我们去净手吃饭吧。他这番话看得江家老三和江大成是眼睛都直了，这连掩饰都不带掩饰一下的吗？江燕青那双桃花眼中划过丝温和，乖巧跟着娘子净手去了。爹，咱们这咋办呀？能咋办呢？现在一家子都得听他的，回去干活。要怪啊，就怪你娘，办事不办利索了，给人家抓着小辫子不放。吃饭吧。陆昭昭掌勺，给江燕青盛了鱼汤，又给自己盛了1碗。江清宝也是1整碗，不过江白氏和江蓉儿只有1人半碗汤。这咋汤也给我们少的？夫君读书辛苦，需要补一补。清宝年纪小，也得补一补。那你呢？你咋还喝1碗？
我是一家之主啊，一天费心思的为家里人的吃喝发愁，我也得补一补。哎，大嫂，家里猪油快没了，这可是当家的人该想法子弄的。现在家里的猪油还是你公爹想法子买了肥肉炼出来的呢。我知道了，明天会想办法带回来的。夫君，我们去看看书架吧，公爹和三弟在给你做书架呢。江燕青眼中藏笑，却是不动声色。为他做书架吗？应该是娘子想的办法，让他们不得不动手的吧。好。反派恶意减10，恶意值9970，种田积分加1000，总积分6440。一个书架而已，他就这么开心了，可真是好哄啊。大嫂，东西我们做好了，现在可以去吃饭了吗？还得劳烦公爹和三弟你们把书架给我们抬进屋子去，毕竟我只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我夫君没什么力气呢。他怎么好意思说的呢？她还弱女子，弱女子得是为了二嫂那个样子。哎，不过人家是当家的，咋说咋做呗。江大成和江老三将书架送到江燕青的屋子里去，摆在靠东边墙的位置上。我们这下可以去吃饭了吗？辛苦公爹和三弟了，快些去吃饭吧，不然一会儿饭菜都凉了。对了，一会儿你们过去的时候，让娘把偷偷藏起来的鱼和鱼汤端到我这屋来。明日一早让我夫君拿出去给蓉儿热一热，她好带着去书院。夫君愣着做什么？翻书啊！娘子可有喜欢的书？可识字了？我喜欢看一些画本子，还有关于草药方面的书。最好还能有本地的各种风土人情介绍。我晓得了，等明日我为娘子去买书。这书架上只有我一个人的书，太空了。好，夫君也可以给自己添一些新书。今日我还寻到了一些干草，明日夫君就将金银花和这些干草一起卖掉吧。草药留在家中换不成银子，把草药都变现才是咱们现在最需要的。娘子，山中的东西虽好，但是不管何时，娘子都不能起了入深山的心。陆昭昭闻言微怔，银子的事情以后我会想办法的，我不会让娘子一个人费心，所以不论何时都不要用自己的安危来开玩笑。这座大山里野兽太多了，今年又是灾荒年，再过一阵子说不定山里的野兽也会从山里出来四处找吃的，一旦碰上，他不想他死了。他上一世在这个村子里死活无人问津，去了京城做了权臣，便人人夸赞他神仙样貌，也有姑娘试图投怀送抱，可他从未动过心。那受尽折磨的日子里，他都是吊着一口气，到了京城一步步走到那个位置上去，满心的仇恨一刻都没放松过，一直到死。那些人趋利避害，可陆昭昭是不一样的，她因缘际会，巧合之下嫁给了他，成了他的娘子。他不曾想过害他，甚至连保命的药都给了他。他好像是不知道危险，捧着自己一颗真心拿出来给他。他从未遇见过这样的人，他也喜欢他掌控别人的样子，甚至于他也喜欢他有时候掌控他的样子。如果见到一个人就很开心，那就是喜欢的话，那么大概他是喜欢他的吧。陆昭昭静静地看着他，所以他是在关心他喽。娘子，好啊，我听夫君的。娘子，我们安寝吧。清早，鱼汤我带走了，桌子上放的是昭昭的礼物，昨天便该给昭昭。大嫂，大嫂，你起来没啊？蓉儿妹妹没事吧？哎呀，没，哎呀，我是来问早上吃什么的。嫂子，
昨儿粮食都吃完了，还没做早饭呢。老规矩，玉米饼，今天晚上回来炖鸡汤。大嫂啊，咱家今儿个早上这顿结束之后啊，可就没猪油了，你别忘了。知道了。对了，大嫂，我娘叫你呢。哪有当家人去主动见她的道理？让娘自己来见我吧。江蓉儿脚下一个踉跄，不敢置信地看向他。她使唤自己婆母来见自己，不怕遭报应吗？江白氏正在屋里偷吃老二给他带回的酒菜呢，听到有人进屋，吓得差点呛着了。你进屋怎么不提前知会一声？我平时进屋不都这个样子吗？再说了，我找娘来的。你作死呀！吓死老娘了！不是让你找他要粮食做饭去吗？你咋过来了？那什么，大嫂说让你有事儿去他房间找他去，说他是一家之主，没有他亲自过来见你的道理。他咋不死了呢？娘，这事要紧。行，娘这就去跟你说，你放心吧。跟谁摆大小姐架子？老大媳妇儿，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清楚了。陆昭昭微微挑眉，示意他继续。咱家不管谁当家做主，我们家老二都是要科举的。老大那身子骨可遭不住科举的折磨，这一家子改换门庭，还得看我们家老二。有什么话直接说。臣，我是想说，老二书院明日组织游学需要银子，这银子你得给。娘当家的时候给了这个家里的人什么？老娘供你们吃喝呀，咋？你还想翻后账？这就是了。你管家的时候只管大家吃喝，那么我管家的时候也只需要这么做就行了呀。而且我让你们吃的可比娘管家的时候吃的好多了呢。那老二以前我们可都是供着的。是啊，只是你们供着二弟是因为他是你们的儿子。敢问娘，他是我儿子吗？江白氏怔住，看样子不是呢，我可生不出这么大的儿子。那我再问问娘，他是我的夫君吗？我们家老二出息了，你难道不跟着有好处？那我为何不指望着我夫君有出息呢？我瞧着我夫君的病可是好多了呢。咋？这些日子我们帮你干活，这赚的银子那么多，你哎呦，你可打我！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没法活了！大家伙快来看看呀，儿媳妇打婆母了！哎呦！这些日子的银子我可是分给你们了，只不过你拿来抵债了而已，甚至这些天都没还上1两银子。娘，有什么可哭的呢？你若是哭来了其他人，我这脸面也不用要了。我这个人可最好脸面的，说不定我这一羞愤呢，直接就和离了，然后拿着我那张欠条去告你去。江白氏的哭声也戛然而止，他恨恨地盯着陆昭昭。都怪娘哭的声音太大了，把我的茶壶都吓掉了。这茶壶我回头重新买一只，银子就扣在娘的欠债里啊！江白是真恨不得生吞了他。那天晚上他就不该开门，让这父女俩进他们家的门。娘，其实想去游学的话，二弟有很多办法呀，比如他多多努力抄书，我这儿可每天只要他5钱银子的抄书钱，其他的钱他就可以自己攒着了。我呸！你还有没有良心啊？我们家老二以后要是当了大官，你别想占了好处。哼，想从他手里拿银子走，简直异想天开。他不从江家人手里挖银子就不错了。大嫂，吃饭了。哼，连娘都吵不赢他，他简直就是个恶鬼转世。知道了。江燕轩脸色也顿时阴沉下来，他不过是想试探一下能否从那个陆昭昭手中拿到银子。现在看来他猜的没错，陆昭昭手里赚的银子，等他日后科举的时候1钱银子都别想用。那既然如此，那就要在科举之前让他去死了，最好是能跟大哥一块儿死了才好呢。他得好好跟家里人谋划一番，不过此事不能由他来做，最好是让爹娘来做。陆昭昭一到正屋，顿时就感受到了江家老两口的不满，还有来自江燕轩的恶意。自从这2日，他每天1瓶低级灵泉水喝着，他的眼神还有感官似乎都更好了。吃饭吧。一家子闷声吃着饭，
陆昭昭则是想着怎么提升一下他们几人的利用价值。果然呢，还是应该尽早的让他们把那个林玉儿娶进门啊，那可是锦鲤女主啊，运气好的人利用价值才高不是？陆昭昭满心期待，为此还拿出了5000银子出来。一来是为早点将女主娶进门来，二来也让他这些驴，不对，也让他这一家子人都能暂时和他一条心嘛。不是说不给拿银子吗？而且这5000银子咋够老二去游学的呀？以前老大每个月5两银子俸禄，加上一家子收成，那都是要给老二的。娘，我记得二弟和林玉儿都定亲了，不如早些置办点东西将人娶回来吧。这份银子我这个当大嫂的出了。江白氏和江家众人都一副见了鬼的样子。多谢大嫂了。二弟客气了，后天就是好日子，我希望二弟能够早早将她娶回来。吃过早饭，陆昭昭就开始点人上山去了。陆昭昭打算这次带他们往里走一点，主要是因为看中了一个地方的光点，地图上其他的药材基本都是些绿色的点，而那个点是金色的，他想看看究竟是个什么药材。你这是要带着一家子去哪儿？再往里走，那可是快进大山了。公爹放心吧，你瞅瞅咱们走过的地方，才短短几天的功夫都快被人薅秃了，现在说不定别人走的比咱们还远呢。差不多快到附近的时候啊，陆昭昭就停在一片空地处。公爹，还是按照昨天的分配，各自去一边，大家最好不要藏私。你们也知道我是出身大家族的，这人眼神里能看出许多东西呢。江白是一脸麻木。青宝，你还跟着我走吗？我跟着大嫂走。大嫂，昨个晚上我二哥回来带了好吃的，但是娘没给大哥留，也没给大嫂。大哥饿了吗？你大哥没事，他昨天已经吃过饭了，所以不会饿的。青宝知道你二哥昨天为什么带了饭菜回来吗？二哥说想要银子去游学，要跟着大儒去学东西，说什么门路我听不懂。大嫂，你不会和其他人一样欺负我大哥吧？当然不会啦，我会对他很好的。很快他便抵达那片金光闪闪的地方，这金色的是人参。大嫂，有蛇！陆昭昭翻找一下系统商城，找到雄黄，果断兑换。雄黄粉兑换成功，种田积分减500，总积分5940。青宝躲开一点。蛇闻着味道开始乱窜，没一会儿就爬走了。一靠近人参，陆昭昭又兑换了挖人参用的工具。挖参工具兑换成功，种田积分减40，总积分5900。陆昭昭小心翼翼地把人参从坑里取出来。宿主采集人参成功，解锁新品图鉴，奖励种田积分加1万，总积分15900。低级灵泉水乘100，拥有数量130。中级灵泉水乘1，拥有数量1。药材百科大全乘1，奖励种田空间1平米乘20，拥有数量30。奖励系统空间1平米乘3。青宝，刚刚嫂子挖到了什么药材，你会保密的，对吗？我什么都不知道。很好。大嫂，要是我娘欺负你，我一定会保护你的。好，咱们先回去吧。宿主雇佣的人采集金银花10斤，默认为宿主收获，种田积分加1000，总积分16900。撞见鹿群，捕猎失败。还能更没用一点吗？今儿个啥也没打到，但是运气好，摘了金银花。娘放心，我会给娘记账的。希望你们能早日帮着娘还清我那100两银子。这几日的工钱再算上收获后，一共是3030文。上次娘已经还了70文，娘还欠我99两6千。他这是造了什么孽呀？大嫂啊，你这是啥也没弄到吗？是啊，看样子这山里是没什么好东西了，以后也不必来这山里这么多的人了。我和夫君的屋顶都破了，这几日公爹和三弟给我们补屋顶，还有打家具。至于娘和小妹，还是上山挖野菜吧。陆昭昭已经打算好了，等那个林玉儿嫁过来之后，就让她和那个江白氏钓鱼去，到时候多的鱼拿去卖掉。
江蓉儿留在家里为他洗衣服、做饭、干活，简直完美。夫君这是怎么了？一言不发的。娘子说的肥肉已经买回来了。县里猪肉铺掌柜家的小儿子缺一本启蒙三字经，我给他抄录了一本，又添了50文钱，换了10斤肥肉回来。有这样的好事？书铺里的三字经贵，他家小儿子尚未入学，其他读书人又不会自降身份为他抄录，自然便多了一些好处。夫君可真是厉害。娘子，这100株灵芝我分别去了城中3家铺子卖的，价钱不一，总共得了16两3钱银子。那些金银花送去了陈家药铺，药铺掌柜夸娘子炮制药材的手艺好，每一斤都多添了10文钱，一共13斤干花，每斤130文，卖了1两6钱银子。甘草拢共有9斤7两，陈家的老掌柜给算了10斤，每斤30文，13钱银子。这是我这几日抄书攒下来的，有9钱银子。这是上交的私房钱吗？夫君把银子都给了我，买药的银子要怎么办？夫君，娘子赠药之恩，江燕青无以为报。今日我去看病，药铺的大夫说我已不用再服药，只要慢慢养着便好。反派恶意值减30，恶意值9940，奖励种田积分3000，总积分19900。大嫂，咱家该做饭了，还没有油做菜呢。去熬油吧，油脂渣拿回我这屋里来。老是搬东西去厨房了。江白是看向一大锅的肥肉，眼睛都直了呀！这么多肉呢，他们哪来那么多钱呢？金银花的钱不会都花光了吧？那是要给老二攒的。那个败家小贱妇，早知如此，就不该让那个荣丫头做菜的时候放那么多油水了。老大和那个小贱妇的银子早晚都是他们的，他这么做不是败自己的家吗？哎呀，江白氏是肉疼不已啊，可也没法说什么。如今是那个小贱妇当家，这大家族出来的，啥也不会干不说吧，还净想吃好的。娘子，天还没黑呢。谁和你说那事儿了？娘子运气也太好了点吧，她得再写封信回京城去，她不能比娘子赚的银子少啊，不然娘子嫌弃自己怎么办呢？江燕青这会儿甚是怀念自己上一世的宅子和银钱了，她很想金屋藏娇，可暂时没金子呀。夫君，这株人参你过几日卖掉吧。好，等过几日，我为这株人参选一个好买主。只是娘子要记得我的话，不管如何，都不准去大山里。好，听你的。哎呦，谁呀？吓死老娘了！约摸着支扎出锅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所以我过来看看，免得错过了时间。大嫂，你坐。打开系统商城，才惊喜发现，这初级灵泉水居然上商城了，1瓶100积分。不过中级灵泉水确实没有，看这样子是因为他已经获得中级灵泉水，所以初级的才会在商城里出现。陆昭昭手里的灵泉水不少，就暂时没兑换，而是先花了10瓶的种田空间。种田空间1瓶已成10，总量40，兑换成功，扣除积分1万，总积分9900。兑换空间以后，陆昭昭随时再次进入种田空间，这里就变得很大了。退出来之后，就先点了1000种植，又豪气点了3次浇水。不过因为种的面积大了，所以所需灵泉水从一开始的1瓶变成如今的2瓶一次。他点了5次，灵泉水还剩下120瓶。而小麦的生长速度是肉眼可见的加快，最开始种的一批小麦呢，看着再有个半个月便能成熟了。如果再多用些灵泉水的话，保不齐就直接成熟了。但他如今手里有银子在，拿银子买粮食可比浪费灵泉水划算多了。灵泉水有了稳定供应，以后他和江燕青就可以每天1人1瓶了。大嫂，油熬好了。大嫂啊，这枝渣这么多呢，万一不吃坏了的话，那不就……以前娘熬猪油的时候，枝渣可有我夫君的一份？江白氏一愣，江蓉儿脸色也难看了。以前的猪油都是你公爹弄到的肥肉，想分给谁还不是我们的自由？你咋这么小气？是啊，今日的猪油是我夫君弄到的，所以想分给谁也是我的自由。作为当家人，我没短了你们的吃喝，这就足够了。希望娘不要忘了，无条件服从我这个当家人是契约的第1条。你，哎呦，
我的天哪，这日子可咋过呀？好不容易娶回家的媳妇儿可待我这个娘，我这没良心黑心肠的儿子呀，还帮着他，我活不成了。哎呀，昭昭不怕他们一直哭闹吵着你？夫君叫我什么？娘子。是才不是喊我昭昭的吗？我喜欢你喊我昭昭。昭昭。阿青。昭昭可以再唤我名字一下吗？阿青。晚上炖鸡汤还早着呢。大哥大嫂，娘喊你们吃饭了。大哥抱。江燕青神色复杂，垂眸望向这个名义上的弟弟。过了好一会儿，弯下腰将人抱起来。江清宝是十分喜欢黏着江燕青的，这个孩子早早便死在这个村子里，这是江家唯一待他如亲人的人。自他重生回来，一直都是不愿亲近这个孩子的，他不知该如何应对他。江家人不死，他满腔的怨怼根本无法消散，也绝不甘心。只是他们都是这孩子的家人呐。江燕青只抱他一会儿，再到上屋的时候便将人放了下去。江清宝是满脸委屈，大哥好像不喜欢他了。你大哥身子虚弱，你若是一直让他抱着的话，他的病怎么能好呢？妈，我不要抱着了。大哥大嫂来了，可以开饭了。二弟人呢？怎么这2日都不见他回来吃饭？老二这2天忙着游学的事儿呢，而且今儿个不是你说让他提早和林家提成亲的事儿，他得准备礼，那5000银子能干个啥呀？娘如果不需要的话，可以把银子还给我，我正好给夫君买几刀纸回来呢。哼，他就不该指望这个小贱妇有什么良心。A few moments later， 爹，今日该做衣柜了，还有桌案也在等着你们动手做呢。财主家驴也得休息休息吧。大嫂，我正要去干活。娘同我去我屋子一趟，我拿一些细白面出来，明儿个早上我要吃白面馒头。吃玉米饼子不就得了，咋还吃细粮呢？你这啥时候了你这么吃？这不是娘该担心的事。陆昭昭拿了白面，江白氏的眼睛开始在屋子里打转了。他准备看看这屋里有什么好东西能够拿走的。娘还愣着做什么呢？和面发面啊！砸什么砸？再砸就别吃饭了。大嫂啊，该吃饭了。娘蒸了馒头，而且林家来人了，说是商量下明天成亲的事情，娘喊你过去呢。陶罐中的花换成了绕墙开的凌霄花。昭昭，今日会晚归，勿念。大嫂，你快些吧，娘都催好一会儿了。急什么？村长，林嫂子，这就是现在我们家做主的老大媳妇儿。这心腹生的倒是标致，一看就是大户人家才有的气质。不过那些大户人家难道都没规矩的吗？婆母还在呢，一个小辈就当了家。哎呀，林嫂子可别说了，我这媳妇儿呀是大户人家的姑娘，她爹又对我们有恩，哎，现在到了家里，这性子刻薄一点，怎么能有什么法子呀？要我说，你就是太好说话了。谁家心腹不得挑水干活，上山打柴，伺候公婆小叔的？林家婶子是吧？我觉得林家婶子说的对，对待心腹的确应该这样，不然的话，他怎么会听话呢？哼，你还算是知道点规矩。你们大户人家的人多教养着长大的，不知道咱们村子里的规矩。我今儿个和你讲了，你也都明白了，那就赶紧把你婆母的管家权还回去。这个小贱妇不对劲儿啊！不过我可不是什么心腹，我是这家的一家之主。我很期待林婶子的女儿嫁过来，我会把今日学明白的东西一一照做的。林王是傻眼了，江白是心里骂骂咧咧的，他就知道这个小贱妇嘴里吐不出好话来。江家妹子，这就是你们家的态度？你让我咋敢把我们家玉儿嫁过来啊？我说老大媳妇儿，咱家让你管家也好几日了，如今你二弟妹要进门，咋能还让你一个人管着呢？
娘昨个晚上吃饱了撑坏的也该是肚子，怎么脑子坏了呢？你是忘了到底是因为什么才让我管家的吗？不然我就在这儿让娘清醒一下。不管因为啥，你个心腹咋能欺负婆母呢？娘，你也这么觉得吗？没啊，我可没这么说。那什么，林嫂子，我回头再跟你讲这事儿，这都是有原因的。你们家大儿媳妇当家，让我们怎么把玉儿安心嫁给你们家老二啊？林叔，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要娶玉儿。至于家里大嫂当家，这也是家里的一些小事儿。不管是谁当家，我一定不会让玉儿受委屈的。还请林叔相信我。哎，有你这话呀，我也对玉儿的婚事放心一些了。我不管你们家是谁管家，但是我们玉儿绝对不能受气。亲家你们放心，等明天的婚宴一办，这咱们可就是一家人了。我对玉儿那就是亲女儿一样。我们也正要商量这事儿呢。关于酒宴，咱们最好办上60桌，请全村，再请我们家县里的亲戚，还有你放心吧，这些咱家一定得出。昭昭，这可是你二弟的婚事，是咱们家的大喜事儿，这银子你得拿。还有1桌。什么？我说只有1桌，你们林家直系亲属和我们家的人吃一顿饭。那怎么能行呢？我们家有头有脸的，你这是欺负人呢。严轩，这你总要说句话吧？大嫂，你这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了吧？我是明媒正娶玉儿过门，谁还不是被名门正娶进来的呢？我说了1桌就只有1桌，如果你们喜欢风光热闹，那就去你们家办，江家我说了算。或者你们出银子，那我就为他们风光大办。你是穷疯了吧？你们大户人家都是这么教女儿的，让我们娘家人贴钱办喜宴，你怎么说得出口的？这灾荒年头，地里颗粒无收，眼看着大家都吃不上饭了，让我们家办60桌喜宴，你怎么说得出口的？那也不能1桌。那你们可以选择不嫁。大嫂，你太过分了。如果二弟有钱的话，也可以自己出银子。林家叔婶还有什么事吗？如果没有的话，别耽搁我吃饭。咋？你这是赶我们走啊？这可是江家，你个心腹当家，还要赶客人出门了，反了天了还！陆昭昭神色如常，微扶着门框，手微微用力，只见木头门框瞬间裂开一道缝隙，墙边直掉土啊！这林王氏刚想骂出口的话，瞬间卡了回去。他惊恐万分看向眼前这一幕。哎呦，我的门！哎呀，抱歉，稍稍有些生气呢。事实上，他心里是很震惊的。这几天他都在喝灵泉水，只知自己力气大了许多，但是到底有多大一直弄不清楚。刚才只不过想试试罢了，如果成功就可以吓唬吓唬这个嘴碎的妇人，如果不成功就当扶墙呗。万万想不到会有这么大力气啊！那他再喝下去，岂不是扛着江燕青能满街跑了？厉害呀！两位，请吧。林叔，林婶子，我送你们。你是不是想祸害死我们家呀？你这个没良心的！让我们早点办婚事的是你，现在连喜宴都不给办，你想干啥？娘，我还得问问你呢。你撺掇着林家人帮你要管家权，你想做什么？还有婚宴，你儿子娶媳妇又不是我儿子娶媳妇，哪有我办婚宴的道理？江家现在我说了算，我供着你们一家子吃喝，你们为家里做了多大的贡献？你们吃的是村子里多少人家都吃不上的，我这都是为了你们好，大办酒宴。人家不是都知道咱们家有钱了，更何况家里没钱。这听着居然还有点道理。呸，不对，有啥道理呀？这小贱妇根本就是不想拿银子，你少说的好听。好啊，那我就说点不好听的。娘，这家里我说了算，在你还没还清我的银子之前，你们也要按着那张契约行事，否则你大可以牺牲你自己，造福你全家。我将你告上公堂，不过到时候二弟的科举也受影响吧。江白氏看向陆昭昭，只觉得吧，他笑得像个恶鬼一般。他咋这么倒霉呢？摊上这么个儿媳妇儿。愣着干什么呢？我都饿了，赶紧吃饭了，一会儿我可要出门的。荣丫，这谁呀？婶子，这是我大嫂。哎呦，闺女，
你男人都病得快起不来了，你咋瞎了眼嫁给他了呀？我夫君身体健壮，性子温和，你哪只眼睛瞎了，看到他病得起不来了？我这是说好话，你咋这还骂人呢？我从来不骂人呢，我骂的一般都不是人。嘿，我这是活见鬼了！你个好赖不知的小蹄子，你嫁个药罐子，你早晚得守寡。老娘我好先和你说几句。哎呦！这出啥事了？没什么，那个人说不想坐车了，想锻炼一下身子骨。哎，那我回头把钱给婶子送过去。才出村呢，哪能要他的钱啊？大嫂，那是咱们亲婶子，你这把他踹下车去了，今天晚上他得找咱家去。那不是正好啊？正好什么？他刚刚骂我的话伤害了我幼小无助的心，得赔偿我点什么。他登门还省得我去打听他是谁了。江蓉儿是彻底无语了，是他天真了呀，他竟会觉得大嫂会怕。哎呀，我要去买一些杂货，杂货铺在哪儿？大嫂，这个杂货铺子很好的，娘总过来。嘿嘿，两位女客想看点啥？小店里的东西不说百全，但是你们说得出的基本都有。没什么，我要点常见的。店家可有靛色的棉布，最好能略带一些绣花的。我喜欢海棠花。女客，这是我们家闺女织的，您要是看着还行，我给算便宜点。掌柜开个价钱吧。不如1两5000银子。1两银子，掌柜要是同意，我再添置些其他东西。成。不知女客还要添置点啥呀？茶具。这一套茶壶，我算女客5000银子，这是明码标价的。陆昭昭点头应下。可有棉絮？有的。我要10斤棉。10斤棉收您8000银子。陆昭昭陆续又买了灯笼，还有一些纱，准备回家做窗帘和桌布，以及一些细碎东西。女客，布料1两，棉絮8000，茶具5000，您剩下的这些东西是1两3070文，我给您抹去了零头，1两3000，一共是3两6000银子。我拿着？难道你要让我拿着吗？我可是手无缚鸡之力啊！江蓉儿瞬间想到门框上那个五指印，她黑着个脸，扛着10斤棉花和一匹布。我们去肉铺，老板买肉。女客要买点啥子肉啊？梅花肉，还有这些筒骨我都要了。梅花肉，女客要多少？10斤。女客，10斤梅花肉5000银子，猪筒骨7斤半，数2000银子，一共7000。买完肉，陆昭昭又喊他带路去城里的点心铺子去。陆昭昭称3斤绿豆糕和2斤的荷花酥，还有2斤脆糖片，一共花费4000银子。买了所有想买的东西以后呢，陆昭昭也将城南区情况给摸清楚了。这富安县有东西南北4个城区，主街道占中，城西都是富人住的，城东是权贵，城南是小商贩居多，而城北则是书院书铺多。街道上人不少，酒楼茶馆人也多。若直接做生意对他没什么好处。这个时代士农工商，他一旦做商人的话，自家夫君江燕青也会受牵连。这做生意嘛，未必要自己经手。只一会儿功夫，陆昭昭心里便有了规划。江家妹子，你买这些东西是你婆母的意思？我听说你们家要和村长家结亲呢，这是买给他们的？我婆母他们今儿个大概就去城里给他们买了吧。这是我夫君让我买的，我与夫君连被子都没了。这江家婆子就不是个人呢，虽说大儿子是个药罐子吧，可那好歹也是儿子呀。说来也是委屈，这些年夫君每个月的俸禄都是拿着给了家里，连吃药都不敢从家里要银子，就怕拖累整个家，一心供着二弟让他出息。可是也不能这么糟蹋我夫君呢。哎呦，好闺女，可是苦了你了。哟，你这婆母也真是。我不怪婆母，我只是盼着她能对我夫君好一些呢。江蓉儿扛过来之后，看着一地的好东西，心里是极度的狠的。这样不行，他得赶紧成家去，才不要在这个家里一直被奴役呢。他这个大嫂啊，根本把他当做奴才了，这么多东西提回来，他都快累死了。蓉儿妹妹，你想不想知道大户人家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不就是县城里那些富贵人家一样吗？
我又不是没去过。真正的大户人家，公侯府邸，可不是县城里这样的小门户能比得上的。大嫂啊，这大户人家到底是什么样的呀？你给我说说呗。起一座宅子，便要大过江家村10倍，绫罗绸缎皆是次品，当属云锦最为金贵。雕梁画栋，白玉铺地，金银首饰每月都会换新的样式。大嫂啊，你再说说。放在那样的人家，这布连下人都不愿意穿，丫鬟随从锦衣玉食，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京城里的人做不到的。蓉儿妹妹，日后若是你2个兄长谁有了出息，去了京城，你便能接触到这样的人家。若是你的兄长们特别出息，甚至你与这样的人家结亲都未可知呢。江蓉儿一听，立马打消了要早早嫁人的念头。这大嫂人虽是不怎么样，可她说实话倒是挺对的。二哥日后是要去京城的，娘都说过了，这以后二哥出息了，说不定能让他当个郡主娘娘什么的呢。陆昭昭看着满脸写着心动的江蓉儿，笑意更深了。他自然不会让江家人入京的。当年江家人如何对待江燕青的，他就会怎么对待这家子人，谁都别想逃过。入夜，江燕青回来的时候，进屋怔了一下，才踏进来。屋子里靛青色的床单和被子都是新换的，桌上还铺了个桌布，糕点用小盘子精心装着，凌霄花开的正盛，而他的娘子躺在床上拿着一本书睡着了，而那书似乎是他的。江燕青桃花眼中现下往日里的冷漠疏离，多了一丝温柔。他悄悄把今日为他买回的吉杂放在书架上，随后走过来，偷偷亲他一下。夫君刚刚在做什么？我来而不往非礼也。夫君今日可累了？不是说要晚些时候才回来吗？昭昭这2日辛苦去山里赚的银子，竟全花在自己身上了。没，今日夫子让我们修身，是不累的。本该是与那些同窗去吃茶，可我想到了家中娘子在等，所以……江燕青微红着脸，拿了一个钱袋子。这是这个月的领生俸禄，娘子收着，额外的粮食要明日才会送来。正想再逗逗这位美人夫君呢，却听着外面热闹起来了。陆昭昭闻声爬窗户看了过去，借着月光能够看到，是江白氏拿了一堆明日所用的菜和肉，还有一件红色男子长袍，应该算作明日给江燕轩用的喜服吧。不过他们从哪儿来的银子呢？阿青，我们去看看热闹。外面江白氏昂首挺胸，好似打胜仗一般，得意洋洋地看向陆昭昭。哎呀，还是他们家轩儿有本事，这么多好东西是玉儿出的银子呢。哎呀，我们玉儿呀，可真是个好孩子，还没嫁过来呢，就知道孝顺婆婆了，知道疼自己的夫君，哪里像是有些人呢？娘，不是让你上山挖野菜吗？野菜呢？如果野菜没挖的话，那今儿个晚上的饭可就不用带您了。老娘不吃了。蓉儿妹妹，今晚把另外一只鸡也炖了，喝鸡汤。那咋行？那可是留着明儿个宴宾客的。宴客的话，娘不会去买吗？你不给银子呀？江白氏甚是绝望，他怎么摊上这样的儿媳妇呢？我还是那句话，这可不是我儿子成亲。老娘我跟你拼了！娘，不过是一只鸡，到时候儿子去买就是了。阿青挡在我面前做什么？他又奈何不了我。我是昭昭的夫君。好，那阿青要一直护着我。明儿个要接玉儿过门，咱家可不能去山里了。这是自然，我又不是不通情理的人。对了，我要的衣柜呢？我这要去和我爹给抬大哥屋里去，已经给做好了。这日子可啥时候是个头啊？老二，等玉儿进了门，你赶紧给我想办法，把那100两银子的债给堵上。管家权绝对不能在那个小贱人手上。娘放心吧，我会尽快让玉儿想办法的。玉儿一向是个有大福气的人，只要她想，很快就能成的。这还差不多。翌日清早，陆昭昭人还在江燕青的怀里睡着呢，便听到外面开始吹吹打打了。陆昭昭猛然间坐起身来。阿青，这是外面接了新娘子来吧？走，咱们也去看看。青宝，去把糖片分给左邻右舍的，就说是沾沾喜气了。哎，我这就去。岳父岳母，咱们先进去吧，我们该拜堂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礼成。江家妹子，今儿个起咱们可就是亲家了。这有些话我也不得不说呀，你可不能厚此薄彼。这大儿媳能当家，我们玉儿也不能落后了啊。咋的呀？一个管他还不够，还要再来一个？玉儿和你们家大儿媳一起管家的话也是可以的呢。
孩子，你说是吧？那天顾及着家里的面子，没好意思拿出来。林婶子，你可能对我当家的原因一无所知。江白氏瞬间脸色都白了。你这是干啥？这是大喜日子的。是啊，大喜的日子，若是没有人上蹿下跳的让我心烦，我也不会说什么呢。林婶子，我娘前阵子偷偷拿走了我的嫁妆100两银子，不知去做什么用了。她是自己承认的，而且写下了这张契约。在还清我的银子之前，一家人都要听我的，我来做这一家的主，所有人都签了字的。这上面只有3条，在看到不能借银子的时候，这林王氏脸色一沉，后面还跟着个附加的赠与也不行。这个小蹄子真是把话给堵得死死的，这是准备一直把控江家吗？哼，不过也没事，他家玉儿是个有福气的，早晚能还上。不过这江家真是可恨啊，居然一早不说这事儿。林婶子，这一家之主只会有一个，而我也会认真记得你之前的教诲，安心吧。林王氏气得差点仰过去，还让他安心？这小蹄子欺负他女儿啊！大嫂，今天是我大喜之日，你这是准备让我不安生啊？你的大喜之日，又不是我们的大喜之日。昭昭不过是给林家婶子解惑罢了。江彦轩一噎，林王氏看向这夫妻2人，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来。林家今日来的还有玉儿的大嫂和二嫂，他们男人都在城里干活呢。一看到陆昭昭，心里竟都有些快意。这么些年呢，家里因为林玉儿有福气，啥都紧着她，就差没当做大家闺秀养着了，一家子人都伺候她。现在好了呀，有个更难缠的嫂子在，有她委屈受了。林家人这饭吃的忐忑，看着江家老夫妻2人似乎都默不作声。不过也对，把柄在人手里呢，咋作声啊？这江家人本来也是没规矩的，要是按规矩，这娘家女眷是不能过来送嫁的。但江家愧对于他，还准他们过来了。至于当家的事儿嘛，以后再说吧。吃过了饭，林家人便回去了。娘，现在你也可以挖野菜了吧？公爹、三弟，今日该做桌案了，最好是能把椅子也给我做了。蓉儿妹妹，你江家嫂子在吗？村长在这儿没？没呀，这是出啥事儿了？咱们村子里那口鱼塘该起了，再不起的话，这天旱下去，那儿的鱼也活不成了。我们这不是想着问问村长定在哪天吗？这亲家人刚走没一会儿，李嫂子，你这不是来晚了吗？这会儿人估计都到家了。得，那我去看看。切，什么再不起鱼塘，鱼塘里的鱼都要死了。我看是他家要熬不下去了，一个寡妇家的。哼，娘，上山去吧。上山就上山。大嫂啊，我还能干点什么？把家里收拾干净，把衣服给我洗了。还有，刚刚那个李家婶子，她家是什么情况？哼，她呀，她家以前是猎户，住山里头的，可后来呢，她家男人呐被山里大虫给吃了，才回村里住的。她家有2个儿子，一个闺女，闺女今年才5岁。哼，谁不知道啊？她家快活不下去了，哪是鱼塘的鱼撑不住了呀？根本是她撑不住了，真是可笑。这样啊，她人怎么样？这不知道，她成天闷在家里，谁知是个什么人呢？哎，大嫂，不过我娘说了，她那个人不检点，她住咱们这条街最东边。干活去吧。蓉儿妹妹，还有大嫂，我才把碗洗完了呀。去洗衣服吧，河边不是还有一点水？你去洗衣服吧，我就在这儿歇一会儿。姐姐一直盯着我们家看，你是找我娘的？我是前面江家的，在这儿等着我妹妹洗衣服回家呢。看到你们家热闹，便多看了2眼，是不是吓到你们了？这个当做赔礼吧。少年咽咽口水，后退2步。不用了。你是江家的大媳妇儿？
李婶子，你这是谁欺负你了？怎么红着眼睛啊？哎，没啥事儿，风大迷了眼睛。陆昭昭没有拆穿他，大概村长没同意提前开堂吧。我是来等妹妹洗衣服的，也有些好奇开堂的事情。婶子，这开堂的事情可定下来了。提到此事，李氏就心酸不已的看着院子里的孩子们，他眼睛更红了，勉强笑着哽咽道：没，村长说这会儿开堂太早了，说再熬上1个月的。哎，其实哪里是开堂太早，是他们家的三儿子还没成和军的白鹿书院回来，他哪年呀都是要等到这个日子再开堂做一顿全鱼宴，村子里的水塘眼看着也快干了。我这样啊，日子是过不下去了，就指望着那点鱼熬下去。如果死一批鱼的话，哎呀，瞧我，你个心腹，我和你说这些糟心烂肺的事儿做什么？这不是给你添堵？阿娘，姐姐欺负我娘了。别胡说，人家姐姐是关心娘，没人欺负娘。你赶紧回家去。他抿着唇，不甘心的回了屋去。对不住啊，我这儿子。他也是担心李婶子。其实我也能盼着能早点开堂呢。如果真的和婶子说的一样，那这堂明日就开。这些小食给家里几个孩子吃吧，我最近牙疼，吃不得甜的。这咋好意思啊？这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我与李婶子一见如故。李氏一脸愧色，他并不想收，但是他又看了看家中的孩子，就红着眼睛说道：等开了堂，我给你做捞鱼肉饭送去。大嫂，我衣服洗好了。他瞎了？陆昭昭这个活阎王还有这副嘴脸呢？婶子，我们就先回去了，明日开堂的时候我再与婶子说说话。哎，阿娘，那个姐姐是什么人啊？是大好人。少和，你得记着这个姐姐，以后不管有没有出息，都得报答人家，知道吗？哦，那个大嫂啊，你刚才怎么跟那个李寡妇有说有笑的？我和谁有说有笑，还要和你知会一声吗？没有，我就是娘跟我说她，我需要和娘知会一声。江蓉儿本想讲道理的，可转念一想，连娘都被安排的明明白白的，就闭嘴了。蓉儿妹妹，咱们村子的鱼塘在哪儿啊？鱼塘？大嫂，咱钓鱼不能去那儿钓鱼的，那边常年有人守着的，那是咱们村里的鱼。我知道，我只是想去看一眼啊。这个呀，那好办呢，去南边那个小山丘往下看就能看见了。你把洗干净的衣服晒好，跟我去看看。哦，江蓉儿被使唤的已经麻木了，只盼着日后哥哥出息了，让这个陆昭昭死得惨一点。这堂的确应该开了呀。开堂做什么？村长咱们家亲戚，甭管啥时候飞鱼都少不了咱们家的，而且还会多分一点，那可是咱们亲家。哼。老大媳妇儿，这桌案做好了。江蓉儿一看这屋里大变样，心里都酸极了。二哥屋里都没这么好啊，他那个屋子就更不用说了。公爹，桌子记得早些做好，还有椅子。成，知道了。那就好。对了，做好了桌椅，公爹和三弟记得帮我们用剩下的木头把床也换了。把这些都做完的话，那是一点木头都没有了呀。他本还打算给老二媳妇再打个箱子呢，虽林家已经送了箱子，但自家咋能不对老二媳妇好点呢？那才是自个儿正经儿媳妇。至于老大家这个，是个早晚得死的丧门星而已。现在不撕破脸，那是因为他还有用。公爹愣着做什么？该不会是不想做吧？老大媳妇儿，你这床不是还能用吗？陆昭昭点头，但是理直气壮。我想换，而且公爹不干活的话，怎么能吃饭呢？这个家不干活是不能吃饭的。你这是啥话？这是当年你们对我夫君说过的话呀。老大这个白眼狼，竟把这些都给说出来了。再说了，他们养他这么些年呢，让他干活了吗？他银子本来就该上交的，还有他那个身份本该就是他们的。早知当年就不指望他干活养活轩儿了，直接溺死了事得了。陆昭昭冷眼看向江大成，当年江家夫妻没孩子，捡了江燕青，用包裹他的好料子和被人留下时放的几十两银子熬过苦日子，起了如今的房子。
没过多久便生了江彦轩。江彦轩出生之后，他们就准备掐死江燕青，好让自家儿子日后顶替他。可转念又一想，家里没啥帮衬的，而且掐死这个孩子，在村子里他们也没法做人了。于是干脆准备让江燕青日后给江彦轩当牛做马。就这样，江燕青活了下来。因江彦轩是男主，所以所有人都只会说江家老二对儿子极好，是慈爱温柔的，并无任何人站在江燕青的角度来看，去了解一下被他们苛待的江燕青，在知道真相之后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他陆昭昭不一样，他比江家人善良多了，至少他给他们吃了玉米饼子。可当年江燕青呢，那可是饿得都快喝水了。爹，干活去吧，今晚我要看到一把椅子，没有的话，建议你就不要吃饭了。我呸！我江家咋出了你这么个恶妇？老大惯着你，老子可不惯着你。江家老三看着只感觉害怕，这一脚若踹自己身上的话，公爹，打一家之主，在我们大户人家，这叫以下犯上，是得抽个几十鞭子的。江大成从地上爬起来，疼的表情都扭曲了。晚上椅子，懂吗？没事就都出去吧。我一个柔弱妇人，夫君还没回来，公爹和三弟在我屋子里多不方便呀。江家老三立刻就明白活阎王什么意思，不对，是大嫂什么意思。爹，大嫂说的对啊，而且大嫂当家呢，家里饭都是大嫂给的。再说了，你要是闹的话，不是耽搁了二哥洞房吗？江家老三是连拖带劝的，可算把人给带走了。江蓉儿咽了咽口水，她总觉得他可能随时要打自己一顿。蓉儿妹妹，天黑了，你该去做饭了。我这就去。江蓉儿只感觉自己死里逃生啊！看着文弱的大嫂，这一巴掌怕不是能打死他。他之前还以为是门框不结实呢，现在看来是大嫂太结实了。人都出去以后，陆昭昭果断拿一瓶新的低级灵泉水喝了。他担心的果然没错，这江家人图穷匕见，这才几天呢，就想跟他动手了，真是做梦啊！他既然准备奴役这一家子人，别说有灵泉水了，就算是没有，他也会赚了银子雇几个打手过来，都给他老实点。外面后院，默默干活的江老三不敢提刚刚爹的糗事儿。江大成也心有余悸呀，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呢？这儿媳妇是打不得也动不得的，只等日后老二出去了，再让老二以权势压人，让官府收拾他，再或者是毒死他。就这一点东西，娘不会上山偷懒去了吧？你还有没有良心呀？你在家里享福，老娘上山挖野菜累得半死，你还说老娘偷懒？这山里都快被那些饿死的货给啃光了。是吗？但是我们上山可不是这样的。哎呀，江白氏是有苦说不出啊。算了，娘和我不是一条心。不过我这个人大人有大量，原谅你了。比起此事，我有一件事情希望娘一会儿就去办。你想让我干啥？去村长家，不管你用什么办法，我明天要鱼塘开塘。啥玩意儿？娘没听清吗？我让你去给我想办法，明日我要咱们村的池塘开塘。我呸！你疯了，老娘我还没疯呢。鱼塘关你啥事儿啊？村长不开塘一定有他的道理，咱家可是他们家亲家。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敢让玉儿难做，鱼塘开不开塘与我无关，但我不开心可就与你们有关系了。如果鱼塘不开塘，娘可别怪我翻脸无情，咱们就公堂上见吧。你这是想逼死谁呀？咋就这一招？你想威胁老娘多少次啊？既然这一个法子好用，我又何必再想其他法子呢？娘，你说对吗？江白是心里骂骂咧咧的，可把柄在人手里呢，他只能靠自家男人了。他管不住这个小贱妇，总不能一家子人都管不住吧？江大成站在门口也黑着脸，哎呀，刚才被踹那一下子，他到现在肋骨还疼呢。老婆子看他干什么呀？想让他跟着挨打不成？公爹也一起去吧，你们两人一起应该会更早办好此事的吧？办好了，晚上你们回来吃饭，
办不好的话，咋还把他也搭上了？老大媳妇儿，不是我和你娘不帮你，你得知道，这鱼塘晚点起是村长家定下的规矩啊。与我何干？他又不是我爹，公爹和娘还是赶紧去吧。陆昭昭冷眼看向他们，这江家一家子人出俩秀才，他们在村里有头有脸的，而且还把邻家女儿给娶回来了。他们找村长家去，有啥事不好商量啊？见俩人磨叽不动弹，你们要是不去，那我可要敲二弟和弟妹的门了。我相信林玉儿一定能够办成这事儿的。你站住！你不准去！我是不是太好说话了？他怎么造孽碰上这么个小贱妇啊？去，不就是要去林家吗？我去总成了吧？陆昭昭目光落江大成身上去，江大成知道躲不过去了，只能跟着一块出门了。蓉儿妹妹，做饭去吧。哎呀，孩子他爹，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呀？咱们咋跟亲家说呀？这要是说不成的话，那个小贱妇不得让一家子不安生。能咋办？不管咋，都得让林家答应了。真是晦气！你就该打他一顿。我打不过他，你个大男人总能打得过。他是打了，可没打过呀。林家，林村长和林王氏正吃饭呢。林王氏一边吃着饭，一边训俩儿媳妇儿。你个窝囊没用的，还愣着干啥？连开门都不会了。真不知道我儿子娶你这个废物干啥的，早知道当年就该把你给休了。这么些年了，也不见你下个蛋出来。林家大儿媳被训的是眼睛通红，去开门去了。叔婶儿，你们进来说话。亲家，可是出啥事儿了？玉儿可才嫁过去，莫不是你们家大儿媳妇欺负她了？你们家那个大儿媳妇可真不是个东西。我要是你们，我就不让她进门，再不济让儿子休了她也是好的。江大成更尴尬了，给老婆子一个眼神儿。那啥，亲家，不是玉儿有啥事儿，是我们老两口求你们正经事儿的。有啥事儿只管说就得了，求个什么呀？江大成江白氏对看了一眼。亲家，咱们就是想能不能明天鱼塘开堂啊？一瞬间，屋子里陷入安静之中。村长的老脸上没了笑容，外面天彻底黑了下来。娘，你们回来啦！大嫂，可以开饭啦。荣耀，你去给你二哥他们送点吃的。哎，我这就去。不用了，他们新婚燕尔的，打扰他们做什么呢？饿了忍一忍就过去了。我和夫君劳累一整日，还得多吃点呢。阿青，我们吃饭。娘，多吃点。今天的肉菜，青宝年纪小，长身体可以吃。其他人什么时候干活干到了我满意的程度，什么时候再吃肉菜。以后也是。凭啥呀？老娘也干活了，你还让我和你爹去给你找村长说开堂的事儿，咋？我连肉都不能吃？娘，我这是为你好，你年纪大了，得吃点素的，对身体好。江燕青垂眸，不知是不是巧合，陆昭昭的话，他以前总在江白氏这边听到过。老大，娘都是为了你好，你病着吃不下东西，喝点米汤就行了。那个时候他似乎就是这样说的呀。如今看江白氏也这般吃瘪，江燕青浅浅的笑了。反派恶意值减10，恶意值9930，种田积分加1000，总积分10900。哎呀，他的阿青可真好哄啊，只是为他夹菜而已嘛。这恶意值看着挺唬人的，实则都是江家这帮黑心肠的人让他受的委屈。江白氏看着一盘子肉，自己却没得吃，嘴里野菜都没滋味了，而且这个小贱妇还不让他吃馒头，明明饼子吃的噎得慌。吃过晚饭之后，娘，开堂的事儿办好了。江白氏脸色更加难看了。林村长那个老东西啊，差点没把他们给吃了。最后还是他跟大成答应，等陆昭昭的银子还完之后，让他们家闺女当家，这才准了明天开堂。就连自家轩儿啊，都得给他们家小辈儿教书去，真是亏大了。事儿成了，真是不知道你发的哪门子病。陆昭昭瞥他一眼，他立马不敢说话了。既然如此，那我就先回了。明天家里的活，我明早再给你们安排。昭昭想吃鱼了？应该不是。如果他想吃的话，
早让江家人去想办法了。阿青在想什么呢？没，只是在想昭昭怎么会提起开堂的事。今日见了李家婶子，听说村子里很多人都等着鱼塘开塘呢。鱼塘的水位也下降的厉害，如果不开，鱼会死一批，有些人就更难熬过今年了。江燕青却想起来了，上一世这鱼塘开得晚，未等村长家3儿子回来吃全鱼宴，导致村里一户人家只分到1、2条鱼，的确有人家饿死了。李婶子也是因为没粮食，冬天冒险上山去，想用男人留的弓箭打些小猎物回来，结果碰上大虫，人就没了。他的儿子为给李婶子报仇，半路堵截村长家小儿子的马车，和对方的马车一起跌落山崖了。不过因为林家有个林玉儿在，那个女人邪门得很，林家小儿子很快就好了，倒是李婶的儿子就那么没了，而他的一对弟妹也被人拐走了。阿青又发呆。昭昭与他们非亲非故，为何要帮他们？他没问出口的还有，为何会毫无戒心对他这般好呢？如果这个世间真有这样好的人，那为何上一世他遇不到呢？自然是因为我也很想吃鱼啊，凑巧而已。翌日清晨，哎呀，还是我们玉儿懂事，知道做人家媳妇儿该怎么做，这才来就把嫁妆交上来了。哎呦，玉儿呀，你可真是娘的好儿媳，我们家薰儿娶了你，算是娶对了。大嫂，青宝喂的小兔子。青宝真乖。蓉儿妹妹，今儿个给青宝煮2个鸡蛋吃。哎，知道了。玉儿啊，你放心吧，以后你就是娘的亲闺女，谁要是敢欺负你，你这是要干啥？娘不是才说了吗？弟妹交了嫁妆给您。你疯了？那可是玉儿孝敬我的。娘误会了，这应该是弟妹交给家里的伙食费。难道接下来她不用吃蓉儿妹妹做的饭吗？不在这个家住着？江白氏惊呆了，一旁的林玉儿也被这番说辞给惊住了。她这个大嫂还真是无耻啊，她娘都没这么对待过儿媳妇啊。大嫂，玉儿和大嫂不是一家人吗？我姓陆，你姓林，咱们怎么是一家人啊？可我们现在都嫁到了江家，是江家人啊。我是江家的一家之主，弟妹你才是嫁来江家吃白饭的，咱们依旧不是一样的人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娘辛苦把夫君和大哥养大，你嫁过来不伺候娘，还要从娘的手里要钱。弟妹误会了，我不是冲着娘要银子，是冲着你。你嫁过来的嫁妆既然交给娘，那就是你默认了嫁妆交给家里，这家里的一家之主是我，除非弟妹不吃饭了，那这银子你自己拿着。不过那可就算是分家了呢，契约书上二弟可签了字，你若是想分家，也只能让你自己分出去。弟妹，你喜欢哪个地方？我出5文钱，剩下的你自己拿，想个法子盖个屋子去吧。林玉儿无助地看向江白氏，江白氏老脸满是麻木啊，恨得牙痒痒，最后气急败坏将银子给拿了出来。你欺负他干啥呀？给你还不行？嘿，2两银子到手，陆昭昭满意极了。弟妹可真是个贴心的人，知道上交嫁妆给家里。弟妹放心，我一定把你当亲妹妹一样对待，和蓉儿妹妹一样。林玉儿一脸苍白看了眼在厨房做饭的江蓉儿，甚是害怕。不过她却不慌，她并非诚心把银子交给陆昭昭的，那个女人拿她的银子还敢欺负她，今日定会倒霉。开膛了，鱼塘开膛了！哼，他倒是有那个狗命。真的开膛了，我婶子，既然开膛了，就快去鱼塘等着吧，我们也正准备去呢。哎，我这就去。咋今年这么早开膛呢？爹娘怎么想的呀？三哥哥还没回来呢，他三哥哥最喜欢吃鱼了，奶娘不都等他回来捞鱼之后办一场全鱼宴才分给各家的吗？凭什么现在就分了呢？青宝，走吧，大嫂带你去看鱼塘开膛。真的？大嫂，咱们快走吧，现在就走。公爹、三弟，这往家里拿鱼的事儿就要麻烦你们了。
不过你们不用急，先去继续做活儿，等鱼分好了，我再让人回来喊你们。这林玉儿心底更焦虑了，这一家子还真听她的话呀。还有嫁妆给了婆婆之后，竟落在那个大嫂手里去了，真邪门儿。走吧，开堂啊可是大事儿，玉儿你也跟着，一会儿你可得跟你爹娘说说，咱们家得多分一点。我一定和爹娘说，就算明面上不能分，私下里也一定让娘多给咱们家补一点。娘，咱家的银子凭什么都给大嫂呀？我那2两银子怎么想也不该落到她的手里。不管他，他就是个丧门星，以后这银子早晚能回来。林玉儿越想越委屈，就算她是江家东西了，那不是应该的吗？她都是江家儿媳妇了呀，而且轩哥哥不也往家里交钱的？玉儿呀，你那儿可还留了银子，要是留了银子，你别先给娘用，娘把你大嫂的银子都还上了，那张什么契约也就不管用了，到时候这个家就让你当家。林玉儿心底是一阵厌恶啊，2两银子没了，她竟还想从自个儿手里抠出银子出来，真是做梦。娘，这2两银子是玉儿所有的积蓄了，而且玉儿是孝敬您的，如果不是为了孝敬您，也不会被大嫂看见。江白是没说话，他手里绝对还有银子，就是不乐意拿出来。不过也没事儿，反正有轩儿在呢，轩儿总会有办法的。这么想着，江白氏就没继续为难他，笑呵呵带林玉儿去看开堂了。前头，陆昭昭将2人的话听了个清楚，唇角微微上扬。这一家的银子呀，不管什么来路的，用什么借口，最后都得落他手里去。在江燕青恶意值没彻底掉光之前，这一家子罪孽都不算还清了，更何况他们实在是不太可爱，眼里对他的算计和恶意那是掩盖不住的。哼，以为他是瞎子吗？这个缺心眼儿的，咋着就不知道谁近谁远？哎呦，三嫂，咋带着你们家这黑心肠的媳妇儿也来看开堂？你咋说话呢？我们玉儿好好的，咋就黑心肠了？哈，玉儿，哎呦，你看，哎呦，我这不是给说岔了吗？忘了你们家左盖娶了玉儿进门呢。我说的可不是玉儿丫头，这丫头可是出名的有福气，咋能黑心肠呢？我说的是你们家那个药罐子的媳妇儿，我去城里路上就跟她说嘴了几句，让她给我踹下马车了。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你一口一个药罐子的，我听着难受。今儿个四婶还不改叫法，我就送你一起下去抓鱼，怎么样？老大媳妇儿，你这是说啥话呢？娘，我当然说的是人话呀。四婶子一直说我夫君是个药罐子，说他是个短命的，说我瞎了眼嫁给他。他都这么骂我咒我夫君了，你怎么还护着他呀？难道我夫君就不是娘的儿子吗？你这个小贱妇，你说什么呢你？谁说他不是老娘的儿子了？你少在这给我找事儿！你和你男人一样，都得是个短命的。娘，陆昭昭眼神泛冷，心里狠狠给他记了一笔，嘴里倒还是委屈。娘心里一直就是这么骂我的吗？你这是盼着我和我夫君去死呀！我说江白氏，上次我就瞧见你欺负你家儿媳妇，这次咋又欺负人家呀？亏得你家老二之前还求我，让我别把那天的事儿说出来。你这样，那我可啥都说了啊！咱哪都有你？怎么的？你还想把那天的事儿都让我嚷嚷出来？江白氏立马安静了。为了日后老二的名声，他可不能犯浑呐。也不是我说你，江家老大那也是你儿子呀，你咋就心眼子那么偏呢？非得逼他去死啊？谢谢武大嫂为我说话。你也是，咋能天天被这个老泼妇给欺负呀？听嫂子的，下次他再敢欺负你，你就到嫂子家里告状去。好，谢谢嫂子。三嫂，你这儿媳妇儿可是把我……你可闭嘴吧！没瞅着啥情况吗？踹你咋了？他不踹我都是好的。四婶，你别误会，我娘的意思是我这个大嫂，她脾气不好，又会装模作样的。你也看到了，她装的可怜，大家都信。你有啥委屈，回头咱们给你想法子。可是现在不成。行，那我等着。一共是9380条鱼，
咱村一共418户人家，一家分20条，剩下的鱼咱们老规矩交给村子里卖掉，来年好买鱼娃子。蓉儿妹妹，你去喊公爹和三弟来拿鱼。江蓉儿已经习惯被大嫂支配了，立刻去喊人去。林玉儿看到后心里忍不住嫉妒啊，等她以后当了家，也定要过这样的好日子。爹爹，我婆母都在那儿等了好久了，你想想法子，给他们先拿鱼吧。让他等着吧。爹，女儿才嫁过去，你要伤婆母委屈，那女儿以后怎么办？行了，这人多着呢，要是先给他们分了。爹，江家2秀才公呢，先分咋了？哎，分鱼先分读书人家，读书人家的读书人以后要是出息了，中了举人，当了大老爷，是能给村子里增光添彩的。成，咱们先分秀才公家，江家2秀才公呢，先分他们家。嘿嘿，玉儿，看见了吗？啥事儿不能表现得太明显了，你得让他们主动。上杆子可不是买卖，还得被他们反对。你学着点，这当家的事儿也是一样的。等以后你婆母把你大嫂的银子还了，让你当家，你要学着点。是爹，玉儿知道了。行了，回你婆母那儿去吧。还是我们玉儿有本事，能让咱们家少等一会儿。不像是有些人，就知道让这一家子跟着吃苦受累的。陆昭昭瞥了眼江白氏，并未作声。大嫂，娘她不是这个意思，娘是……弟妹不用解释，我怎么会生娘的气呢？哎呀，老大媳妇儿，那这些鱼卖了，银子可就算是我还你的一些了啊。娘，这不是村子分给各家的吗？我和夫君也是江家人呢，我们江家又没分家，这鱼卖了的银子只能充作是家里买粮食的钱才对。咋？平时我没给你干活，我干的活还不够买粮食？娘和家里人干活，我发了工钱，这阵子的粮食都是我供着爹娘和一家人的，因为我们没分家。江白氏黑着脸，这些鱼他居然也不放过？娘要是觉得不服气的话，那咱们这日子不过也罢。又是这一招，江白氏恨死那张契约书了。行，蓉儿，这条鱼今天吃，剩下的鱼你做成腊鱼，给家里存着，冬天好吃。江蓉儿一听这鱼都不卖了，顿时是高兴不已的。婆母，你也得帮忙呢。江白氏黑着个脸，上手准备杀鱼去了。大嫂，我不舒服，我先回屋了。他可交了2两银子呢，凭什么干活啊？二弟妹，签了吧。凭什么我也要签？二弟妹不是江家人吗？如果不是的话，那就不用了。求助一般看向江白氏，只见江白氏默不作声。这事儿找他没用啊。我自然是江家人，可是……林玉儿恨极这张契约书了，更愿想拿陆昭昭银子的江白氏。要不是他拿陆昭昭银子，也不会有这些事儿啊。他迫于无奈便签下契约。弟妹不是不舒服吗？回去歇着吧。陆昭昭回了屋去，才一进屋，就好似脚下有什么东西拦他一下，他一个踉跄摔倒在地，好在扶住一旁的桌案，没摔个瓷实。从地上站起来，陆昭昭人还没站稳呢，冷不防又是一个踉跄，这次更过分了，头差点磕桌案脚上去。还好啊，他喝下灵泉水之后人也灵敏了，才免过一劫。这么倒霉吗？陆昭昭整个人都惊了，就因为今日他欺负那个林月儿了，这也太他妈邪门了吧。陆昭昭这回啊，从地上爬起来，也学精了，更加小心挪到木板床上去。这次倒是没事了。主人，林月儿是这个世界的女主，有大气运加身的，谁欺负她都不会有好下场的。经系统这么一提醒吧，陆昭昭感觉有道理。不过让他放过这么一枚好棋子，那是不能够的。昭昭，哼，大哥能得了啊！京城里平阳侯府都有人给你来信，如果不是我出门正好撞上了，给你送信的人，我都不知道。啥？平阳侯府？什么平阳侯府？你咋和京城里的人通信了？谁让的？是不是你？是不是你？你没嫁给他之前，他啥时候写信给京城了？不过是写封信，娘这么激动做什么？虽然他并不知道江安青为何会给京城的平阳侯府写信去，但既然写了，那他先把事情揽下来，等回了屋再让他说就是了。他陆昭昭的男人，还轮不到旁人来教训。反派恶意值加10，
恶意值9950，反派恶意值加20，恶意值9970，反派恶意值加30，恶意值10000。警告：反派恶意值已满，危险等级提升，请宿主即刻抹杀他。闭嘴！主人，999不是故意的，是系统自动提醒。江燕青抿着唇，握紧陆昭昭的手，这样方能平复心中对江家人的杀意。是啊，娘，这般激动做什么？我不能写信，为什么？他心虚啊，他不是害怕江燕青这个小杂种和京城有联系，才知道些什么吗？任何一点可能，他也不能让这个小杂种坏了轩儿的好事啊！你娘这是关心你们，京城里都是大人物，你们给这样的人家写信，万一得罪了人的话咋办？咱们一家子不都得跟着没命啊？是啊，兄长，我一直以为你是个本分老实的人，就算你读书读得再好，你身体不好，根本熬不下科举，以后也走不出这村子。江家还得靠着我，你如果现在得罪了京城里的人，那以后我科举岂不是特别艰难？你这是在害我。幸好我今天撞上了那个拿了信的人，不然一家子啥时候被你害死了我都不知道。老大，你给人家写信到底要干啥？江燕青眼底嘲讽，敛去杀意，抬起头的时候依旧是和平日里一样，冷漠又平静。没什么，不过是平阳侯府的小公子看我文章写得好，所以才通了信，希望我能多为他写几篇文章，教他一些东西罢了。我呸！你在这骗谁呢？你当老娘我好糊弄的？我告诉你，你要是再敢往京城里写信，阿青就算是写了，你能怎么样？他只是要害死一家子。是啊，大嫂，这话你相信吗？他怎么能和平阳侯府的小公子认识？平阳侯府那样的大户人家，要什么样的先生找不到？竟然将书信送来我们这穷乡僻壤的地方。平阳侯府的小公子读书不好，是我告诉阿青的。阿青写了文章过去试试，被小公子看中了，有什么问题吗？倒是二弟，你如何会凑巧碰上阿青的信啊？我今日去城中吃茶，碰上了个人鬼鬼祟祟的，不小心撞我身上，他拿着的就是给兄长的信。你将信拆开了？我撞到那个人，信不小心被拽开了，我才看到的。这也是老天爷的眷顾。你别在这恶心老天爷了。你拆开了阿青的信，就知道那里面写了什么。你这副希望一家人讨伐阿青的嘴脸是为了什么？你不知道里面写的是对方希望他做先生？咋？老二可是咱们家以后最出息的，他关心一下这事咋了？照我说，这信老大拿着也没用，都是秀才功，老大会的，老二也一样会。就让轩儿给小公子回信，以后他办事也行，不办事那也是得记着老二的好。等他考科举的时候可是帮衬呢。老大，信拿出来，平阳侯府的地址也交出来。哼，我是不是太仁慈了？让你们觉得不要脸也不是大事儿啊。准备迎战。咋？你想干啥呀？你还要打人？轩哥哥，你怎么打人？别误会啊，弟妹，我从来不打人的，我打的一般都是狗。你敢打我儿，我跟你拼了！你想要做什么？你这个没良心、黑心肠的，你看不到他打你弟弟。老娘要是知道你是这么个黑心的东西，老娘当年就该把你溺死。这一拳是让你清醒一下，不是你的东西不要碰，这一拳是让你记住，再敢欺负阿青的话，会比这痛苦上百倍。这一拳是让你知道，在江家你姑奶奶我说了算，分家不能，挑事儿就打得你们服气为止。别打了，别打轩哥哥！站住！你要是敢出江家门，我保证你回来就可以守寡了。江大成脸色难看，肋骨又在疼了。江老三直接躲老远去，陆昭昭打够了，才放过这个江彦轩。看着眼前鼻青脸肿的猪头，陆昭昭只感觉赏心悦目，就比之前那个狗脸好看多了。江彦轩人被打懵了，他一个读书人呢。轩哥哥，你没事吧？你想干啥？我可是你婆母。可是你没做婆母该做的事儿啊！
阿青不是你儿子吗？问你，这封信该让给谁？你打我儿子干什么？我打你，岂不是成了殴打婆婆的恶人了？所以你说的不满意，我就打你的宝贝儿子。不该让给谁？这才对嘛。阿青，放开娘。我这个人是不太喜欢讲道理的，除非高兴。婆母欠了我90多两银子，为了不去蹲天牢，所以将这江家的当家权利让给了我。那契约也是你们一家子签的。既然在我手里吃饭，那就有个人在屋檐下的自觉。我是一家之主，那阿青就是我的夫人。不对，阿青是我的夫君。这个家我老大，他老二。再让我看到谁欺负他，我不打其他人，只打他。好了，不是说该吃晚饭了吗？我都饿了。蓉儿妹妹，吃饭了。大嫂啊，我去收拾，我马上去。江蓉儿都被吓懵了，大嫂是真的厉害啊，竟敢打二哥。阿青，我们去吃饭。江燕青乖乖点头。反派恶意值减100，恶意值9900，种田积分加1万，总积分20900。这个猪头是谁啊？闭嘴，吃你的饭。他是你二哥哥。人呢，要是不听话，就会变成猪头的。二哥，那你咋不听话？江叶轩很想堵住弟弟破嘴呀。吃了几口饭，他只感脸疼得厉害呀，干脆喝下鱼汤便回屋去了。林玉儿眼中眼泪都收不回去了，也跟着回房去了。轩哥哥，你没事吧？没。轩哥哥，你放心，明天我就把这件事情跟我爹说，让我爹想办法把他赶出村子去。他那种恶人，最好是能跳下山崖，尸骨无存。林玉儿一边哭着，一边诅咒那个陆昭昭。他恨谁的时候，只要这么一说，那定会实现的。之前李寡妇的男人在山里抓小兔子被他看见了，他让他把兔子给放了，他非常不愿意。他那会儿就是这样说的。之后那个男人便被大虫给吃了。我娘欠了他的银子，一家子都欠了气。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契约拿走，或者是还上银子。玉儿，你会帮我的，对吗？我当然会帮轩哥哥了，我都是你娘子了。那就好，你先帮我上药，这几天你别和他起冲突。等我想好了法子，你按照我说的做。公爹，明日再做个大浴桶吧。我看到后面的木头除了做床，还能做个浴桶。好，我和老三明儿个就做。那就好，其他人明日的活儿我明天再说。你个窝囊废，我咋就嫁给你了？咱们家轩儿挨打，你咋就不拦着点儿？我拦啥？连轩儿都挨打了，我拦着我不挨打呀。再说了，你们咋就当他的面提这事儿啊？私下里和老大说不就得了？老大还敢不把这天大的机会给轩儿？能吗？咋不能？你可是他娘，我是他爹，他要是敢说不，就威胁他，说去衙门告他不孝。他以前不就挺老实的？只要这事儿不告诉那个恶妇，不就啥事没有了？江白氏也觉得此事可行，等回头他便找那个小孽种要信去。那可是能和京城侯府里的小公子联系的机会呀，咋能给他那个短命鬼呢？阿青不害怕我吗？我可是会打人的。昭昭不是说了吗？你只打狗。阿青说的对，我只打狗。我是偶然在同窗那儿听闻的，平阳侯府小公子读书不成，平阳侯府四处寻名师，所以我就写了一些文章和一些读书窍门，好换取银钱。为了不被发现是我做的，我改了姓名，换了地址，还要求对方银子和书信分开送。上午的时候我取了银子，本想下午去取书信，结果江燕轩眼神泛冷，上一世也是这个样子。江燕轩幸运的好像这个世界都是他的一般，任何对他不利的人或者是事都会慢慢的消失掉。陆昭昭听明白了，他家这个大美人啊，果然很倒霉。这是平阳侯府小公子送过来的200两银子，娘子收好。
阿青可真厉害。江燕青面色一红。阿青，该洗漱了。二弟妹，早啊。大嫂，二弟怎么样了？脸好了吗？好多了。二弟这伤得好好补一补才行。一会儿你跟蓉儿去钓鱼吧，家里的鱼都做成腊鱼了，没什么营养。林月愣了，不知道的还以为人不是他打的呢。这会儿说的冠冕堂皇、理直气壮的，还不是他想吃鱼吗？大嫂，我钓鱼可以，但是家里的白面我和轩哥哥也得吃，不能我钓鱼吃的还不一样。二弟妹在说什么啊？钓鱼是我分配给你的活儿啊，如果你不愿意的话，那只能分给你其他的活计了。家里人怎么能不干活呢？这个家不养废物的。我不是交了2两银子吗？是啊，但是二弟已经许久没干活了，而且吃喝都没少。二弟妹这是在做二弟该做的事儿。况且弟妹能一直给家里交钱吗？干活儿或者是饿着江燕轩，弟妹选一个。我干。大妹子，野猪下山了，这会儿在村子里乱跑呢，村长在喊人抓，你可千万别出门啊。野猪下山了。林玉儿一脸惋惜，暗怨吴大嫂没事多嘴干什么。大妹子，你让你家里人也好好待在家，我这还得去通知其他人家呢。村长他们带着那群人，我看着都蠢，保不齐还得祸害多少地方呢。吴大嫂，你先带我们也去看看野猪吧。什么？吴大嫂，我家里有人会一些功夫的，所以在我嫁过来之前一直都练习着防身功夫。不信的话，你看。陆昭昭捡一块石头，手里一握，碎成好几瓣。吴大嫂怔住了。吴大嫂，村子里遭遇了这么大的危机，我不能坐视不理的。大家都是好人，我得帮忙才行。哎呀，大妹子，你咋这么傻呢？这破事你管他做甚？再说了，你这既然会功夫，咋还让你婆母给欺负着呀？哼，到底谁欺负谁呀？吴大嫂，那是我婆母呀，我怎么能对婆母不敬呢？咱们还是先去帮忙拦野猪吧。哎，成。弟妹，你也跟着。他跟着干啥？玉儿这细皮嫩肉的，你真是想害死他呀？弟妹不是什么有福气的福气包吗？这种时候他在，说不定野猪更好抓一点呢。如果二弟在家，也一定会同意的，对吗？我去。玉儿，你咋跑来了？爹，大嫂让女儿来的。他这是去找死。爹，他说他也要来帮忙，其他的我也不知道了。有啥不知道的？人家会一些功夫，想为咱们村子出一份力，天大的好心，在你嘴里就成了不知道了。你刚刚不是都听到了吗？亏得她还是你大嫂呢，你这么说不心虚啊？哎呦，江家大儿媳啊，你这是干啥呀？就是一个女人家的，快回去，别让野猪给碰着了。哎呀，快走，别在这裹乱了。陆昭昭也不解释，扫了眼林玉儿那个方向，眼神泛冷。幸运，忽然的意外，他得让这个林玉儿好好知道一下什么叫做力气打败运气。小心点儿！完了，快点去救人！这可是秀才公家的娘子，可不能这么死了。只见陆昭昭人一个空翻跳到野猪后背上去，动作灵巧，巧妙避开这野猪的攻击，手里棒子用了最大的力气，在野猪没将他掀翻之前，先砸在野猪头顶上。这东西皮厚，还是砸脑壳最为靠谱啊！这一棒子下去，闷响听的人是心里直发寒呐。只见刚刚还在一群人抓的野猪嘶鸣了一声，就砸倒在地上。周围安静的可怕。猪肉记得分我大份的。弟妹，该回家了。林月儿却总觉得这根棍子随时可能会砸自己脑袋上。怎么可能呢？明明这种意外是会要人命的呀！乡亲们，这野猪能死，全靠江家的儿媳。野猪肉卖了，除了补偿被撞坏的民房，剩下的银子分江家一半，再有剩余拿来围住村子和山里的那条路，再拿银子换掉猪肉给各家。有劳林叔了。这大妹子是不是强得过分了呀？她这运气在陆昭昭身上不管用了？运气？哼，哪有灵泉水带的武力值靠谱呢？心情好的陆昭昭决定了，再给林玉儿心头来上一刀，一脸感慨地同吴大嫂说道：“也不知道这个野猪怎么就不长眼的下了山，给我送银子来了。”傻妹子，这哪里是给你送银子来了？
你要是没这功夫，这野猪还不定得祸害多少人家呢。林玉儿是更难受了，她是要陆昭昭去死，不是给她送银子来的。现在怎么办呢？自从懂事以后，就知道运气能给自个儿带来好处的林玉儿，第一次感受到了慌张。她引以为傲的能为她清除掉所有碍眼的人、欺负她人的好运气，就这样啥用没有的被陆昭昭轻易给化解了。那么接下来还会有新的办法吗？林玉儿是委屈极了。检测到主人与女主为敌，先为女主开启女主气运值吸纳功能，女主气运值减10，总气运9990，奖励主人终极灵泉水乘10，种田积分加1000，总积分11900。呵呵，怪不得这么幸运呢。这就是福细胞女主吗？幸运值爆表了都。不过再是爆表，也依旧是自个儿的羊毛。好，玉儿呀，怎么样？这个野猪死了吗？是不是你一去，他就直接撞墙之类的？林玉儿闻言，脸色更难看了。我说你大白天的发什么梦呢？哪有这么傻的野猪啊，还自己撞死？分明是你这大儿媳给一棒子打死的。江白是一怔，才从后院走出的江大成也是脸色大变。感情这个陆昭昭没一棒子锤死他们，已经是手下留情了。嘿呦，江白是只感觉心口疼，他咋那么命苦呢？家里弄来这么个煞星，打也打不过，赶又赶不走，还得为他干活，都愣着干什么呢？我去打桌椅和木桶。你什么都不用做，吃了早饭去钓鱼。如果你钓不回来的话，那晚上二弟就只能饿着了。林玉儿松口气，好歹没一棒子锤死他。玉儿呀，你别害怕，他不敢咋样的。林玉儿笑得勉强，他要是信了，那他就是蠢货。999这个系统还是很靠谱的，至少他听话呀。他喊他主人的时候，大概是有意识的，而喊他宿主的时候，则是他这个系统自动设定的。果然呐，这999多少中点毒，希望他能够早日解毒，然后彻底为他所用。住他脑子里面还想吃里扒外的话，那是不行的。娘，之前因为您砸坏的茶杯茶壶，我就换了新的，花了5000银子。您之前欠了我99两6000银子，这些天大家干活拿1000银子我就给你抹了。毕竟你是我婆母嘛，现在您还欠我100两银子。你疯了？啥茶壶这么多钱？杂货铺里明码标价的。不信的话，你问问蓉儿妹妹吧。是啊，我跟大嫂一起去的。吃里扒外的东西。就这样，希望娘早日能将我的银子还上。今儿个二弟妹和娘一起去钓鱼，蓉儿妹妹在家干活。知道了。宿主龙胆草采集成功，解锁新品图鉴，奖励终极灵泉水乘2，总数11，低级灵泉水乘10，总数133，种田空间加5，55平，种田积分加2000，总积分13900。果然呐，最好的积累积分的方法便是来山里挖新品种的草药。恩人，我可算等着你了。刚才去你家里找你，你们家小妹说你背着筐出去了。婶子喊我昭昭就好了，喊恩人做什么？昭昭，我做了鱼肉捞饭，等着你一起来家里吃呢。走，快回家里去。吃过了饭，家里孩子便被李婶子赶出去玩了。真不知道咋谢你才好。我知道村长让开堂一定是你给想的法子，往年他都要拖到他儿子回来才行。李婶子客气了。这咋能说是客气？你这是救了我们一家人的命啊！这鱼昨个卖上了价钱，我换了粮食回来，撑着过，好歹能活命。你是我们一家子的大恩人。李婶子这是做什么？我婶子为了孩子四处奔走，我最敬重的就是婶子这样的慈母。我实在是不知咋谢你了。昭昭，你放心，以后我们这一家子都要给你当牛做马的。我儿子以后如果出息了，不能忘了你这个恩人；如果没出息，那就一辈子给你当牛做马。就是我死了，我下辈子也得伺候你。这李婶子是不是太朴实点了？你这是干啥？
婶子言出必行，请我吃这顿饭。但是今年地里颗粒无收，我也知道婶子家里难过。今日这顿捞饭换成寻常的粗粮，都快够吃半个月了。我不是施舍，婶子拿了这银子熬过今年，再请我吃10顿捞饭。李氏眼眶泛红，拿着银子手都微微发起抖来。婶子，我先回去了啊，改日再来看你们。娘，你怎么了？是不是恩人他不喜欢吃捞饭呀？要不我去码头扛1日的货，看看能不能再换点啥粮食，咱们给做馍馍吃。娘做的馍馍好吃。盛和，恩人是个大好人，咋可能为难咱们？这银子也是他给的。娘是哭，娘还是第一次遇见这样的好人，可是又没有什么能够回报他的。要不来年春起，咱们给恩人家里的地里除草干活吧。好，等着春起了，咱们去给恩人干活。天也快冷了，这几天娘去山里捡一些枯柴，给恩人也送去一些。那我跟娘一起去。你在家里好好的看着弟弟妹妹，娘自己去。好了，先家里去，等明儿个一早，娘就去城里再买点米糠，掺和着玉米面一起吃，咱们家这个年也好过了。你还知道回来？我自己的家当然得回来啊。娘这是去河里和鱼决斗了？我呸！还不是你非要让老娘和玉儿去钓鱼，老娘人都被鱼给拽下去了。要不是玉儿拉了我一把，指不定我得咋样呢？那鱼呢？你还有没有良心啊？我这差点都没了，你还敢问鱼？我是让娘去抓鱼的，当然要问鱼怎么样了。哎，大嫂，鱼在木盆里呢，我瞧得有6、7斤大呢。哎，大嫂啊，咱们村河水浅，深的地方不多。这会儿能钓这么大鱼上来，真是不容易呢。大嫂，这条鱼应该够我和轩哥哥的口粮了吧？接下来几日，我是不是能歇着？怕是不够呢。二弟妹可能还不知道，咱们家不管做什么，只要有收获，我都只按照1个时辰3文钱来算的。而这条鱼则是家里人一起吃。如果哪天二弟妹不干活的话，那二弟就没饭吃。你们5个人，除了二弟之外都在干活。算你们做了4个时辰，一共60文。婆母还欠了我99两9钱零40文钱。江白氏老脸一黑，这得还到猴年马月去啊！林玉儿也惊了，这是个什么算法啊？就算城里最黑的财主也不敢这么黑吧？好了，柔儿妹妹，这条鱼暂时养起来，晚上再熬点骨头汤。今晚这汤全家一起喝，庆祝二弟妹抓鱼成功。如果她每天都能干活，有这样的收获，家里就能每天喝汤。你是不是傻？要是你老娘我当家，这鱼都是咱们自己的，骨头也是。那个小贱妇这是抢了咱们家所有东西。娘，你好自信呐！大嫂没嫁过来之前，家里啥时候吃这么好了？999，有没有什么办法让他们直接变成面粉？恭喜宿主触发小麦加工任务，请为种田空间添置一台磨面机，用来加工小麦。磨面机购置成功，种田积分减500， 13400，磨面机已安装完成。恭喜宿主，小麦加工任务已完成。宿主首次加工小麦成功，奖励灵泉水终极乘20，总数31，种田空间1平米乘30，总量80平米，奖励系统空间1平米乘3，总量10平米，奖励武林高手秘籍乘1，富安县地图乘1，种田积分加5000，总积分18400，解锁新种子大米。亲家在家吧？在家呢，在家呢。哎呀，这个时辰咋能不在家呢？亲家来的正好，咱们家里炖骨头汤呢，一起吃个饭。娘，咱们家的饭可都是定量的，你这是准备把自己和公爹的份儿让给林叔和林婶子，可真让人感动啊！那可是骨头汤啊，咋能给别人喝呢？大家这日子现在过得都不容易，
咋能吃亲家家的饭呀？我是来给你送银子的。今天那头野猪足卖了130两银子，还除去了补偿受损的民房，还有几个被伤着的村民买药看病的银子，又拨出来了一些用作咱们村子进山方向的围栏堆砌，再加上给那几个喂野猪的人一点银子，一共剩下了80两银子。我这不是看着时辰还早，就给你送来了。村长，野猪是我打的，你们要给村子里谋一些福利，我同意了。但是谁同意你把我的银子交给旁人了？咋就是旁人了？那可是你婆母，你们是一家人。这么多的银子，你一个心腹拿着能有什么用啊？交给你婆母，她年纪大，见识多，这银子也能攒下。林婶子说的有道理啊，但是与我何干？我又不是心腹，我是一家之主。娘应该没忘了我昨天说的话吧？现在，立刻，马上，我希望这80两银子从地上到我手里。这银子我不就是想先帮你拿着吗？你看看，你林叔林婶子也是好意。林王氏没有想到，这亲家竟会把银子交给这个小贱妇手里，这也太过分了吧。他目光不满地落在江燕青的身上，可仔细打量江燕青时，他人愣住了。这还是之前那个快死的病秧子吗？咋几天不见红光满面的？这江家银子给他用了，病也就好了。只见林王氏一脸恶意地看向江燕青。我说江秀才，不是我说你，你可是个领生，咋着能让媳妇欺负你娘呢？你娘这些年把你养的出息多不容易啊，你倒是好。江燕青神色越来越冷，好一会儿才道：那不知林婶子觉得我该怎么办？当然是把银子交给你娘，再把管家的权利也还给你娘啊。至于那个契约，那不就是一家子人关起门的事儿吗？你娘拿没拿你这媳妇儿的银子，不都是天经地义的？谁家媳妇儿不得孝顺亲娘老子呀？我们玉儿也把嫁妆给了你婆母了呀。这样啊，因为你们家3儿子被郡里的太守府千金看中，太守大人十分看好他的人品才情。林婶子的一番话，我也觉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不想听。我觉得，林婶子的未来儿媳，太守千金，应该很想聆听您的教诲。同窗有一位郡里的公子，与我关系尚好，明日我为婶子带话给他们吧。林王氏听完脸都变了。大侄子，你这话说的。谁是你的大侄子？瞧我，是婶子不好。江秀才，我适才的话哪能对呢？这儿媳妇儿虽到自家，那就是自家的女儿，嫁妆咋能给人家动呢？赚了的银子当然也不能给动啊。这么说，婶子觉得你适才说的是错的？错的，当然是错的。我们林家可不容这样的事儿。你们放心，玉儿嫁过来也要帮着你娘一起把欠了你娘的银子赚了还给你们。既然是错了，为何不道歉呢？上次林婶子便当众欺负我家昭昭，这次又胡搅蛮缠，惹得她生气，道歉都该道2次了吧？道歉？让他们跟一个妇人道歉吗？大哥，我爹娘都一把年纪了，咋能让他们给大嫂道歉呢？要不我道歉吧。我的昭昭年纪轻，只是谁不是头一次做人呢？年纪大了就不能道歉？让那个邪门的女人给昭昭道歉，昭昭倒霉怎么办呢？他见过这个女人用这样的方式害过不少人呢，最好离他的昭昭远一点。他这美人夫君平日没什么话呀，今儿这突然一开枪，还有些帅气呀。看样子林婶子只是嘴上说错了，心里并不觉得，所以觉得道歉很为难。轩哥哥，场面一度陷入尴尬之中。道歉？昭昭是吧？那个婶子不是故意的，要不你看看。这是道歉的态度吗？两个人互相对视一眼，有些没明白怎么回事。陆昭昭浅浅的笑了。你们这2次恶语相向，我十分的难受，每日我都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气血都虚耗透了。
啊，我家里缺2只母鸡。你们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勉强。不勉强，是不勉强啊。他家老三的名声坏了，那家里还有啥指望呢？给，你们放心，我一会儿就让家里给把母鸡送过来。舍不得鸡娃子，他保不了婆娘的名声啊。舍，那慢走不送。今日这事儿，我希望是最后一次了。再有下一次的话，玉儿，这件事我也是没有办法的。江燕青说的那个人，我跟他也不熟悉啊。而且江燕青这种背后说人的小人，是最难防备的，还不如道歉了。至于鸡，回头我买2只新的，给岳父岳母送去。轩哥哥，今天那个女人欺负我，她让我干活，让我去钓鱼，还说是因为轩哥哥你不干活。他太过分了。玉儿，你放心，会尽快想办法的。阿青，这些草药是我炮制好的，明日你拿去卖掉吧。明日阿青卖掉草药之后，再去买些粮食。好，明日我去米铺，让他们晚些时候把粮食给我们送来。怎么了，阿青？昭昭今日打了野猪。是啊，野猪可真值钱。若是野猪发狂伤了昭昭，甚至……娘子是个弱女子啊，怎么能去打野猪呢？虽知道娘子有这个本事，可若出什么意外呢？她一向很倒霉，这昭昭嫁与他，若是也倒霉该怎么办呢？那下次我躲着一些就好，阿青别担心。真的？这雨可真大呀，要是早点下的话，咱们的庄稼也死不了。公爹，都是玉儿的错，一定是玉儿之前没给村子里求雨的错。咋？这雨是你求来的？我也不知道，我就是看着公爹和娘那么辛苦，想着要是能下雨的话，就能歇一歇了。也许只是巧合吧。啥叫巧合啊？这一定是咱们玉儿的功劳。咱们玉儿可是个大福星，这是想一想，居然就来雨了。而且她还孝顺，这一来雨，咱们就能上山采蘑菇了。二弟妹可真是会为大嫂我着想呀。等着山里出了蘑菇，你们都给我上山去。哦，对了，山边的就别采了，照顾一下村子里的老弱病残。你们都给我去山里头采蘑菇。江白是气得想骂人呐，这个小贱妇不能让人开心一下吗？张嘴就添堵。林玉儿脸色有些不太好看了，她本来想巩固一下在江家地位的，自己的好运气那是能带来很多利益的，她得让家里人都知道这是她带来的好处，不然岂不是浪费了？可这个陆昭昭怎么回事啊？哼，希望她早点被淹死。再哭二弟妹就别吃了。对了，我很好奇一件事儿呢。啥？既然二弟妹有这本事，怎么地里的庄稼干旱成那个样子的时候，弟妹没想过希望村子里赶紧下雨呢？林玉儿一听脸色大变，江家其他人眼神也不对了。看着一家子这副样子，陆昭昭满意了。玉儿呀，你以后还是别乱想了。你说说，咱天旱的时候你咋不想呢？你要是那会儿想了，这地里的庄稼也死不了了呀。江白氏竟也忽然觉得都是林玉儿的错。林玉儿慌乱极了。是啊，哪怕是干旱，林家也少不了吃的，甚至爹还挺开心的。爹都说了，若真是饿死人的话，县老爷就得拨银子下来，就能给他换新衣服了。他还在期待新衣服呢，怎么会在意下不下雨呢？娘，都是我的错，我什么都不懂，所以才……也许今天的事情只是巧合而已。也是，咱们玉儿是个福气包，咋可能会不为了村子着想呢？都怪今天这雨下的时候不对，让咱们误会了。第二日清晨，大雨才终于停下。江婶子在家没？哼，找我干啥？你有事找她呀。现在家里都是她做主了。大妹子，江家现在你做主。都是托了之前吴大嫂给我做主的福。大嫂这么着急，这是出啥事儿了吗？哎呀，别提了，咱们这附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着，
难不成犯了啥天条了吗？要么不下雨，要么就下这么大。昨儿个河床冲垮了，冲到了好几家的院子。村长说各户都得出一个男丁，让帮忙去修河床，还得帮着给那几家收拾一下房子。我先得了消息，得通知这一条街的人呢。大嫂，这修河床的事儿，不如咱们2个去吧。爹娘年纪大了，三弟又是咱们弟弟，我和大嫂去的话也行的。陆昭昭看向林玉儿，大嫂，你不会不愿意吧？你连野猪都能打死，难道还不能修河床了？这老林家的闺女儿是个傻子吗？我也是想着家里。吴大嫂，你这是什么话？我说你缺心眼儿啊！修河床的都是一大群男人，河里的水一打，衣服都湿透了。你想去遭那名声，你自己去，别拽着人家。二弟妹也是一片好意，不过我这个人不尊老爱幼，你自己去吧。放心，今晚给你多做一个馒头。我不。二弟妹自己又不想去了，二弟妹别哭啊！你要是敢哭，我可就让你去了。林玉儿立马憋了回去。现在去把公爹喊过来。哎呀，这大妹子也不是什么小可怜呐，不过真对她的心意呀。没错，凭啥女人家就得听公婆的？公爹，今日你帮着去修河床吧。江大成立马黑着脸，这修河床可累人了。蓉儿妹妹，把饭给公爹带上。那我这就先去通知别人家了。等今儿个修了河床，明儿个大妹子也可以喊着人上山采蘑菇去了。今天天好，明天山里一定有不少呢。等冬天没了菜，这可是天大的好东西。谢谢吴大嫂了。行了，我先走了。吃过早饭，陆昭昭便开始使唤人了。二弟妹和娘今天把家里的院子处理干净，把淤泥的位置全都铺好板子，再去河边捡一些漂亮的鹅卵石回来。捡那玩意儿干啥呀？你想要几块，我给你挑个好看的。越多越好，捡回来了给我铺院子。这小贱妇咋变着法儿的折磨人呢？院子里泥泞得很，谁知道秋天还要下多少次雨。先把鹅卵石捡回来，上午捡石头，下午铺院子。这个小贱妇浑身上下没半点善良劲儿。林玉儿也是脸色难看，她在家可从未干过这样的活啊。三弟，你把后院的木头好好晾晒一下，还有继续做床。好，我知道了。至于你，和我去城里。大嫂，那我呢？青宝就好好的割草喂兔子。陆昭昭吩咐完之后，家里人愿意不愿意的全都出门去了。江蓉儿则是在收拾完碗筷之后，才跟着陆昭昭走的。大嫂啊，咱今儿去城里去干什么呀？没什么，去看看我夫君。他的阿青昨晚一夜没回来，他也不知县城如今是个什么情况。这么大的雨呢，现在没后市那种排水系统，他担心他。老板，3斤荷花酥，3斤红豆糕，4斤脆糖片。这得多少钱呢？大哥是不是把领生的俸禄都给他了？一共5000银子，女客你拿好。结尾啊，心里不太平，女客也早点回家里去吧。谢谢老板。店家，您在这儿做了多少年了呀？小店是祖宗传下来的，得有100多年了。怪不得这糕点味道独特，原来是祖传下来的手艺。老板常年在这儿开铺子，不知道可有听说谁家的铺子不做了，想要往外转房子的？铺子？女客家里是准备盘个铺子？这条街再往里，第8家的茶水铺子不准备做了。女客你要是感兴趣，可以等着过2天太平了，让家里人来看看。多谢老板，我也正好给我夫君带一壶茶。江蓉儿眼睛都快惊得掉下来，大嫂哪来那么多银子要买铺子呢？蓉儿妹妹，你说咱们家得攒多少银子才能够攒够一家铺子的钱呢？其实我是想着带着家里人来城里的，有个铺子的话，家里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大嫂，你是这么想的吗？江蓉儿惊呆了，她还是那个吃人不吐骨头的大嫂吗？不过若能进城的话，她以后不就是城里人了吗？以后还指望着二哥出息，嫁什么大将军侯爷什么的，那都太远了，这才是实打实的好处啊。江蓉儿手指头扒了好一会儿，大嫂啊，要是咱们家能一直采到药材的话，还有大哥的银子，如果二哥也能抄书的话，那兴许个3、5年。是吗？太久了，还是买一壶茶吃吧，这种事儿可不敢小。这位大哥，
我想找你们书院的江燕青，我是她的娘子。夫人找江燕青啊？我与她同窗，我带你进书院好了。京城礼部侍郎周大人的二公子，好像是。哦，因为跟一个女子私奔，被他爹一顿胖揍，然后被丢出去进学改造了。所以说他在这儿改造。周之礼一脸震惊看向眼前这个女子，他见过她，这不是陆侯爷家那个嫡女陆昭昭吗？漂亮的京城都出名的，怎会嫁到这儿呢？你不会是和江兄私奔然后嫁过来的吧？这位公子说话注意点，你才私奔，你全家都私奔。我与我夫君明媒正娶，三拜天地。闭嘴！抱歉，我是看您长得太漂亮了，我这兄弟连个话都不怎么说，竟然能娶到这么漂亮的媳妇儿。我带你们去书院吧。昭昭怎么来了？才下了大雨，雨天路滑，昭昭该在家待着的，而且今日城中不太平。我都走了一路了，阿青就在这儿让我站着质问我，我想阿青了，所以就来看看你。焦燕青一听面色绯红，手指拳了又拳。若非这不是他的屋子，又怕昭昭太累，他真的想我会晚会儿回家的。江兄，今晚京城的吴大儒可是要来授课的，书院把咱们拘在这儿不就是为了这个吗？焦燕青眼尾微垂，看着有些闷闷不乐的。阿青就在这儿听课吧，我就是来看看阿青有没有出什么意外。见你一切都好，我就安心了。阿青也不必送我，好好休息。不过明日阿青回家的时候，我要一束山茶花。焦燕青人都被撩懵了，乖乖点头。那白净细致的脸上除了红云便是茫然。你敢把我在这儿的事儿传出去，我就杀了你。这还是京城里陆侯府的千金？那个大嫂啊，大哥自己能吃完那么多吗？二哥都没有呢。你二哥是我夫君。江蓉儿摇头。那不就得了？我凭什么要为你二嫂养男人？冤大头吗？可是你再多嘴，今晚就饿着你。江燕青傻了好一会儿，还是周之礼戳他肩膀，他才回过神来。他猛地起身要去送昭昭，他怎么碰上昭昭，脑子好似不会转了一样呢？江兄，你知道吗？你这娘子可不得了。她是京城陆侯爷家的嫡女陆昭昭啊。京城里可是在说陆侯爷和陆昭昭都死了，所以她是和你私奔了。我知道，但是我不希望有第三个人知道。第三个？他不就是第三个吗？周之礼整个人都不好了。这夫妻俩商量好的。不是，江兄你冷静点，我可是你兄弟啊，我一定不会说啊。只有死人才不会说。咱们好说好商量啊。你似乎以前就住在京城啊，那你是不是知道昭昭很多事？这样吧，你告诉我昭昭的事情，我便留你一条命。你信我？我不信。但是周大人平成5年，贪没三王府修缮费用3000两银子。平成7年，你大哥强占民宅，害死了数十人。平成，你怎么知道的？我大哥那件事另有隐情，不是真的，同时被冤枉的。昭昭的事情如果传出去一点，我便让你全家都跟着不得好死。所以你到底怎么知道的呀？你那些文章，还有你，江燕青，你是什么人啊？嘘，只要你闭嘴，那我便还是你的江兄。好了，与我说说我的昭昭吧。一家子吃早饭的时候，江大成已经去修河堤了。这人家都是一早就起来去山里捡蘑菇了，咋着到了咱们家这个时辰才吃饭？我说老大媳妇儿，你好歹还是一家之主呢，这老天赏赐的吃食你都不早点起来捡，害得大家也都不能早早出门。照我说呀，你要是起不来，你就把粮食拿出来。是该把粮食拿出来了。哎呦，太好了，我就知道老大媳妇儿你不是个不通情达理的。你放心，你把粮食拿出来，还是让蓉儿去做饭，就是省得每天早上喊你起来了。娘，藏在你这屋子里的粮食的确是可以拿出来了。啥呀？啥粮食？娘在自己床板下面挖的地窖里的粮食，也不怕发霉了吗？江白是只感觉见了鬼了。
这小贱妇咋知道的？她拿粮食的时候可谁都不知道的呀。这事儿只有她和自家男人知道，还有轩儿知道啊。就床下那些粮食，她是要留着等冬天发一笔横财的。到那时候，这小贱妇银子不就能还清了吗？等还清了银子，轩儿再出息起来，他定让这个小贱妇生不如死。可这个小贱妇怎么知道的呢？江白氏的心都揪在一起了。陆昭昭静静地喝着骨汤，扫了眼江白氏那副嘴脸，起早而带来的坏心情瞬间就好了起来。谁让原著剧情里为了彰显江白氏是个懂成算又偏心男主的好娘亲，特意提了一嘴，他在这荒年里囤了粮食，赚的银子呢，在第2年江彦轩去科举的时候全部给了江彦轩。哼，科举？科什么举啊？好好在家种地吧，做个对他有用的人。还敢藏粮食，那怎么可以呢？都得全部上交给他，让他们有钱有粮食了，回头觉得在他这没利可图了，死活要分家跑了怎么办啊？再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苦力去啊？娘，还真有粮食啊？你闭嘴！咱们家哪里还有什么粮食呀？你可别听人瞎说。是不是瞎说？一会儿吃了饭看看就好了。看啥看呀？老娘的房间凭啥给你看？你是儿媳妇还是我是儿媳妇？你是一家之主还是我是一家之主？娘如果想当人儿媳妇，怕是得和公爹和离后换一家。你，老娘今儿个就是死，也不可能把粮食都给你，你个小贱妇！你打他干啥？江蓉儿是一脸委屈，又不是他骂人，凭什么打他呀？我不是说过吗？娘是长辈，我这个人尊重长辈的。不过娘骂我，我也不想受气。你骂我一句，我就打你的宝贝女儿一下。等二弟回来了，再打他一顿。躲开！江白氏呆呆站在一旁。三弟，你去地窖里把粮食抬上来。老三，你敢！三弟去拿粮食，如果拿不上来……开玩笑，大嫂不给饭吃怎么办呢？这娘藏着粮食也没告诉他，铁定是给二哥的。既然没自己的份儿，给谁不是给呀？放大嫂手里还挺好的，说不定还能多给几口吃的呢。你个没良心的！娘，您别哭了，粮食而已，以后会有的。而且，这人不孝顺是会遭天谴的。月儿一直相信老天爷有眼。三弟，把粮食抬我屋子里去。哎呦，哎呦！不准抬，这是我的粮食，我的。哎，娘，现在是大嫂当家了。你个没良心的！当年老娘我生了你，我就该把你禁死，让你活着气我。我这是造了什么孽了呀？老天爷呀，竟不让人活了！乡亲们都来看看吧。儿媳妇儿抢我这老骨头的粮食了，我不活了！啊！大嫂，这粮食都是娘攒下的，李章也太过分了。而且这么多粮食，如果你拿走的话，是不是应该把银子算给娘？按照现在的市价，把银子算了，拿来抵债。二弟妹脑子何时进的水啊？什么？你啥意思？脑子没进水，怎么说得出这种缺心眼的话？你骂我？骂你怎么了？我不打你算是脾气好了。我接管江家的时候，婆母可是说了，家里就剩下3斤玉米面，结果这么多细粮偷偷放着呢。这几百斤的粮食都一家子的，我当家就该我管控。我不过是拿了属于我的东西而已，都哭什么啊？闹什么啊？晚上不想吃饭了？娘，他早晚得让这个小贱妇不得好死。娘，顺顺气，喝点水吧。滚！老娘不喝水。娘还是喝点吧，一会儿气得迷糊了，上山走不动路了。你还要让我上山？江白氏震惊于陆昭昭的黑心呐，连生气都忘了。他的心是什么东西做的呀？这么黑。林玉儿同样也十分的震惊。大嫂她还是个人吗？大嫂，东西我都搬完了。辛苦三弟了。一会儿碗筷你收拾一下，我准备出门了。希望我的床今天就能做好。这还往哪里走啊？陆昭昭没搭理他。荒年不易呀，他虽是没经历过，但如果只有他一家能吃饱饭，那他们这家得需要耗费多少的心神来守着粮食呢？举手之劳而已呀，
没必要抢着山边的资源。陆昭昭不说话，江白氏几人便只好跟他往里走去了。林玉儿看着陆昭昭往里走，心里得意极了，他定让他死得很惨。娘，咱们往里走走吧，山边的蘑菇哪里有山里多呀？我知道一个地方有不少蘑菇呢，以前哪年我都去过。江白氏心里郁闷呢，而陆昭昭则是看向这个林玉儿。蘑菇在地图上多的是，他倒是很想去看看这个林玉儿准备作什么妖，用什么办法害他。运气是比不上武力值跟头脑的，他得再验证一下。真的？那就劳烦二弟妹带路了，我们就去你说的那个地方好了。江清茂抓起大嫂的衣袖，心里担心极了。成，大嫂就在这边了。林玉儿主动牵起陆昭昭的手，带他朝一片有绿苔藓的地方走了过去。陆昭昭微微扬眉，跟他走了几步。果然，林玉儿这是准备把他推进水里去吗？正想着，陆昭昭只感觉上次那种诡异感觉再次袭来，好像是有什么东西要推他下水一般。他抬起头，就看到林玉儿那张没收住的诡异笑容。他毫不犹豫一把抓住林玉儿的肩膀，将人掀进水里。林玉儿被丢进水里的瞬间，只听扑通的一声，水花四溅。女主气运值减100，气运值9890，奖励终极灵泉水乘50，种田积分加1万，总积分28400。二弟妹，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不小心落水了呀？你也真是的，非要带着我往这苔藓的地方来。你不知道这样的地方脚下一滑就会出事的吗？救命！救命啊！哎呦，老大媳妇儿，你还愣着干啥？赶紧救人啊！我不通水性呢。娘前2天不是还钓鱼的时候落水，自己游上来的吗？救命！快救救我娘！江白氏赶紧下水，将儿媳妇儿给捞了上来。大嫂，你为什么推我下水？二弟妹胡说什么呢？你不是自己滑下去的吗？你看，那不是你滑下去的脚印吗？陆昭昭目光落在水里，只见水中不远处，一条足有1米半长的水蛇，在林玉儿落水的位置上飘了过来。哎，她落水，蛇都没咬她，果然好运气。如果换她掉下去，现在不光落水，怕不是还得给蛇饱餐一顿吧？你胡说，根本就是……只有那里有被划到的脚印，跌落水中的是二弟妹，不是我，所以只能是你啊！而且我推你下水的话有什么好处？二弟妹不要含血喷人啊！你是二嫂自己掉下去的。我和娘落水了，这衣服都不能穿了，我们得先回家。不用了，过一会儿太阳一晒自己就干了。这的确有不少的蘑菇，先干活吧。走吧，干活了。没用1个时辰，3人的背篓便满了。林玉儿和江白氏身上衣服还没干呢。咱们现在可以回去了吧？走吧，回家了。陆昭昭心情甚好，积分增加，林玉儿的福气值也掉了。而且她有一个重大发现，似乎这个林玉儿运气减少之后，她会变得更加好运。否则那只河蚌她是看不见的。想到这儿，他决定问999去。气运值吸纳功能，女主运气的1/10都会被转化为主人的运气。这么少，你是不是私吞了？主人，999没有，这气运值是女主天生自带的，想要剥夺气运，需要耗费大量的系统能量，还会导致气运值散去，最终保存下来的就只有这些了。是这样吗？陆昭昭是半信半疑的。不过只要能有一部分加他身上来，那就可以了。他本来就不是靠运气活着的。娘，一会儿你换了衣服，就和二弟妹一起把蘑菇晒起来。蓉儿妹妹，你去给我找一把刀来。啊？找刀啊？大嫂啊，她好歹是我二嫂嘛，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说什么废话呢？
我让你给我找到，我有用。江蓉儿不敢吱声了。不远处，林玉儿也松了口气呀。她刚刚落水之后太过生气了，居然都忘了。如果陆昭昭死不了，那不能得罪她呀。她开始聚精会神开河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珍珠。如果没有，那晚上给他们加个餐呗。河蚌又不好吃。娘，你得给我做主啊！我男人他要休了我，我这日子过不成了，我不活了。梅子，你这是咋回事儿？娘，姓王的他不是个东西，他在外头讨了个相好的，要和我和离。啥？他咋敢的？老三，你人死哪儿去了？赶紧着跟老娘走，去王家村。你妹夫那个死人要休了你妹妹。咧咧嘴，他娘这是胡诌啥呢？就妹夫那个脾气，还敢欺负梅子？他不欺负人家就不错了，成天胡说个啥呀？蓉儿，去把你三哥叫起来。哎呀，三哥，娘说的是真的，你赶紧去看看吧。啥？我说不会是梅子干了啥不该干的吧？哎呀，那怎么可能呢？快走吧，三哥。老三，赶紧着，咱们去王家村。站住！你们要去哪儿？娘，他谁呀？这么不懂事儿，不会是二哥的媳妇儿吧？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可是这不是那个病秧子的房间吗？那个病秧子被赶出去了。你大嫂啥？你咋给他娶媳妇儿了？咱们家哪来的闲钱给他？行了，这事你也别问了，不该你管。老大媳妇儿，梅子可是你们妹子，她今儿个被欺负了，咋？你不帮忙还拦着我呀？我不心疼她，我好歹还是她亲娘呢。江梅儿是更加震惊了，娘咋还好声好气跟她说话呢？给那个病秧子娶个媳妇儿回来，不是该伺候家里的吗？她才多久没回家呀？咋就不对劲儿了？陆昭昭将目光落在江梅儿的身上，原著里呀，好像有这个江梅儿一档子事儿。这江梅儿在婆家是嚣张跋扈，仗着有2个秀才哥哥，在婆家是欺负公婆，殴打弟妹。他夫君和王家人被磨得够呛，于是跑过来和离了。而女主林玉儿呢，在此事上发挥很大的作用。她帮江梅儿出主意，说江梅儿有了身孕。这江梅儿婆家一听呢，便把人领了回去。没过多久，江梅儿真有身孕了。她坚定地认为这是林玉儿给的好运气，所以从那之后就特别护着林玉儿。所有想打江艳轩主意的人呢，都是他江梅儿的仇人。这故事前期呀，他是林玉儿感情的守护者，到了后期，江蓉儿便接棒了。到了最后呢，这王家人一直在江梅儿的欺压之下过活，江艳轩的身份也水涨船高，而江梅儿的夫君呢，因为太过绝望，就自尽了。王家人因为江艳轩的愧疚而鸡犬升天，要接王家人进京去。可王家人因为对儿子的愧疚，不愿意进京。不过江艳轩还是跟本地知县打了招呼，使王家在本地成了有名的富户。我说大嫂，你喊我娘干啥？我在婆家被人欺负了，还不能回来了？我娘要给我做主，咋还不对了？我看你和那个江燕琪那个白眼狼一样，都不是好东西，黑心的东西。哎呦，梅子，你回来告状我不管，不过婆母还没干完活呢，你想让她去给你出气？可以啊，先帮着把院子里的活干了吧。三弟，你去请王家的人过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在这儿说清楚。啊！凭啥来家里说，就得在王家村说？他们家没良心，我那个男人他想要再娶，我得让全村都知道。你闭嘴，我还有事。如果他再有动静，江白是干巴巴点头，就拉上女儿回屋去了。傍晚的时候啊，王家来人了，陆昭昭照例坐在一家之主的位置上。亲家，你们这是？谁是你们亲家？你们都想休了我们家梅子了，还赶我们家梅子回家，谁敢给你们做亲家呀？我们没有啊。哎，亲家呀，咱们家哪里敢赶走梅子呀？谁说没有？你们都把那个小贱人带回家了。这是啥话？那是我娘家梅子的闺女，那闺女死了娘，爹也不管了，这才借住在家里的。我呸！那他呢？要不是为了那个小贱人，他能要休了我吗？你这是啥话？我咋能是和我妹子有啥呀？我不想和你过，是你打我爹娘。陆昭昭看了过去，都直呼好家伙，
岳母，咱家谁也没敢对不住梅子呀。看着这闺女，我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哎，岳母，咱家的地里粮食也都没收上来，他顿顿还要大白米饭，不给就打我爹娘，打我还不能还手。咋？你还想还手？亲家，不是我们家不想要梅子了，实在是他太过分了呀。上个月他还欺负他大嫂，害得他大嫂孩子都没了。咋？我嫁给你还亏了你了？够了，我们家攀不上你，我们和离。那可不行，我们梅子可是秀才公的妹妹，你要是和离的话，是不该和离的。就是，我们家可是我这大儿媳妇做主，她也说了，这不该和离，是该休妻的。江白氏傻了，我呸！你个黑心肝的，你想让我死啊？你想让他休了我？你吃的谁家饭呀？闭嘴！我凭啥闭嘴？我今个一进门就想说了，你个病秧子的媳妇儿，凭啥当我们江家的家？现在开始你闭嘴，你再多说一个字，我就打你一巴掌。休妻吧，就在这儿写休书，一会儿在这吃了饭，等晚上我们家读书人回来了，我让二弟帮你们拟休书。凭什么？大嫂，梅子才是咱们自家人。是啊，就因为他是自家人，所以我才要让他回来。难不成你要等着他把人家老夫妻都打死了再给送回来？那就不用回来了，直接送去官府了。我这是在救他。蓉儿妹妹，做饭去吧，今晚多做点，让王家人在这儿吃饭。大儿媳妇儿，梅子可是你妹妹，咋能被休妻？休了回来，你让她咋活？你等我哥哥回来，我让他先休了你。众人在屋里静静的等着。厨房里，江蓉儿在做饭。大哥，你赶紧给我把他休了。我不要。你说什么？你敢不听我的？他让我夫君把我休了，你还留着他，你也想不想吃饭了？把你休了，那不是喜事吗？夫君，我的山茶花带了吗？二弟，江梅儿打了王家的老夫妻，又打他自己的夫君，王家不想要他了，我也建议他们休妻。就这样，你写休书，让他们签字就好。我写？大嫂，就算你当家，你这也太过分了。梅子做了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你要让她被休？殴打公婆，殴打夫君，殴打全家的亲人，送去县衙的话，这也要蹲个10几年了。你个白眼狼！娘，你还愣着干啥呀？你赶紧打他！我去给你拿藤条。江白氏就不想搭理这个女儿。哼，如果这么说的话，那大嫂也打我了，是不是也该去蹲？二弟在说什么？我娘子是教育弟弟，持家有方。大哥跟这个大嫂学的不对劲儿了呀，这个家再这么下去，怕是不好控制了。好了，赶紧写休书，写完好吃饭了。江彦轩只好写休书。我只要按手印，他就不会回去了吗？你们家也不会找我？不会，只要按手印，她就不是你们家的媳妇了。你撕了这一张，一会儿你二哥还得重新写，纸很贵的。你个毒妇！你个混账！我让你休妻，我让你休！别打我儿！娘，三弟，把他拖去蓉儿的房间，别让他出来。你们没事吧？没事，我们明天就把梅子的嫁妆给送回来。咱们家对不住你们，当年求娶，现在又把人送回来了。哎呀，明日我们去取嫁妆就好。虽然说不是亲家了，但是还是留下吃了晚饭再回去吧。到底咱们两家还有这段缘分在呢。好姑娘，我们家领了你们家的情了，这饭可不能吃。这饭菜都做了，还是吃了吧。而且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还有事情会求你们的呢。都是你，要不是因为你，我咋能被休？我以后咋办？咋办？当然是在家干活了。放你在人家家里欺凌弱小，还不如回来家里干活。来，先按个手印吧。这啥玩意儿？哎，姐，你就按了吧，咱家人都按了。咱娘亲的100两银子，不还清的话，
全家都得听他的。若大姐再说几句话的话，估计又得挨揍了。大嫂虽不打公婆，可她打弟妹呀。我不按，我才不要听这小贱妇的话。嘴巴放干净一点，我不喜欢嘴臭的人。娘，别废话了，赶紧签了吧。江梅儿只好含泪按下手印。好了，该怎么办，你们自己告诉他我的规矩。昭昭，粮食车要来了。二弟三弟，公爹还没回来，你们两个去搬粮食。适才梅儿妹妹打人的时候，我看也很有力气啊。你也去。凭什么？不去明天就饿着吧。这个家不听话不干活的都没饭吃。你既然已经被休回来了，那就得老实听话。要不是你，我咋能被休？江秀才，我们老板按照您的吩咐，把东西都给备齐了。江秀才，除了您要的粮食，咱们东家还专门装了一盒子好东西。东家说了，您一定得收着。有劳你们家东家，麻烦帮我将这份东西也带给他吧。谢谢江秀才。那咱们就回了。老大，你这罐子里是啥？咋这个米铺还能卖给你这么多粮食？米铺老板的儿子文章上有欠缺，我帮着指点一二。二弟也是可以的，他今日可还被大儒夸赞过呢。大哥，读书人怎么能卖弄自己的才学，靠着才学来换取这些外物？你这样真是让人不齿。江燕青神色冷漠，心底泛起杀意。他怎么敢说这些呢？反派恶意值加10，恶意值9910。二弟的书多久没抄了？最近你可是靠着你刚过门的娘子养着呢，这软饭吃的，嘴怎么还硬起来了呢？大嫂，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二弟既然不爱吃我夫君才学换来的粮食，那就绝食吧。况且读书人的事情如何能说是卖弄？他这是好心帮助其他人一起进步。江燕轩脸色难看。大嫂，不是你说的，我干活就是为轩哥哥挣吃食吗？凭什么让轩哥哥绝食？不凭什么，就凭这个家我说了算。就算是你当家，也不能这么不讲理吧？咋，一家子吃不吃饭都得听你的？不然呢？听你的。粮食是我夫君走门路买回来的，银子是我和夫君出的，你娘还欠着我99两多的银子呢。吃我的喝我的，还想反了天不成？这小贱妇又想干嘛呢？你欺人太甚！分家，我要分家！在没还清我的银子之前，怕是不能分家呢。二弟妹，想必二弟这种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不吃饭也是没关系的，对吗？是我说话欠考虑了。既然说话欠考虑，那难道不该道歉吗？你让我道歉？要么别吃饭，要么道歉。江燕轩黑着个脸，他现在还不能跟大哥大嫂撕破脸了。科举之前，他需要大量银子，而且马上又到礼仪班集体出游的时候了，一大把银子等他出呢。对不住大哥。二弟今日不是才刚和人辩论了君子之谊，君子就是这么道歉的？弟弟错了，请兄长原谅。林玉儿眼睛更红了，这个大嫂简直太过分了，她怎么还不去死呢？轩哥哥说的有错吗？分明是他强词夺理，还用银子压人，不就是银子吗？他很快也能赚到的。反派恶意值减20，恶意值9890，种田积分加2000，总积分31000。都愣着干什么？二弟梅儿妹妹，赶紧扛粮食。凭什么？在这个家干活才能吃饭，梅儿妹妹不干活，难道你想喝西北风？娘，行了，哭啥呀？赶紧干活。三弟歇歇吧。后院的床做好了没？马上了，安板子呢。前2天就已经上过漆了，鸡蛋味道都散了。一会儿安好了，等着爹回来就能给你们换上。那你去安床板吧。那这粮食让梅儿妹妹还有你二哥搬。江艳福怔住了，他可算明白了，大嫂哪是让他歇着，让他换别的事儿做去啊，根本是看不上二哥和四妹，准备折腾人呢。哟，可不敢得罪这个女人呐。老大媳妇儿，咱们家老二那可是读书人。是啊，读书人就不用吃饭了吗？那你家男人呢？他咋不干活？阿青动脑了呀，这些粮食可都是走了他的门路。二弟不肯动脑子，自然就得动动体力。阿青，我们回去休息吧，我今日都累了。好，昭昭，其实我不在意的，他们欺负我，我都已经习惯了。什么习惯？我不习惯。阿青是我夫君，谁都不能欺负你。昭昭，
我想你了。阿青摘的山茶花真漂亮。玉儿，这2天委屈你了。我不委屈，我就是心疼轩哥哥。那个女人她欺人太甚了，轩哥哥你怎么能干重活呢？没办法，为了娘，我只能忍着了。玉儿，等我们还了大嫂的银子，我再也不会让你委屈的。轩哥哥，这里一共是50两银子，是我这些年攒下的，你先拿着用，早些还了大嫂的银子。50两银子，他便可以跟着李一班出去了。若是有什么赚钱法子的话，他也能拿这笔银子去做。玉儿，你真好。呀，咱家这是咋了？咋我一回来就变成这样了？那个小贱妇凭啥当家呀？你拿了她的银子不是应该的吗？你可是她婆母呀，她嫁给咱们江家，这钱就该是咱们江家的。谁说不是呢？可这个小贱妇不懂这一茬，还让我们都写了契约，按了手印。现在一家子都在她手里，谁也别想跑。你现在哭也没用，赶紧着干活，早些把钱给她，咱们家呀也能重新恢复以前的样子。哦，对了，你从婆家回来带银子回来没啊？他是带20两银子回来了，可那是他全部的银子呀，咋能给娘呢？若是给了娘，他日后想改嫁都难了。哼，咋？你有了钱不乐意给你老娘过难关？我可跟你说了，你二哥以后是有大出息的，你被休了也正好。以后你二哥出息了，你还能去京城里找个男人，到时候别说什么白米饭，就是山珍海味也吃的。你要是今天不管你老娘我，回头别说这些好处没你的份儿。江梅儿心动不已，不情不愿拿出5两银子来。娘，你总说他有啥出息，撑死了他也就是回来地方当个县太爷，日子是好，可哪里有你说的那么玄乎？还山珍海味，还啥在京城里找个男人？你知道个啥？只要你二哥考出去，到了京城，那可就不一样了。他一把抢过江梅儿手中的银子。行了，这银子给娘先用着，你二哥需要用钱的地方多了，我得再买点粮食，留着冬天卖。你呀，也赶紧歇着去。你现在就先跟你妹子一个屋睡吧，回头我让你爹把你大嫂撤下来的床给你拿过来用。啥？你让我用旧的？后院不是在做新的？你疯了？你恨你老娘不死呀？他不得一锤子锤死了我？你最近呀，给我听话一点，你二哥的脸伤还没好呢。行了，赶紧去歇着，你爹这个时候还不会来，我得等等他。大成呀，你咋成这样了？你让我们娘几个可咋活呀？大清早的，吵什么呢？大嫂，我爹他出事了。这是怎么弄的？这亲家去修河堤，谁知道在河边看到个河蚌，他没顺账，修河堤的人都回家了，他也没回家，找了个借口留在这儿，等人走光了要去拿，一不小心被水给卷了进去。要不是村子里组织了巡逻的，他人就被水冲走了。可就这样，河水太急，水里的大石头把他的腿给撞断了，河蚌也没拿到。你个死人，咋就非得去抓杀河蚌啊？好好的一条腿，这要是废了可咋办？你公爹的腿你可不能不管呀。自然得管。这阵子娘可要努力干活，不然的话医药费赚不出来。啥？我干活？这钱不得你出吗？怎么会？村长，洪水决堤，县里应该给了补偿银子了吧？是给了，但是你公爹的腿不是修河堤的时候伤了的，所以可不能村上给拿钱治病呀。娘，林叔的话你听到了？公爹不是修河堤的时候受伤的，我也没让他去抓什么河蚌，所以他这腿是自找的。既是自找的，如何能我来出银子呢？你啥意思呀？我男人要是不去河边，能见着河蚌吗？你怎么不讲理呀？玉儿，爹，公爹，婆母。玉儿，我问你，你说这银子该谁出？大嫂，你就算是不想出银子，
也不该挑拨我爹和咱们娘吵架呀。就算公爹是自己不小心摔了，可咱们不是一家人吗？好你个小贱！玉儿说的对，咱们可是一家人。我和你爹这一天当牛做马的，现在出了事儿了，咋？你还想赖账不成？我这没法活了，连儿媳都不管我，儿媳当家也不管我的活，我这腿是不用要了。公爹哭什么？就算是我不管，不是还有二弟妹吗？他说的很有道理，一家人怎么能不互相帮助呢？我今晚就让二弟去抄书，以后这书院还是少去吧，耽误抄书赚钱养着公爹的腿。凭啥让我们家轩儿去抄书？这银子就该你来出。哎呀，是啊，只要娘继续偏心轩哥哥，那家里的坏事啊也摊不到他身上来。好啊，不过我这人很喜欢银子，如果我的钱在一些破事上花出去了，我会生气的。我若是生气了，便得找个出气筒。怎么看二弟身强体壮的，就该是他了。我打断他什么比较好呢？江白是一听脸都绿了，他这话啥意思呀？让他拿钱他就要打轩儿吗？这小贱妇还是不是个人呐？你还是不是人啊？我爹可是你公爹。是啊，他是我公爹，不过在这之前他也是二弟妹的公爹，是梅儿妹妹你爹。公爹待我夫君如何，待你们如何？说起来，我夫君1年60两的银子交给你们，别说是一条腿了，就是100条腿也该治好了呢。娘，这些年的大几百两的银子呢？哪里还有啥银子？一家人不吃不喝啊！你们一家子都是当蛀虫的吗？不干活的，哪还有什么脸治腿？这条腿，要么你们自己想办法，要么我出银子，顺便打折了二弟的腿出气，要么你们把这些年我夫君的银子给我，我亲自送公爹去药铺。这我得说一句公道话了啊！这是江家家事，村长应该做不得主吧？我们家还有事情呢，就不留村长了，请吧。大嫂，那可是我爹。是啊，那是你爹，不是我爹。这里是江家，我的江家。就这个姓陆的，哪是什么儿媳妇当家呀？这分明是家里祖宗。他是把江家一家子人都给当奴才给奴役了。玉儿是掉进狼窝了呀，这个不行。等老三回来以后，得让老三想个法子出来。哎，玉儿，他说的对，这是你们江家，爹先回去了。你放心，亲家的腿我一定想法子。把人抬进屋子里去吧，二弟妹和娘今日上山采蘑菇。啥？你爹都这样了，你还让我们上山干活？公爹的腿坏了，家里少了一个劳力，还要白吃饭。而且娘不干活的话，不也成了白吃饭的？我总不能养着2个白吃白喝的。江白是人都惊呆了，因为他在第一瞬间竟觉得这话说的还有点道理。陆昭昭眼中划过嘲讽，他们当初不就这么对待江燕轩的吗？就是因为病了，才需要抄书给这个家创造价值。三弟，你今天把床安到屋子里，还有暖炉，你和梅儿妹妹给我搭好，我今儿个要去王家一趟。我不去做什么暖炉子，我要去王家。那是我婆家，凭啥你去？你真的要去？当然，不然谁知道你在背后使什么坏呢？哼，见过蠢货，但没见过自个上杆子找死的。他本来想先搓磨这个江梅儿几日，再让他去王家道歉呢。不过他既然主动提出了，那好啊。行啊，那蓉儿妹妹在家里帮着盘暖炉，你现在就去做饭吧。吃了早饭之后，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去。这只够熬一些糊糊的呀，不过总归比娘之前熬的多了一些。陆昭昭只觉得呀，这家人就是吃太饱了，惯的。告诉其他人，以后这个家里谁不听话，私下里做了什么，就吃7天糊糊。这糊糊是托了公爹的福。你个没良心的，抓啥河蚌啊？河蚌能吃吗？那肉也不好吃，你还指望这里面有啥宝贝？就算有，那是你个没福气的能碰上的。现在好了，腿都坏了，那个黑心的东西还不给你拿银子医治，你这不得躺个半年？娘，大嫂说了，谁不听话就得连累一家子吃糊糊，
所以从今天开始，咱们家得吃7天糊糊呢，都是爹害的，那个黑心干的。他，行了，他什么？他就是个恶鬼，你瞅瞅他哪里像个人啊！我藏在地窖里的粮食都被他收走了，如果不是从梅子那里拿了几两银子，我都不知道咋重新囤粮食留着卖。囤啥？先给我治腿！你还是躺着吧，反正你好了也是给那个黑心的东西干活，还不如这么躺着呢。这银子啊，得赚钱给轩儿用。咱们家啥情况你也知道，你能指望那个黑心的给轩儿拿银子啊？行了，你赶紧做饭去，糊糊就糊糊吧，早晚他没个好下场。我说大嫂，要不然你就别去了，我自己一个人去王家吧。放你自己去，然后再欺负人家？我可告诉你，现在周围没人，你别以为你力气大就厉害了，这要是动起手来还不一定什么样呢。我划了你的脸，那个逼样子还能要你？我就不信你还能杀了我。的确是周围没人，太好了。什么？梅儿妹妹，这地方四下无人，我要是划了你的脸，想必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哦对，我还能把你打得和公爹一样躺在床上。你别！陆昭昭眼神更冷了，那根簪子已经抵在江梅儿的脸上，这冰冷的触感令江梅儿瞬间就大哭起来。陆昭昭不为所动，毫不犹豫将江梅儿的腿给敲折了。这是警告，如果你下次再不听话，想对我下手的话，我保证不是你的腿。江梅儿哭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愣着做什么？去王家村，一条腿也能走路，对吗？江梅儿吓坏了，赶紧点头。不能也得能啊，万一他真捶自己头怎么办呢？好你个没良心的，咋你还想砍了我？你以为你写了休书我就……江梅儿吓得立马顿住，腿更疼了。写了休书就是写了休书，你怎么还想抵赖呢？王家和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你兄长今日去县里就会把你和王京城成亲时的婚书要回来。人家娘家都是帮着女儿的，而他的娘家竟直接帮他被休吗？谢谢。我今日过来是为了算清楚江梅儿在王家一共留了多少东西。这里面都是，这都是这几年他添置的。他来的时候，我今日过来就是为了这事儿。这些东西梅儿妹妹都会留在王家，这些年她给王家也带来了不小的伤害。对了，你们家那个落了孩子的娘子呢？我家二儿媳在那屋养着呢。啊，带我们过去吧。是你咋还会回来呢？你还我孩子！梅儿妹妹，跪下！你说什么？我说让你跪下。之前的事情都是他的错，我也知道，不管他跪多久，都换不回来你的孩子。不过你可以尽量提出补偿，我会让他慢慢补偿给你的。你是说让他补偿我？当然了，犯了错不就应该补偿和道歉吗？不用了，不管啥补偿，我的孩子要回不来了，我不想再看到他。昨天我娘跟我说了，你是我们家大恩人，你还让他被我家弟弟给休了。只要他不再是王家的人，我可以什么都不要。你放心，他以后都不能再来了。梅儿，先道歉。哎呦，对不起，行了吧？你出去跪着，就说江梅儿对不起。你叫什么？吴桂花。去吧，就这么说，说你对不起吴桂花。现在就去跪着，一直到我准备离开。一会儿出村子的时候，每一家门口你都给我走过去，然后就说这么一句。江梅儿吓得脸色煞白，这样做他还要不要脸了？可他打不过这个女人呢，陆昭昭可是会真的杀了他的。
江梅儿犹豫片刻，便哭着一瘸一拐走出了屋子，在外面开始喊着：“夫人，关于他对不住你们家的，日后我会让他尽量赚了银子还给你们。在这之后，我们两家虽然不再是亲家了，可也不该是仇人，对吗？”对，秀才娘子，你说啥都是对的。我也不会说话，我就知道秀才娘子的话有大道理。夫人，其实我想买一些地，不知道这村子里可有要卖地的，价钱的话好商量。我也不会因为今年是灾荒年就将价钱压低了，该是多少便是多少。这我给秀才娘子多留意一下，一定让秀才娘子你能买上。行，那我就劳烦夫人了，这是我的一番心意。我这次来的匆忙，也并未带什么好东西，下次上门我一定带一些合适你们家儿媳养身子的。这咋好意思呢？咋？你想看我笑话？你以后都别来了，我们家人都不想见到你，算我求你。放心，他不会再来了。走吧，去道歉。这下你满意了？你满意了吧？咋？你还想咋？我都已经这样了，你不会还想打我吧？打你我都嫌脏了我的手。如果你不听我的话的话，我就带你来王家村转一圈，道歉一次。啥？还来？我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那你就老实点儿，让你做什么照做就行。你听到什么声音没？啥声音？宿主兑换农具钢铁锤成功，后厨积分50，总积分30950。你咋随身携带这玩意儿？防止你不听话，好把你锤死。山贼，我就说不来，你非要来，这条路保不齐啥时候就有山贼呢。嘿，老子今儿啊还真是好运气，出来跑个茅房还碰上了俩小娘子。瞧瞧这细皮嫩肉的，哥几个忍着干啥？咋办？山贼大哥们，你们有悬赏吗？啥？咋？你问这个，你还想当老子的压寨夫人？也不是不行啊，小娘子，你要是把爷伺候好了。老大，该死，给我把他抓回去！你这个女主气运值减500，9390，奖励积分5万，总积分8万1，奖励高级灵泉水乘1，奖励药田乘1平米，富安县周围100个村落地图乘1，宿主气运值加50，总幸运值100，幸运值100，开启幸运值系统。我不过去，你想干啥？你要是不过来，我就把你另一条腿也锤折了，把他们身上的鹿皮裙扯下来。你咋不动手？我嫌脏。把刀也拿上。你这到底要干啥去啊？要钱啊！抓了山贼，就算是再废物的山贼，总归也有点银子吧。站住！你这是要干啥？我是江家村秀才公江燕轩的娘子林玉儿，今日陪着小姑子去王家村一趟，路上碰上了山贼，山贼应该有悬赏吧？有的，寻常没名头的山贼1个1两银子，要是有发悬赏令的，就按照悬赏令来。你们在王家村那条路碰上的，应该是黑孔雀山的山贼了，我带你们去领赏。这不是黑孔雀山那个五大王吗？夫人，这可是有点来头的，你以后小心一点啊。怕什么？我爹是江家村的村长，我夫君是书院的秀才江燕轩。不过多谢你关心了。老板，荷花酥3斤，米糕2斤，桂花糕2斤，山楂糕1斤。你吃得完吗？和你有关系吗？一克8000银子。山贼的事情只有你和我知道真相，如果有第3个人知道，我就找个安静的地方把你锤死。我不说，我绝对不说。很好，回家吧。你老娘我上山累死累活，你倒是好，去逛街了。一家之主也不能这样吧？江梅儿一听，很想堵住娘亲的嘴呀。娘是疯了吗？这女人多狠多恶毒啊！是不该这样。就是，谁家媳妇儿不干活呀？
玉儿还是村长家闺女呢，都得干活。你们家以前再好，如今也是败了。大嫂，你的确不能让娘跟着我上山的。我们两个年轻力壮，不上山，让娘上山像个什么样子？是啊，我的确不该让你们俩一起上山。我不跟着，你们俩就采了半筐蘑菇回来，这不是偷懒了吗？东西晒上，还有明天一人1筐半，我上山盯着你们。娘，别摔！你要是摔了，他保不齐明天让你采2筐。这还是他闺女吗？才出门1天，怎么人都傻了？梅儿妹妹，你这是怎么了？是不是大嫂欺负你了？啥？没，她没欺负我，她还给我米糕。你们看，手中指甲盖大小的米糕，令3个人瞬间陷入沉默了。真的，梅子呀，你从你婆家带了嫁妆回来没？咱们家当年可没少给东西呢，那几床被子。娘，你给的早就让我给用完了，他们家买的大嫂不让带回来。啥？这个败家的！哎呀，娘，你要是有啥话，你和大嫂说吧。我累了，以后我再也不想去王家村了。种田空间兑换成功，扣除积分2万，总积分6万1。种田空间加20，总量100平。恭喜宿主达成种田空间100平成就，奖励种田空间乘100，总量200。高级灵泉水乘10，总量11。系统空间乘10，总量20平。高级武功乘1，武功快速消化丹乘1，只能用于初级功法消化，